人哀声惨叫，被蛇咬食。我足心发软，不敢看恩师呐。我们回去吧。将军请杨善生不必惊怕，此奈何桥下为毒蛇坑，凡是人死之。后心地不善或拐骗人之钱财，美色挑拨是非，害人相杀，幸灾乐祸者，可谓心肠恶毒。这些毒蛇由人之毒肠所化身，罪魂行到此桥，必慌筋脚软，牛马二将军便将其推落桥下，足下所踏全是毒蛇，拼命逃生，但脚一跳动，毒蛇被踏，便反扑咬伤吞食。杨生太可怕了，看见一只蛇已被吓呆，若是胆小者，不必牛马也推落，行到奈何桥上，马上吓得昏倒，六神无主，就自动跌下了。祭佛，我们快行过此桥，今日罪魂甚多，桥上拥挤不堪，个个大哭失声。谁叫他们在生为非作歹，现在脚步不稳，一一跌落桥下，受毒蛇咬食之惨刑。杨生快到尽头了，我心里还很害怕，奈何桥原来就是这样，桥边无栏杆可攀，走起来手冷脚软，尤其看到桥下那些毒蛇群，更是令人寒心缩足。祭佛，胆子太小了，我赐你3颗定神丸，快服下，不必脸色发青，冷汗直流。快向守桥将军辞驾，我们上要令由他处。杨生多谢守桥将军引导指教，因时间有限，不多久留。将军送驾100%。祭佛，杨生快上莲台，我们将令赴他处参观。杨生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。祭佛，已到了，快下莲台，前面是5池地狱，为阴间新设地狱，属2殿所管辖。玉关公迎济公活佛及圣贤堂圣比杨善生光临。刚才接到主公谕命，悉祭佛及杨善生将临本狱参观，著书劝示，请2位入内参观。杨生多谢狱官，请问狱官，为何狱内粉红色灯光暗淡，只听跳动哀叫声音？狱官，本狱所禁者，是在世当舞女或是爱好跳舞之人，请入内参观，就知一切。杨生是内中挤满男女，男的老少俱有，穿着甚有气派，西装笔挺，年轻女性穿着轻纱艳服，也不少外国人，每个人踏到地板，立刻哀叫，并跳跃不止，男女拥成一团。请问狱官，这到底是什么刑罚？狱官，凡在世为不正当舞女或及跳舞玩乐之人，死后必拘禁此狱，让其重享舞池滋味，但来此已不能飘飘欲仙，浑然忘我，享受温柔乡之快乐。狱中舞池是铁板所造，燃烧红烫，还射出红热光线，男女一踏，马上疼痛不已，大跳起舞，在生乐于此道，死后足可供其回味无穷，永难忘怀。
个个脚底起泡生汤，肿如肉包一样。杨生玉观名言甚有道理，深爱跳舞，死后又让他跳个痛快，可是时代潮流不同，跳舞并非全是坏事，有促进身心健康功能。如跳舞者必来地狱受此苦刑，是否音律有偏呢？欲观我详细说明来此受刑者，并非全部爱好跳舞之人。地狱所行者，为在身及跳舞玩乐，其并非为健身，乃是沉湎女色，女者为交际花，任人拥抱而赚取金钱，舞后所谓带出场，另行色情交易，或是在身不听父母教训，不到正当娱乐场所活动，喜爱跳舞，荒淫不洁。如所跳式活动经节，有益身心之正当舞蹈，本狱不予惩处。判入本狱者，是以色情交易、有伤风化者为主。劝世间之人将精力、金钱用在正当娱乐，否则死后必来舞池地狱受苦。杨生此说方合道理，不然时代变迁，洋风新潮。我国有国术作，为健身活动，外国人有着以舞蹈为健身之运动，地狱所行者，为即运动之名，而行不正脚步之人。既佛今日时刻已到，我们师徒将回堂，多谢玉观说明指导。杨生快上莲台。杨生遵命，多谢玉观开示，我已坐稳，启程回堂。既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14地狱游记第14回，由寒冰小地狱复014。济公活佛降，丙辰年9月念9日，20日11月1976。诗曰：寒风刺骨渐初冬，乐善犹如一时松。万绿山移成雪海，竹梅尽傲一高峰。继佛秋意渐去，严冬接连，气候变化多端，众生疾病迭生，乃一时无法适应之故。今日我将带领杨生游寒冰地狱，又遇此种寒风刺骨天气，不知杨生是否受得了呢？杨生恩师道：我感冒刚好，今天天气这么寒冷，我看寒冰地狱，改日再去，先到他处参观，不知恩师意见如何？继佛那怎么可以，已通知安排游寒冰地狱参观事宜，中途绝不可变卦，若怕受不了寒冷，我赐下3粒温元丸，快服下，不可再拖延时间。杨生多谢恩师赐我仙丹，我已服下。感觉通体发热，一点寒意也没有。继佛快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可以启程了。继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杨生前面为合了魔人机，只见荒山一片雪白，好像下雪一般，看不到青翠树木，只有少数秃枝枯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即佛此的接近寒冰地狱。该山因受寒冰影响，终年下雪异常寒冷，我们非由阴府之路行走，所以此的不见人影，应作莲台，乃是腾空而行。你跟我从左边山腰而行，便可到达寒冰地狱。阳身这种偏僻地方并无道路，草木都被冻死，一片枯萎现象，越来越有寒意。是否那3粒仙丹药力残渐减退呢？即佛药力并无减退，是仙丹药性循环关系，等一下就会浑身发热，足可3日不退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冻毙的。阳身前面有一排房屋，都是木造的，涂上黑色，屋顶还有朵朵雪花。屋前用2支木柱矗立，中间横移木枝，上写寒冰地狱。门有一小道路，直通房屋内，这里设备为何简陋无比？即佛应该欲为寒冰所照，罪魂都被冻得僵硬，所以无法逃走，设备因而简陋。阳身路上数位阴差，押了10余位男女，不知是否往该狱受刑。即佛正是前面狱官与将军已来，阳身准备参驾。阳身参驾狱官及将军，我们奉旨由民，请多指教。狱官即佛及阳善生勉励，刚才奉主公楚江王之命，知即佛及阳。兼圣贤堂阳善生将来本狱参观，将实情刊载地狱游记，以醒化世人，请2位随我入内参观。阳身多谢。即佛我们直接入寒冰地狱参观，不必到屋内。狱官好的。阳身寒冰地狱在2山环抱之内，里面好像阳间有泳池一般，分数千池之多，远处已看不清楚。池内男女都有，身上只穿内衣，下半身大都看不见，被冰雹压住，个个面色发青，唇黑手抖，根本无声哀叫，只是有气无力的呻吟。前面那2个老人对我用祈求眼光直望，好像是有话跟我说，请问恩师是否可以将他救起，免受寒冰浸冻之苦？狱官我拉几个罪魂到岸上，你可发问。阳身好好，请问这位老前辈，这里的滋味如何？罪魂冰天雪地，衣衫单薄，只穿内衣裤，我已无力可说话了。五体冰冻，将近休克。狱官将军速拿来姜汤，让其服下，以助元气。将军快服下，好好将在身作恶之事招出，以功登改善书，劝化世人莫学你之坏榜样，以免死后堕落此狱。罪魂我在世时，最爱集邮票及古钱、古董等物，在45岁时结交一位志同去合之朋友，2人闲时品茗聊天，如泣金兰。有一日，他将出国远行，恐怕所收藏之珍贵邮票及古钱等物被偷，便存放于我处。我因一时贪心，将朋友寄放之物移到别处。
待他回来要向我取回祭物时，我对他说真是对不起，半个月前因受贼偷，连我一些贵重古物都被偷得一空，只有听后痛心疾首，哀惜不已，既被偷去，也无法拿回，就作罢。家我56岁，患肝癌，去世后魂到阴府，岂知阴府早已有我。暗示亏情资料，经灭镜台现影对照后，终于俯首认罪，被二殿楚江王判入寒冰地狱5年，每日受冰块覆压，生寒肉冻，痛苦万分，后悔来不及了。请您向狱官求情，赦我之罪，早日出苦，不知如何。杨生请狱官赦其罪1、2，不知如何。狱官此为因律所判，无明王之令，我无权变更，现时给他喝。姜汤解寒已是优待了，不要再求情。可以再问这位老太婆堕落此狱之原因。杨生这位老太婆冻得已支持不住，倒在地上，如何叫她回答？将军也给她喝些姜汤解寒，振作精神吧。将军可也，快喝下，好回答这位善生所问，不然再加重处罚。罪魂哦！我太痛苦了，这种寒冰好像殡仪馆及太平间专门冷冻尸体一样，你看我全身发青，惨无血色。我在世时经营昌寮，自己是劳保，所住是矮屋、脏房，收买时余位少女，内中有山地姑娘，有良家妇女，有逃学少女，每日令其接客，如不服从，就施软禁或叫保镖威胁修理，发了一笔肮脏钱。其中不少神女虽有家人或客人要来赎身，就其出苦海，恢复自由之身，我便开大口要求巨金，有者无足够金钱可赎身，所以一生埋没青春，生活在花窟中。我至51岁时，因一生烟酒过多，致脑充血死亡，死后才知被冥王折寿10年，因罪孽太深，先被判入粪尿泥地狱受苦5年，刑满经转判寒冰地狱31年，受刑毕不知要再交往何殿令判他罪。死后至今，受尽粪尿、寒冰之苦，未来苦头上多，实在太凄惨了。只怨自己造孽太多。狱官曰：最后换这位女罪魂，快将在世犯罪情形招出。命将军快以姜汤让其回原，以便说话。将军遵命。以给他解寒。杨生，请问这位小姐，你为何到寒冰地狱来呢？罪魂说起来羞恨交加，我18岁那年参加了歌舞团，现随团员四处演出，期间常表演脱衣舞，以招来顾客，后因生意不佳，歌舞团解散，便转业为应召女郎，常被叫出接客或陪客表演脱衣节目，而后结识一位富商，在外同居，作为姨太太。
萨6岁时因二人意见不合而分开，一时想不开，便服毒自杀。此后道王死城教授近5年后即判入寒冰地狱受刑，至今已有3年，还有12年才期满，甚是痛苦，每日被压在冰块下，四肢僵硬，寒气攻心，后悔来不及了，劝世间女性千万不要学我步入歧途。玉官这位罪魂在世不务正业，专以脱衣表演淫荡歌舞，破坏善良风俗，生计不喜穿衣服，死后即判入寒冰地狱，让的要寻找衣服遮寒而不能，罪有应得。该魂尚有其他罪过，刑其闷后，当在移交他殿，悉世上妇女应矣。此为谏将军，速将3位罪魂押下去。杨生整个地狱白雾如烟，觉得有点寒意。祭佛，此乃寒烟冷气所发也。玉官凡是在世受人寄托金钱、财物，暗中调包，或占为私有，或开仓库银窟，又不准妓女赎身者，或过分奢华、浪费、轻视国货，所穿必求外国舶来衣服，以显自己有钱，不知将于今购制衣服、棉被救济平民过冬者，或女性喜抛头露面，穿着露背短裙，故意显示肉体迷人等等。此种不怕寒冷及贪求外表装饰之人，死后将一律判入寒冰地狱，让其享受凉爽滋味。祭佛，今日时刻已到，我们将回圣贤堂。杨生多谢玉官及将军指导，再见。玉官送驾。祭佛，杨生快上莲台。杨生恩师，我已坐稳了，可以回堂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。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回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 第3殿第15回，由第3殿会晤宋帝王。第16回，由挖眼小地狱。第17回，由铜铁刮脸小地狱。第18回，由倒吊小地狱。第19回，由四生回魂府。第20回，再由四生回魂府。第21回，3由四生回魂府。15地狱游记第15回，由第3殿会晤宋帝王复015。济公活佛降，丙辰年10月初9日，29日11月1976。诗曰：挥鸾阐教著书芒，十访幽冥写紧张。地狱门开迎道客，修真何必为阎王。祭佛，今日由民进入第3阶段，10殿各欲采取具有代表性者参观就可，不然10殿各欲全部游玩，费时要数年之久。因地狱游记1书要早日问世，度化众生，所以摘要著作。杨生准备游民，快上莲台。杨生遵命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
杨生前面有一牌楼，好像阳间布告栏，上贴一红纸，许多音符。官员及音差围观，我们也向前去参观，到底写的是什么？祭佛我已知之，你要参观快向前走。杨生这些音官、音差看我们来临，为什么个个面呈惊异之色，都避开呢？祭佛这些阴府官差知你是洋人，身带玉旨，所以避开不敢冒犯。可看布告栏上红纸是写什么？杨生原来是玉皇上帝之谕诏，上写幽冥教主亲奉。玉皇大天尊诏曰：镇居凌霄，位统3000，握9幽6道生杀之权。素自元灵降世以来，上古之事，人心淳厚，天性纯真，故生为人。死后归天，本无地狱之设。待至中古之事，人心渐恶，天性日染污尘，伦常乖戾，各立堵墙，因而自造地狱，除守忠、孝、节、义及修真炼道者外，一一堕落6道轮回中。今逢舒适，事态嚣张，人心变恶加厉，作奸犯科不息，由于迎风炽盛，天地正气灵已堕，或由自取，故劫煞不绝。天本好生，不忍苍主尽堕，故真道普降，以平浩劫，拯救善事。今有南赡部洲、南天直辖鸾堂、台中圣贤堂官亲领旨，挥鸾阐教，上继孔孟仁义，下承佛道真宗，发扬道德文化，普度天下群生，继业辉煌，正为使世人知阴间地狱实况，故赐旨于圣贤堂，开着地狱游记榜。命济公活佛带领正机圣比扬生，神游十殿，将因思各狱刑罚情形泄露于世，并在游民中开示真理，破除众生之迷惑。著作之间，如济公活佛引导扬生驾到，令各殿狱官差吏迎接，协助著书，彼时宝典早日完成，只到之日，各遵诏命，如有违者，严罚不赦。此狱天运丙辰年8月15日，原来就是玉帝向幽冥各狱所下之指令。祭佛正式要著作地狱游记，除人间降旨外，阴间一样要发通报，快向前面而行，到第3殿拜见宋帝王。扬生第3殿离此上有多远？路上只见亡魂及阴差来往，并不见殿府。祭佛不远就到，快上莲台吧，节省时间。扬生好了，请启程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，前面就是第3殿，快向前参拜明王。宋帝王及文武判官齐出殿迎接我们了。扬生使事参见宋帝王及各位仙官，今日我们奉旨由民著书，请多指教。明王请扬善生起来，免多礼，早知贵堂致力弘扬圣教，劝化不少恶徒去邪归正，亦引导甚多人向道修成正果，久仰之志。
请二位入殿稍坐，叙谈一番。杨生感谢明王夸奖，愧不敢当，必堂在秋堂主领导下，全体孪生同心协力，待天宣化只是尽天职而已，不敢言何大德。祭佛免客气，我们进殿稍息吧。明王请二位就坐，粗以木桌，不比阳间沙发舒适。将军快向二位敬茶。将军遵命，请二位用茶。杨生多谢。这间会客室，古色古香，很清静，壁上挂有甚多墨画，极富书香味道。明王是也，本殿各官员闲时常来此品茗聊天，因阴府官员都是在世有修善德之人提升，所以有此舒适环境，并非地狱都是受苦，地狱如人间监狱，受苦者是犯罪之人。因此我之左右助理与凡监狱中官员一样，行动自由，故心如无亏德，在世皆行善事者，魂到阴府，我们皆好礼相待，此点西洋人知之。如在身奸诈横行，不务正道者，则死后到地狱，手铐铁锁，头加皮鞭，铁叉鞭打，何能这般逍遥？祭佛今日时刻已到，杨生准备回堂，多谢明王指导，改日有缘再来会晤。杨生多谢明王及将军厚礼招待，因时刻不早，我们将回，向各位辞驾。明王勉励，恭送二位，悉再来一游。祭佛快出殿，准备回堂。杨生匆匆忙忙，时间实在太短了。祭佛不要多言，我们启程回堂。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16地狱游记第16回，游蛙眼小地狱复016。济公活佛降，丙辰年10月19日，9日12月1976。诗曰：黄泉路上逼人寒，惨叫哀声感鼻酸。一念之差一股恨，阳间滴滴总难瞒。祭佛寒流来临，天气炎冷无比，但圣贤诸生中怀热肠，毫无冷意，实令我感动。地狱游记如果圆满者成，万古流传，诸生也可载誉不绝。杨生今日准备游名。杨生今夜天气冰冷，明路更加凄凉，请恩师赐我一粒仙丹助元气，不知恩师名意如何？祭佛可也，我再赐你3粒温元丸，快吞下以助阳气，顺利游名。杨生多谢恩师，我已服下，感觉全身温暖。已坐稳莲台，请起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杨生这是什么地方？前面时间已来了数位将军打扮之人。祭佛此时街上乃是3殿明王管辖区，上面是一片无尽囚狱。快向前参驾将军。杨生参拜诸位仙官，我们师徒奉旨著书，今日游到此的，请
仙官多多指教。将军勉励，请祭佛及杨善生入室内少席，此乃三殿所属各狱。知办公厅，听后就是各囚狱。祭佛因时刻有限，我看不必做了，待杨生参观各狱就可。将军也好，贵唐奉旨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我们早已知悉，今皆祭佛。守狱，期你们师徒将到本处参观，请二位随我向左边走。杨生好一大片广场。那见有木造房屋，近处已有哀叫之声传出，前面有一狱，上写挖眼小地狱。将军今日带您们参观挖眼小地狱，先入此间室内，我向狱官禀明。狱官欢迎二位驾临本狱，我带您们入内参观一番，如有不明了地方，请杨善生勿客气发问。杨生这一狱内的犯人眼睛都被挖下，鲜血直流，每人哀声惨叫，两手按住流血的眼窝，真是残忍。左边那位中年人正被阴叉用铁叉挖眼，他挣扎不已，惨叫一声，左眼已掉落，人将昏倒，但被绑在柱上，只有头垂下，阴叉又将挖下另一眼，我不敢看，这种行为太手辣了。祭佛杨生，你勿心经多言，此乃因法报应，怎可出言不逊，太无礼了。将军我们不见怪，请杨善生勿介意。有一便问，杨生失言之处，请狱官及将军原谅。请问狱官，挖眼地狱刑罚情形如何？是否可以说明一下？臣官可以，凡是被判入此狱者，入狱后先绑于木柱，然后挖其双眼，罪魂必痛苦哀叫，昏昏死死。一日行刑3次，待每次要刑罚前，再将两眼装回，用还魂水一洗。罪魂马上恢复原来知觉，然后再受刑，这样才能使他感觉痛苦。杨生不知犯何罪才来此狱。狱官我命几个罪魂字数比较传真，命将军将前3位罪魂双眼装回，施与还魂水，以便供出再生犯罪情形，登载善书，劝化世人。将军遵命。已照办，这位罪魂先出来向这位洋人自述生前犯何差错，及死后被刑情形，由杨坚善生代传你之心声，劝化世人。罪魂哎呦，我双眼刺痛难忍，叫我说什么呢？狱官将军，速用法水洗净，使其镇静。祭佛不用，看我施法。罪魂现在舒服些了，多谢这位和尚解救。我生前太过骄傲，因自己是大学毕业，又是富有家庭，所以看轻一般穷人及无受高的教育的人。因傲气凌人，常施人以不屑眼光，在生虽然能享受富裕生活，结交权贵之事，死后却被冥王判罪，判我在生眼光太高，轻视一般平凡人，贬我
为势利也。我到此狱已有2年或3个余月，还有2年多方能出狱。但在事实上犯有他罪，出狱后前途凶多吉少。请这位善人要多劝洋人，有钱有势不可苟眼看人低，随便侮辱或是轻视他人，死后就会像我的下场。请善人代求明王赦轻我之罪过。杨生请问将军，这位罪魂以何作说出犯罪情形劝人，论当有功，是否可以饶赦其罪？将军我不敢做主。欲观此事，我回殿再禀告主公，谅可赦其一分。快将其押回，再带令2位一齐出来，供述自己犯罪情形。将军遵命。已将其他2位押出，也已把水洗净，都已恢复自由。知深先由右赶这位，快向杨坚善生坦白说出在世犯罪情形。罪魂我在生因喜爱于色，现时阳间社会无奇不有，除常偷看邻居少女、妇人洗澡外，亦曾有人带往一处陋屋内观看黄色电影，以后便乐此不疲，自动寻找刺激。最近并曾有人引导往一间旅社，由女中安排叫来应召女郎表演脱衣取乐。在1年前我因车祸去世，魂到阴府，系受原该中，遂即被冥王判入蛙眼地狱，每日受到蛙眼惨刑，凄惨情形，子孙在世全然不知，后悔已来不及了。昔这位善人回阳后，多宣化给世人知之，在生所作所为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那知死后业镜台前依照，丑态毕露无疑。将军你这个老不休、老风流，在世身边甚有几个钱，不知好好养老，已中天年，却是爱好小道，专窥淫事，两眼失德，所以来到地狱挖下来清洗清洗。再换左边这位罪魂，快自述生前作何恶事。罪魂我被判来此狱，所犯之罪是学生时代考试时曾经作弊，偷看别人答案及书本，又喜爱看黄色小说、春宫图片及小电影等。死后被冥王判来此狱受刑，我已受刑半年，尚余3年方可出狱。杨生那太可怕了！我以前读书时，考试也曾偷看别人吃案，都没有被老师发现，死后也要到此受刑吗？既佛作弊已犯校规，但你何必惊慌？上天不加罪于忏悔改过之人，你已皈依鸾门，待天宣化，做天之使者，功德浩大，将功补过，自然免来此地。玉官将军，快将罪魂押入狱内，如有失仪之处，请祭佛及杨善生原谅。杨生那里，玉官凡事世人眼神不正，爱观美色、淫书，或看人常露轻视，不顺眼者，死后必堕落蛙眼地狱受刑。如观看地狱游记后，能改过自新，
并发愿应赠该书劝化世人者，则死后此罪可以抵消。祭佛今日时刻不早，我们师徒将回，多谢玉官及将军。杨生肃向他们道谢，并出狱准备回堂。杨生多谢玉官及将军指导，先辞驾了。玉官奉送祭佛及杨善生。祭佛杨生快上莲台，准备回堂。杨生已坐稳了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17地狱游记第17回，由铜铁瓜脸小地狱复017。济公活佛降，丙辰年10月念9日，19日12月1976。诗曰：迎风遍布时堪伤，罪恶滔天胜虎狼。寄与阳间贪色背，改头换面莫猖狂。祭佛世道崎岖，修道者魔考重重，谁能一帆风顺到西方？抱定信心，至死不渝，虽殉道而临阵极品，逢逆境更加努力，咬紧牙根，何怕魔风妖雨遍地，古圣云见怪不怪，怪自亡。道路障碍阻塞，抽出慧剑斩断乱丝，经过一番寒彻骨，必得梅花扑鼻香。今日游民准备启程，扬身提起精神，这条不平凡的道路能走到尽头，才配称人辱道汉。扬身多谢，恩师相劝，自知业重不修，难得脱离种种磨难，请恩师放心，我已坐稳莲台，随师游民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，今日我们师徒参观铜铁瓜脸地狱。扬身前面玉官及将军已出来，叩见诸位仙官，我乃圣贤堂圣地门生，今日由祭佛引导前来参观贵狱，以登载地狱游记劝化世人，使其知应府各狱刑罚罪犯情形，请诸位仙官赐予方便。狱官那里太客气了，富贵，快起来，欢迎你及祭佛前来本狱，请随我入狱参观。将军本狱是铜铁瓜脸地狱，刑罚世间不知廉耻，不爱面皮之人，请二位快进来。扬身狱前因差牛头马面各押甚多罪魂，男女都有，年纪不一，个个垂头丧气，面色惊慌，先押在狱门旁边办理报到手续，后再陆续被押入狱内。祭佛不要多看，快随狱官及将军进入里面参观。扬声哎呦，惨叫声音传自囚牢内，各罪犯被捆纳在铁柱、牛马，鬼卒正在施行，用铁刀或铜刀将人之脸皮刮下，好像屠宰场杀猪剥皮一样，各个罪魂哀声痛叫，只见血肉淋漓，每人只有哀叫，满面模糊不清，皮被刮后，头部呈现糊烂红肉，状甚残忍。请问狱官，这些罪魂是犯何罪？为何被判来此狱受苦？狱官一言难尽，
不如叫几个出来，让你问个清楚。杨生这样最好，有案可证。将军这位男魂快出来，将在世作何恶事，照实供出，给这位。杨坚善生听之。杨生，请问这位先生为何堕落此狱？罪魂我在生因父母早死，缺少教育，被人雇佣，觉得辛苦，心想不如改行做乞丐，每户如能讨到1元，一日伸手去讨100户，就可过活，免本钱，又轻松。可是我身体粗壮，唯恐主人不施舍，所以先节12个月，每日只吃粥及饮水，果然身体转弱，再将面涂泥沙，身穿破衣，假装跛脚，四处挨户的人乞怜要钱，逢人便说自己苦境，家中无人，脚又残废，许多人看我很可怜，纷纷舍财，因此1个月所得也有4、5千元。回到家里，暗自高兴，轻易得财，晚上便换上新衣，到街上大吃大喝，或进入风化区寻欢，并常往酒家买醉淫乐。后来心想要发财，需向主人索取更多钱财，如给我1元、3元均不要，最少要10元，所以也常被叫吝啬主人臭骂，或不理睬。死后被冥王判入此狱受刑，刮脸刑罚非常痛苦，后悔已经迟了。狱官业处论起此人，前世不修，生在不幸家庭，不思年轻，力壮好好工作谋生，却假装残废，厚颜求乞。凡有血气者，非至山穷水尽，谁愿抛头露面伸手乞讨？不但如此，还将起来金钱花费在酒色一中，大逆不道，生计不爱脸皮，死后让他无脸见人，受刮皮刑罚，希世人警惕之。快入狱内。我再叫一魂出来，杨善生可以再发问。杨生多谢将军。请问这位先生，我看你只有30余岁，为何未老先死，又被判入此狱受罚？罪魂说来惭愧，小人上辱祖先。我在17、8岁读高中时，朋友相约常至公园游玩，见有少女便趋前调戏，或出言下流，时常被女性臭骂轻訾从，或是没有受教育，不要脸，但我被骂，心中却更加快乐。也时常在暗路趁机调戏女郎，或从背后突然拥抱过路女性，或骑车从旁伸出绿衫之爪，偷袭妇女身体，并曾强奸一位少女。虽然生前从未被人送警法办，但有一次骑车中失故迹，伸手不归局时，被该位女性大叫，我一时慌张，车子跌下水沟而死亡。冥王大怒，言我恶性不改，故折寿10年，后判我入此狱受苦。至今已有5年多，尚有13年才能出狱，另有其他过错，将交他殿审判，实太可怜。
请这位善人带我向冥王求赦1、2吧。玉官不要多言，谁叫你生前浪漫不洁，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？万恶淫为首，罪有应得，白受教育，辱及尊亲，生计既不爱面子，死后当受此报应。至于强奸之罪，刑闷后当再教他殿严办。将军，快将此魂押入。将军遵命。祭佛因时刻不早，我们师徒准备回堂，扬身出狱吧。玉官失仪之处，请祭佛及扬善生原谅。扬生岂改？多谢玉官及将军之帮助，完成著书任务，向2位辞驾了。祭佛快上莲台。扬生我已坐稳，恩师可以回堂了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18地狱游记第18回，游到吊小地狱负018。济公活佛降，丙辰年11月初9日，29日12月1976。诗曰：诗灵遍野欲招魂，污血成河染草根。道至伦常行道调，遗留业祸报儿孙。祭佛寒流来袭，冷意重重。富贵门庭装备有暖气，身穿皮裘毛衣，吃着正热火锅，在官平民屋内，一家寒衣单薄，口齿涩涩，凄凉万分。前世不修，今生冷落，冬天一到，便缺少温暖，稀世上衣食保暖的人，应有雪中送炭精神，援助贫穷，广积阴智，来世福报连连。否则福尽，来世便转轮降生贫穷家庭。有智慧、善筹谋者，不可不先做个预算呐。今日准备游冥，扬生，快上莲台。扬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扬生快下莲台。扬生哎呦！前面传来惨叫声，好像乡下屠夫绑猪，准备押往屠场之声音。祭佛不要多言，前面玉官及将军已来，快向前参驾。扬生参驾玉官及将军，我与祭佛奉旨游冥，著作《地狱游记》劝示，请多指教。玉官勉励。久仰圣贤堂大名，贵堂扶鸾阐教，应赠善书经典，普度苍生，劝化世人之精神。三曹震撼，劝回了不少浪子迷人。辅助阳间法律不足之功甚大，今日有缘幸会，请祭佛及扬善生，随我入狱参观。扬生谢谢。哦，原来这里是倒吊地狱，狱门上已有书名。祭佛正是，今日我们参观倒吊地狱，快随玉官及将军进入狱内。扬生一连串的哀声，如丧考妣，狱中卫义广场地上还长满红色小草。狱官此乃倒吊地狱，为第三殿所管辖。扬生眼前呈现为一活刑场，广场上架起成排铁柱，上南穿满
钢条、罪魂个个倒吊，钢筋从两脚心穿过，人头垂下，脚步鲜血直流，有的呼痛挣扎，可是越动越痛；有的七孔一流出血丝，静止不动了。罪魂在高杆，好像晒面条一样。请问狱官，为何这么多罪魂均受此种刑罚呢？狱官阳间之人，伦常倒置，道德颓败，轻慢师长或五伦不分，故竟在此狱之罪魂日渐增多。这些罪魂被罚，流下鲜血，滴在地上而生出红色小草，因血色鲜红浸润的气迹久，自然生出红草，如阳间现实种草菇一样。罪魂血液不尽，发菌后便生此物。阳生腥味扑鼻，难受异常，真想吐。祭佛镇静精神，以免妨害著书任务。狱官，我叫几位罪魂下来，向你说明自己犯罪情形。阳生多谢狱官。狱官命将军将前面所吊罪魂先放下一人，以便向杨善生自述犯罪情形。将军遵命，已放下了。杨生，请问这位先生为何被吊在这里吹冷风？罪魂，呜呜呜，我好痛苦，双脚已站不稳，太痛了，被倒吊的震，各肚肠绝乎要吐出来。我生前住台南，因我叔父无子，自小我便过房到叔父家任书位。父由他养育长大，亦受中等教育。因叔父家中开百货公司，只有我一位男孩，故叔父对我疼爱，公司业务全由我处理。年至37岁时，有一邻居告诉我非叔父亲生儿子，心中就拾起意念，如能返回亲生父母家，该是多好。从此便常将金钱暗中移至生父家中，生父为家阻止，还从中怂恿，将公司内贵重百货大部分拍卖，并开出甚多支票，即逃离叔父家中，回到生父身边享受荣华富贵。叔父见此情形，咬牙切齿，痛彻心肺，骂天阻地。支票到期均无法兑现，债主纷纷上门讨钱。因账户为叔父之名，叔父被迫走投无路，饮恨自杀，魂到冥府，向文王控告我及生父罪过。阎王受理此案。叔父死后1年，我及生父双双病魔缠身，花费全部财产，仍然病入膏肓而亡。魂到冥府，我才知被折寿，3殿冥王大怒，判我入道吊地狱。据说生父亦被判入他狱受刑中。狱官，逆处！你被叔父养大，不知报恩，中途变质，伦常倒置，所以判来此狱受刑，有何话可说？命将军押回受刑，再放下左边2位罪魂，向杨善生招供，以登载地狱游记。将军遵命，已将罪魂提来。狱官快向阳间圣贤堂杨善生说明自己所犯罪过。罪魂，我现时万分痛苦，
每日受此道吊刑罚，有口难言，两眼将要突出。我在身住台中，因已有家室，后来在外结交一位少女，并发生暧昧关系，由案来成为明去，因该少女已无父亲，只有一位40出头之寡母，生得颇有姿色，我即常到她家中机会，用甜言蜜语引诱，她受我百般挑逗，劫富染污。后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渐渐变成公开化，享尽风流，因艳浮靡人而不知自拔。后在一次车祸中，我所骑之摩托车被撞得粉碎，人昏迷不醒，在昏睡中被牛马将军用铁链铐押到阴府，经灭尽视现出原形，丑态难以见人。明王大怒，判我入道吊地狱3年，现时只受刑2年余，来日方长。何时出苦？欲观畜生，人如鸡狗，父母不认，奸淫为万恶之首，淫人少女，罪已不小，还敢得寸进尺，破坏寡妇贞洁，母女同淫，罪该万死。受刑必将打入阿鼻地狱，永不超生。祭佛5轮不守，拜道毁德，世人如果不遵师常，对常上出言不逊，或是不孝双亲，或母女同淫者，到吊地狱只是小小处罚，阿鼻地狱才是其葬身之所。世间之人当速悔过，以免死后堕落此狱。今夜时刻已到，我们师徒将回。杨生多谢玉官及将军之开导，我们要回堂了，向2位仙官辞驾。玉官免礼。不周之处，请祭佛及杨善生原谅。将军不用客气，杨生快准备回堂。杨生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城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19。地狱游记第19回，由4生回魂府复019。济公活佛降，南陈年11月19日、8日1月1977。诗曰：披毛戴角施人身，在是非为众业因，万物同循天理转。4生被道态为人，祭佛今日准备游名，杨生快随我上莲台。杨生遵命。不知今日行程要往何方？祭佛今日所游与前大不相同，另有一番风景，要提起精神，不必心慌而影响著书。杨生实事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哦，下面为什么金光闪闪，在内之人头上亦浮出毫光，直冲空中。祭佛，谁叫你偷睁眼睛呢？这是圣贤堂所发出之道光，我们坐莲花浮在空中，因堂内诸神护驾及诸位孪生具金会神，阴阳2气集，终于焦点，自然发射出光辉，此乃堂内诸生虔诚认真效劳所致。杨生请问恩师，堂内诸痛修之顶光是否保持不变呢？
祭佛凡是离堂后，道心不退，因勤行道者，光线越强，越明亮。如果出堂后，道心退失我行我素，暗地行损德之事，光线便转暗，失去光明。因在堂内三界高真降临道光特别强烈，所以人如能常清净有道之，是或妙寺圣堂，外魔即不敢侵犯。离堂后，若行损德亏心之事，心灯立即熄灭，魔鬼喜暗未明，因而易侵入人身，如晨光将出，鬼即退去，世人不可不慎之。扬声快闭上双眼，以赴幽冥参观。扬声实是，我已闭上两眼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扬声速下莲台。扬声前面为何野兽及鸡鸭小鸟聚集，向这条小路前进？祭佛此乃四生死亡后归返地狱之道路，前面就是阴阳界。扬声我前日来此，为何不见这种情形呢？祭佛因你是凡人，我怕你看太多，扰乱心神，所以略施小术，用障眼法遮住四生道回因实况。扬声原来被恩师游戏三昧了，这些动物道阴府为什么也是惊叫飞奔，好像被人追赶一般呢？祭佛这些四生出世在阳间，死时大部分是被杀，所以精魂未定。一旦阳气断绝，便被阴气所摄，一一归回地狱，以了三世因果。四生业障较重，灵性暗昧，元气衰弱，此时不必由阴差压境，自然受的气息回，此点世人大都不知。扬声不错，却为平生初次所闻，我们向前走是吗？祭佛是的，我们随这些牛马羊及家畜而行，至于化身、尸身，体积微小，此时其魂魄如沙被风吹扬，速度甚快，肉眼难以观察。明晰其非回阴司聚会，待全灵后，再接受审判，还清三世因果。扬声多谢恩师开示，不然我一概不知，前面就是鬼门关，为什么这些四生之魂不从大门进入呢？祭佛因鬼门关以人灵魂为主，这些四生罪孽深重，故由两边小门而入。扬声已进入鬼门关，他们怎么不向交部厅报告呢？祭佛另有其他地方办理，离此不远就到，我们随他们而行，速速前进。扬声前面一片绿地如木艺，左有一殿府，上写四生回魂府。这些四生均挨提向此前进集合，头部向殿府摇拜，如申诉状。祭佛前面正是四生回魂府，凡四生转轮头是接受业报、罪业报，今后必归此府回魂，复还人身，快向府前而进。扬声府内已请出3位官员，不知是何人。祭佛是该府千岁级官员，快向前参驾。扬声参拜千岁及诸位仙官。千岁免礼。快起来，欢迎祭佛及圣贤堂扬善生驾临本府参观。
祭佛今日我带阳间坤岛台中圣贤堂圣地门下扬升到贵府参观，请千岁多指教。千岁应该，请二位随我进府内稍息。扬升多谢千岁之厚礼。千岁请二位坐下，将军快进茶。扬升此的十分生疏，一份感到茫然，请千岁多指教。千岁四生回魂府，洋人甚少知道，因贵堂奉旨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玉帝有旨，特将四生回魂府开放给你进来参观，实属破天荒之举。扬升感谢天恩圣德，请千岁多指教。千岁我主掌四生回魂府，为千岁之职，因四生如归有千岁之授，故本府以千岁称呼，不以阎王而名。凡是在生恶贯满盈，经十殿受刑后，被判入六道中之四生道轮回，将士便改头换面，失去宝贵人生。四生分为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四类。胎生为一级，卵生为二级，湿生为三级，化生为四级。因罪业深重，故头世受报应。当四生死后，因胎生、卵生魂魄与人相同，为全体。湿生、化生，罪业深重，魂魄未散灵，故湿生、化生二道较不易办理回魂，必待全灵聚合一体，完整灵性时，方能回魂恢复人生。祭佛时刻不早，我们师徒将回，后期再来打扰。扬升真抱歉，正聆听赐教中，突然离席，多谢千岁之指导，我们要回堂了。千岁那里不周之处，请多原谅，下次请再来本府一游吧。祭佛扬升快出府，准备回堂。千岁送驾。祭佛打断千岁金言玉语，请多包涵。千岁不必多礼，因扬善生回阳时刻已到，我亦不便多留。祭佛扬升速上莲台。扬升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起驾回堂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升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20%。地狱游记第20回，再游四生回魂府复020。济公活佛降，丙辰年11月念9日，18日1月1977。天理昭昭谁说无？因缘各一别行区，须从六道开新路，莫学眼前结网珠。祭佛谁说天理没有报应呢？看那四生中，牛马、鸡鸭、鱼蝇、蚊虫，前生各造下不同的因缘，所以此生形状也就不同了。是人，是众生中最高贵的，称为万物之灵，需要珍惜身有人生，快求道修德，也劝勉四生中的众生各守本分，以消业债，从畜生道中开辟一条光明道路，以其早日复孩人生，不要像那眼前之猪，自造迷网，被困其中，永世在网罗内不能脱出束缚。
扬声准备游冥吧。扬声遵命，我已坐稳莲台。祭佛已到了，前面4身回魂府千岁及官员已经出府门来迎接我们。扬声拜见千岁及诸位仙官，今日我们师徒又来打扰，请多多指教。千岁免多礼，前日未能多谈，今日欢迎祭佛及扬善生再次拨驾，请入内稍息，一路也甚疲惫吧。扬声并不觉得辛苦，因坐莲台，只闻风声而已。祭佛我们随千岁入府内休息一下。扬声多谢千岁厚礼招待。千岁请用茶，不必客气。扬声本堂奉旨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由我担任游民，自觉荣幸之至。但自己道学肤浅，对冥府一切情形甚多尚未明悟，请千岁能再将4身回魂府详情说明，彼使世人明了而有所遵循，不再重蹈歧途。千岁我详细带你至县邑参观，并在旁解说，这样比较易懂。扬声多谢千岁。千岁你随我到正殿。扬声遵命。哦，这只山鹿为何在案前向你摆头，好像有画像？千岁说呢？千岁正是，此鹿前世乃佛门子弟，因身染重病，心愿佛祖无保佑，便开斋破戒，反俗合成，再结婚生子，并时常毁谤神佛。死后堕落鹿身，此次已是第3次之转轮。鹿身在深山，吃青草，饮山水，一生受风霜之苦，以报前因。居住深山，餐饮草肉，犹如一位修道士，此为因果报应。现在这只鹿已受完业报，被阴气摄引到地府，摆头如行礼状，就是求我解救，以复人生。扬声真是可怕，一念之差，便堕此恶报，因律难逃。但是我尚不太清楚，4身死后怎能自动被阴气摄引来冥府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千岁我说明知天地造化全凭一气运行，故道教有一气化3清之说，其实一气何止化3清，一气足以化万千，故天有天气的，有地气，人有人气，天地人无时不在一呼一吸。如果天气断绝时，天即坠下；的气断绝时，的即崩裂；人气断绝时，人即死亡。此点真气就是心气。近代阳间科学家已发现有所谓地心引力，其不知上有天心引力、人心引力。加轻者上浮为天，即为天心引力所致；浊者下凝为地，即为地心引力所致。情欲之动，即人心引力所致。有此3种引力造成世界物以类聚现象。因4身中各种物类都是前生成业深重，死后便被地心吸引，自动堕落幽冥接受审判。如是有修行者，一点灵性轻轻，自动上浮于天，因刹欲压其来的府，
也无此能力。像一个充满氢气之大气球，上浮空中，人要拉它，反而当被拉走。故世人要成仙佛，做鬼畜，全靠自己生前所修。至于超拔仙灵，必靠实在功德，否则虽费千金，于事无补。要超拔祖先者，除本身需修身养性外，应赠善书未必一大功德。因仙佛出世，度人出苦未必一大愿，而经典善书即为仙佛之心身。度人修心养性之要旨，故传经典，印善书，正服仙佛之心，其功最大，以此功德回向仙灵，为出苦之捷径，如欲诵经超度，亦必先有经书未凭，此点世人不可不知。其他如济贫恤苦公益事业等，也是应行之善业。扬声千岁经言极有道理，仙佛传道说法均记之以书，传经印典，正合天心，其功德浩大，祖先性灵自然被天心引力所吸，得富极乐。即佛曰扬声所言甚合道义，天经即是地义，人能尽人尽义，则人格完全，天仙有份了。千岁此路3次转世以了前因，我将其罪过一笔勾销，令将军将该路带到回魂亭，给其饮下回魂汤。将军遵命，请杨善生亦随我前去观察详情。杨生实是，多谢将军。这边果然有一亭，上书回魂亭，内有位老公公，将一杯杯之汤给各类生灵饮下，个个均现人形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幼。将军杨善生你站在旁边观看，我领一杯回魂汤给这只鹿饮下。杨生可以，请随意。哦，好像在变魔术一样，山鹿饮后立刻形骸变异，变成为一位约50余岁老人，头发不长，头上果然有受戒相继，此为还俗后之相貌吧。将军正是，此人出家还俗，开斋破戒，故受3转，变成兽类。因饮下回魂汤，变化换身，即刻脱胎换壳，恢复原形。杨生不知这位路人现在要如何处理。将军此位路人至回魂旨，是本府职责，回魂附身后，另交十殿转轮王，按照前因，再投胎为人。据我所知，由本府交往之人，转轮都降生于贫困之家，或五体不全之人，在受苦磨业报。若知修德者，日后渐转佳境。既佛扬声因时刻有限，我们向将军辞行，再到府内向千岁辞驾吧。扬声多谢将军指教，因回阳时刻已到，不便久留，再见。既佛多谢千岁指教，因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回堂，后日再来拜访。千岁免礼，我也不便耽误，欢迎再来本府。既佛四生回魂府，天下众生大都不悉，我计划让扬声详细参观，以披露给世人知之。
故下次当再来打扰。千岁欢迎。命将军排班向祭佛及圣贤堂杨善生送驾。杨生担当不起，多谢千岁及诸位仙官，我们告辞了。祭佛快上莲台，准备回堂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启程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21地狱游记21回，三游四生回魂府复021。济公活佛降，丙辰年12月初9日，27日1月1977。诗曰：水族浮游苦海中，飞禽走兽逐寒风。生前偏爱邪图乐，春梦魂回色相空。祭佛音路凄凄，每日都是啼啼哭哭之声，人死非哭，畜生死也。哀啼不止，四生出世人间，被世人宰杀者多，生灵被刀割。一时精魂失魄，欲逃生路，但力若无法挣脱，所以只好哀鸣嘶叫，如负刑亦被处决一般，一点灵性飘飘堕落九泉。四生回魂府正收留其魂魄，以还复原来人生，在暗业障随缘报应，以了历劫所造之因。众生如不行正道，心狠手辣，伤天害理之事不为者，死后定被转沦为胎卵尸，化四生。杨生准备游名。杨生恩师。今因堂内有一位孪生之父灵归道山，内心哀痛不已。为何天不多留善人，扶持圣贤道业，将一位善者召回上天呢？祭佛生老病死，虽公侯将相，身居尊荣，眼望大好江山一样要撒手归天，何况一般人呢？只要在生之修善道，则人虽死，身虽亡，其精神道范常留人间。所谓哲人精神永生，世间无不死之人，你也不必太过伤神。杨生我真想与他会面，探寻其归天后之情形。听其子孙说其将归天前2日，自知尘缘已尽，将要西归，不知修道至何种果后，方能达到此种境界。祭佛因机缘尚未成熟，所以会面之事无法安排。至于修道自知，此其乃是真诚感动天地鬼神，是仙是兆，亦可借此基层证实鬼神非是空谈。如能真心修道，则生死在己掌中，屈指即知，并非稀奇之事，此乃是一种感应。不要再谈，以免耽误游民，快上莲台。杨生遵命。恩师我已坐稳，请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速下莲台。杨生前面千岁及四生回魂府仙官都已前来。祭佛快向前参驾。杨生拜见千岁及诸位仙官，今天又来打扰，请多指教。千岁免礼。你们师徒既不嫌本府为畜生闷的之处，三顾茅庐，我亦十分欢喜，
请二位随我进入殿府。祭佛多谢。因时间不早，请千岁带杨生四处参观各机关，将四生回魂情形告知，以登载地狱游记。千岁，那么请随我到前面各机关参观吧。杨生，此处设备甚为奇妙，好像阳间之吸尘器，一支支蚊子，不知从何处被吸来，结成一团后便落下，好像雪花糖结成一团，还在震动不已。千岁，此乃蚊子被人打死或是被喷杀后被的气息引到本府，一团约有500只左右，如此由散灵聚为一全灵，自然落在一边，再洒一回魂水，就能恢复人生。杨生，这种设备整片都是何种妙法所致呢？千岁，乃是地心引力之妙用的气所引，因蚊虫为散灵，性浊，死后自然被吸来此地。散灵又如聚沙成塔，回魂之妙如此。我们再参观别处吧。杨生，整个广场都是畜生，甚多生平未见过的奇禽异兽，老虎、狮子都有，犹如一个动物园，鸡鸭猪更是数不清。已回到府内，不知千岁有何指教？千岁，我现时正办理一件案子，前面这只公鸡已来申诉，我翻开此鸡之原始资料给你观看。此鸡前身为一富家之子，生于台湾北部，因常是富淫人妻女，并常用金钱买来含苞少女，供其逞欲，以淫奸侍女为乐，罪孽太重，故转世为鸡武士，今日业债已满，魂归本府，要求回魂。杨生，太可怕了，鸡由人变，那么吃鸡肉的人是否有罪呢？千岁，各物都具生灵，形体不同而已，其灵性与人相同，是人喜食肉类，当然以营养学而论，脂肪蛋白质较高，食之以强壮身体。不思四生全是罪恶人类所变，其身有一股不正之气，且人将杀死动物时，他为逃生挣扎不已，心中惊怕，全身血液循环失常，脏六腑产生毒素，人将他杀死，吃其血肉，虽是有益，但其害潜伏其中。人如心中紧张、惊慌之时，血液变质，若常遇此种情形，身体必致病焉，此乃心理引起生理之病症。人如健康，面呈血色崩变，如果死亡，全身变成乌青色，称为尸体。人吃动物尸体，有不净元素存在，实力必并存。科学家一层提倡素食养生论，凡是修道者，一时纵不能全尽晕心，亦以减食为妙，以免使浊气充满人生，否则要得清净道果，甚不容易。若论罪与无罪，还在其次。杨生，千岁所言甚合科举原理，要吃不吃随人心意，利弊既明，要如何也由自己决定。
再请问千岁，前面来了一只猩猩及鹦鹉，猩猩举止犹如人类，鹦鹉口中还能讲话，它们是否高级一点呢？千岁，猩猩举止如人，头脑也甚聪明，只怪生前为人聪明自误，所以此世堕落受生。鹦鹉虽能学人言语，但前世为人逞口舌，害人家破人亡，今生只好入笼内，听人言语，学人说话，空有一张利嘴，可惜英雄已无用武之地。世人一举一动如果违礼违法者，死后堕落飞禽走兽，永无了期，不可不慎之。祭佛因时刻有限，我看四生回魂府参观就此结束，世人概括也。有所了解，这里只是办理回魂，其他如被十殿转轮王判转四生，尚未转完之魂，不在此的办理，此点世人须明白之。扬声我们准备回堂。扬声多谢千岁及诸位仙官之指教，因时刻已到，我们师徒将回扬向大家辞驾。千岁那里不周之处，请多包涵，命诸位将军向祭佛及扬善生送驾。祭佛快出殿外，准备上莲台。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城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回家，返回主网页back home。第四殿第22回，由第四殿会晤武官王。第23回，由灌药小地狱。第24回，由沸汤浇手小地狱。第25回，由刺嘴小地狱。第26回，由断筋剔骨小地狱。第27回，由毒蜂小地狱。第28回，再由矮风小地狱。第29回，三由毒蜂小地狱。22地狱游记第22回，由第四殿会晤武官王复022。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正月16日，5日3月1977。诗曰：人生走马看花灯，赶路匆匆岁月增。万象更新单正熟，一元复始欲飞升。单指炼仙丹。祭佛丙辰年已过了，圣贤堂自隆岁8月15日，奉旨著作地狱游记。转眼已届半载，人生好比走马灯，从不停步，刹那光阴飞。世人能逢几次元宵，赶马齿喜增，眼前所看尽是孩童，手提灯笼嬉戏，揽镜自照，顿觉发白颜黑。如不趁早修身，欲待何时？在我心中丹田氤氲一粒仙丹，但待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之时，丹熟地落，自可脱壳飞升大罗。1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贵在于少，爱惜光阴，珍惜生命，信心怀抱，何妨磨难重重。光明前程在望，正步而行，愿祝大道顺风。今日准备由
令杨生提起精神。杨生恭喜发财。祭佛恭喜恭喜。不过为师不想发财，我已有金玉满堂，只想早生贵子。杨生出家人还想早生贵子，不是坏了佛门清规吗？祭佛你会错意了，我是想天能者生贵气慧智之子，少生聪明奸巧之徒，则天下可以早日清平，我亦可以逍遥自在，不必跋涉红尘，为度众生而费尽苦心。杨生恩师出言甚妙，但现在世人所希望早生贵子，是求孩子出世后将来能赚大钱发横财，故恭喜早生贵子，不如恭喜发财，世人也较乐意入耳。祭佛会赚钱并不全是贵子，尚有甚多贱女呢。哈哈，一顺嘴就造下了口业，罪过罪过。我们准备游名，你快上莲台。杨生今年这座莲台为什么增大了呢？祭佛任重道远，莲台盛开，好好尽得修业，此乃你之莲位有进展的表现。杨生其感，自感业障上升，何来莲位？祭佛莲花出于污泥，洁身自爱就无错了。快上莲台，今日我们将游冥府第4殿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。祭佛今天心血来潮，特吟劝世词一篇。问世人忙什么？都为3餐忙不休。问世人求什么？那为名利日忧愁。问世人迷什么？都为情爱生消瘦。问世人想什么？都为妄念昏了头。问世人做什么？伤天伤理怎可走？问世人的什么？身亡志死空双手。问世人迎什么？妻女被淫恨风流。问世人等什么？回头是岸向道修。问世人修什么？出泥不染任遨游。问世人游什么？同登慈航乐悠悠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，第4殿冥府已在眼前。杨生前面果然是第4殿。祭佛5官王及众仙官已出殿，我们前去参驾。杨生参见5官王及诸位仙官，我乃是台中圣贤堂圣地门下杨生，奉命著书，今日由祭佛引导，有幸来到贵殿，请多赐指教。明王勉励，快起来，新春开笔就如此辛劳，为著书而奔波9泉。圣贤堂诸生精神可嘉，请祭佛及杨善生随我入殿稍坐，聊谈一番。杨生多谢明王厚礼。明王请坐。请坐。将军速奉琼浆。杨生多谢明王。祭佛杨生你有福了，5官王特赐自己饮用之琼浆，此事仙家妙品，你饮下可以益智天慧。明王请祭佛及杨善生不用客气，快饮用。
扬声气味芬芳，沁人心脾，有一股清凉又温暖之感觉。感谢明王惠赐，我当尽力效劳完成著书任务。明王免客气，此琼浆是瑶池所赐，十殿阎王皆有，因此可以增加灵性之光辉。若得府判官则只可食鲜茶，贵族只可饮清茶，因果味不同，所受之待遇自然有别。扬声会辩办理审判罪魂情形如何？明王我亦管辖16小的殿，其他尚有新增地狱，以防洋人日新月异所犯之罪，地狱分层负责，各有所司。凡是在生非为乱作之人死后，从鬼门关而入，上夜镜台照出原形罪证齐全后，看所犯之罪为何，殿管辖逐移交各殿处理。我现在将办理一件案件，请2位随我升堂参观。扬声是。按交前2位牛马将军押来1位男性罪魂，形体看来好像总经理或董事长之格，满面红光，已有些秃头，不知犯何罪，其已显得惊慌发抖。明王此位罪魂，头脑聪明，在世本是经营西药商，后来想发横财，因自己对药品颇有熟悉，便制造伪药贩卖，害人不浅。今日受诉该中，被阴差押来判罪。祭佛因时刻已到，我看扬声准备回堂，后期再来求狱内访问。这位罪魂就可对武官王甚抱歉，请多原谅。明王那里命将军及众差役排班送驾。祭佛扬声快出殿，准备回堂。扬声多谢明王及诸位先官厚礼招待，先告辞了。祭佛扬声快上莲台，准备回堂。扬声遵命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城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23地狱游记第23回，由灌药小地狱复023。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1月19日、8日3月1977。诗曰：伪药庸医时害人，贪钱损德孽随身。华佗济世施人术，菩萨心常化狱经。祭佛世间不少良知泯灭的人，喜爱金钱，不顾道德，如庸医误人，甚至有制造伪药出售世人命如草芥，罪恶滔天，阳律虽严。人有飞蛾扑火，以身试法之徒，其死后到地狱亦是有苦难言。如不信者，我待扬声往地狱一游，即正所言非虚，今日准备游明。扬声上莲台吧。扬声不知今日行程要往何方，祭佛第4殿所附属之囚狱，快准备出发。扬声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扬声前面之囚狱传来甚多呕吐声音，狱门上书灌药，
小弟欲牛头马面二将军各押男女罪魂向内进入。玉官及将军已经出大门，好像知道我们到此地。祭佛正是，前面玉官及将军已来迎接我们，扬声快向前参驾。玉官欢迎祭佛及圣贤堂扬善身驾临本狱参观，前客皆到主公寓。命获悉二位将来本狱采访实况，以登载地狱游记，使洋人相信有地狱之存在，二位请随行吧。扬声多谢玉官之厚礼，灌药地狱门边两旁堆满了各式各样药品。近前一看，其商标不论中文、英文、日文皆有，包装甚为美观。请问玉官，贵狱也在经销药品吗？不然为何陈列着这么多药品？在阳间许多大药局也无贩卖如此多之医药。玉官，本狱并非在出售药品，这些药品乃是凡人在世伪造之药。阳间制造一物，阴间亦马上现行显象，故制造一瓶伪药，应服役。浮出传真现象，洋人在世之罪证自然皆摆在此的，丝毫不差，加日月对照一样。此点世人应明白之，勿为暗示可以窥心，岂知暗示鬼神监察其中，否则人之罪业怎能随身报应呢？太上感应篇云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即是此理。祭佛世人大都不信因果，当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在灯光下，人可观见自己形影，一入暗室，已无影像可观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那知暗室正是多鬼地方，自投罗网，要怪何人？玉官，请二位快入内参观。扬声狱内都用钢筋围起，可以见罪魂美人在内哀声痛叫，鬼卒正用一桶一桶黑色之物灌入口中，个个挣扎欲避阴差之灌物。祭佛，我带你到这边，看前期那位罪魂被判来受刑之经过情形。玉官，好的，我带你入内参观。扬声真是可怜，这位罪魂前日在第四殿时，而上有红晕，经过3日而已，现已无血色，整个嘴脸鼻孔沾混了黑色液体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玉官，这位罪魂因在世制造伪药，害人不浅，死后本狱用黑色药水灌服，此药极苦，且含毒素，难以入口，一入口里，肚肠搅滚，又痛又想呕吐，但是却吐不出来，此为制造伪药之报应。扬声，这位罪魂之西装亦已沾满黑药水，污秽不堪，两眼失神。罪魂，请救命！这位和尚大佛祖及这位洋人，快解救我，我已受不了，拜托！如能救我，我来生一定做牛犬报答洪恩，我阳间留有甚多金钱，亦可叫我子女送给你们。玉官，胡说！这位是济公活佛，不是阳间之和尚，你送他金钱有何作用？
放开你，快将在身非位之事向这位洋人坦告，此为洋。兼台中圣贤堂关圣帝君门下杨善生，奉旨由民，著作善书劝世。你坦白说出，可以减轻一些罪行。罪魂感谢大人。说来惭愧，也是后代蒙羞，我在生时开西药房，经销中外药品，耳濡目染，久而得有一些医药常识，心想要发横财，不行显露不可，故购买一台小机器，用面粉及色素伪造各种畅销药品，影射真货之包装，大量制售，除自己贩卖外，并推销至其他药房，赚了不少金钱。今年新春，不幸病死，享寿52岁，死时由牛卫将军押到聂镜台，照出在身制造伪乐及贩卖情形，使我大惊肤色，原来的府还有这种厉害仪器，所以不能辩解。3日前，被第4殿武官王判我入灌药地狱30年，当我到要执行时，更使我神魂欲散，因生前所作之伪药，原封不动摆在狱前。因府确实神通广大，罪证齐全，有何话可说？3日来，被阴鬼灌服黑药水，实在太难喝，不喝又被挨打，强灌入口，痛苦难言，入口后肚肠绞痛不已，要吐又吐不出，后悔已迟。世间经营药房者，万万不要学我，如有犯法者，快改过，否行死，后有苦可受了。狱官孽畜，你还有甚多不法，快说出，不可隐瞒，否则加重动刑。罪魂好好，我再说就是。我经营药房时，为贪图厚利，亦曾经暗中贩卖迷幻药剂，让一些青年男女服用，使他们疯疯癫癫，造成许多不幸事件，罪该万死。还有一次，一位朋友送我一本鸾堂仙佛伏鸾劝世善书，要我研读，多做好事。我翻开序页，都是什么神仙佛圣降谈论说诗文，我随即抛弃，心想太空时代有什么鬼神仙佛，都是迷信之徒才相信鬼话。岂知死后，阎王将毁谤仙佛及抛弃善书之罪加刑5年。原来这位洋人就是凡间鸾堂善生，我实太过迷失，请济公活佛及善生多帮忙，向狱官求情，放我出狱。杨生恩师道，这位罪魂上有一点良知，还懂得鸾堂2字，我看赦他几分罪吧。既佛生前不信仙佛鬼神，自诩科学文明，死后才后悔，你现在鬼神手中，后悔已晚，念你坦白说出犯罪情形，待地狱游记将来印刷成书后，感化世人，可将其1/1000功德超你出苦。狱官罪有应得，言行成不法，不必多求情。虽然你制售伪药上无直接害死人命，
但造成许多贻害人体事件，可谓间接杀人，故明王判你重罪。祭佛时刻不早，杨生准备回堂，下次有缘再来参观。杨生多谢玉官及诸位将军指导，我将随师回堂，再见。祭佛快上莲台，准备回堂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城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24地狱游记第24回，由废汤交手小地狱复024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1月念3日，12日3月1977。诗曰：小偷大盗惹宜羞，不义之财富易修。养子胡为伤祖德，门庭落叶一天愁。祭佛世间百业皆可经营，俗语云行行出状元。只要身材有道，不犯国法，即是无饿死之人。环观社会，却出现一些不务正业之徒，专以窃盗或诈欺为业，甚至为夺财物，暗下毒手，杀死人命。养子不教谁之过？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费尽多少血汗，养成一个浪荡子，作奸犯科，危害社会治安，罪恶可诛。再生称为流浪好汉，独霸一方，可是来到地狱囚牢内，以示束手。舅父被鬼差鞭打斥喝，太可怜了。世人如果不信，今日我带杨生到地府参观一番，便知究竟。杨生准备游名，快上莲台。杨生多谢恩师教训开导，世人听您之言必定有所同感。我有一问题请示，有许多人问我游名情形，言此时此刻您带我游名，如果同时有人请您降临，您是否能分身呢？请能向众生释疑。祭佛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众生心中，我今日略为视之清潭映月，明亮如洗，但世人捉之成为水泡，所谓镜中花，水中月，虚浮不实。佛谓佛法无边，仙谓神通广大，仙佛乃是一团虚灵金光而已，然可幻化无穷。仙佛在天如一轮明月，凡是有水之江河海洋皆有月亮之存在，故云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月只是一轮，怎能变化多端呢？因其高明配天之故。人如能行善积德，勤修大道，如圣贤堂三字，只代表一个劝世鸾堂，但天下有千万人的心目中，皆浮有圣贤堂三字，此就是一堂映千星，一月照千江。再辟一例，现实电视之播映，现场只有一位主持人，家家只要频道相同，便现出千万位之主持人，其奥妙如此，皆在一念之调和相通。世人如要求我降临，只要心与我相同，感应道交，
我就立刻降临其心目中，此点悉是人悟之。既佛虽只一位，我在天上，凡有缘者，亦可化千万，人人皆可观之。家经云：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你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，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以耽误游民时间，扬声快上莲台，准备复明参观。扬声恩师我已上莲台，请启程吧。既佛已到了，扬声快下莲台。扬声遵命，耳中已闻惨叫声，前面地狱囚牢，门上有沸汤交手。小地狱，既佛此乃第四殿所管辖之沸汤交手小地狱，我们快向前行，准备参观。扬声里面已走出一班官员，可能是狱官。参拜狱官及诸位将军，今日我及既佛奉命到贵狱参观，请多指导。狱官免礼，欢迎既佛及圣贤堂扬善身驾临本狱指教，我服奉明王之命，知您们前来本狱，不周之处，请多包涵。既佛已耽误不少时间，慢来请狱官勿见怪，扬声快随狱官入内参观吧。狱官二位随我入狱内参观，详细情形就可明了。扬声多谢。整个狱内充满水蒸气，哭叫声响成一片，狱内罪魂双手都被钉在木架上，鬼差各提整桶浑水，用瓢浇在罪魂双手，个个烫得哀声痛叫。另一位鬼差皮鞭，一闻哭声便鞭打一下，状甚可怜，不知他们所犯何罪，有者年纪尚轻就受此惨刑。狱官这些罪魂，在世都是犯窃盗或诈欺之罪，故死后堕落本狱。受罚，我叫几位，您可以听其自述生前作歹情形。扬声甚好，我可以问其非谓情形，以更改地狱游记，劝化世人。狱官我已放下三位罪魂，命第一位向这位阳间善生招出在世作孽情形。罪魂爱忧我的双手快要腐烂，请师父快帮忙解救，替我敷药止痛。扬声看他双手已流出黄水，好像烂猪肉一样，请恩师帮他敷药。既佛你不要多言，他自己双手作孽，药品亦是难医这种恶毒怪兽。狱官孽畜，不可胡乱诉苦求救，快将在世作何恶事招出。罪魂好了，我在生因家庭甚为富有，养尊处优与一些阿飞行朋友甚好，吃饱不想做事，都在咖啡厅鬼混，调戏一些风尘女郎，或是与一些太妹、阿花们为舞玩乐，双亲屡劝不听，最后被跟报脱离父子关系。我从此抱恨在心，不再回家，干脆流浪江湖，混入黑社会，受一些恶道朋友之引诱，举会偷窃技术，常在公车上或车站等公共役所大施神手。
欲观业处，出言不可冒读神佛，是生出怪手。罪魂如此扒窃金钱，后来想，这样获利不多，进而常侵入公寓、住宅偷窃财物。一生中的有财物近100万，一次在窃取财物时被发现，经邻人追赶，不幸被逮送法办，经法院判刑，送入监狱执行。因出狱后，并无悔过而收缴其手，依然暗中行窃。至41岁时，因酒色过度致癌症而亡。病中除自己花钱治疗外，一些黑道朋友见我已无能力，便甚少理睬，所以苦闷而亡。此时被牛马将军押来地狱，一路鞭打，后被判入此狱，方知自己被折寿9年，实在为作恶之报应，我亦无言可说。狱官你后悔已迟，如果你出狱后知过必改，好好做人，造功。不过亦不必折寿，即堕地狱受苦。你不但犯窃盗之罪，更犯了不孝大罪，故明狱判你来此狱32年，有罪可受了。第2位罪魂坏向阳间圣贤堂阳善生陈述生前罪过。罪魂我在世经营5金及各种机器零件买卖，头几年刻苦耐劳，赚了不少钱，慢慢学会赌博及吃喝玩乐，在外面沾花惹草并酗酒，一小心同居，法妻毫不知情，因此经济渐周转不灵。后来为弥补开支，便向2家工厂大量购进货料，开出巨额支票，而将各种5金器具转的贱价脱手，银行只留少许存款，然后逃之夭夭。一些货主在票据到期时领不到钱，方知是空头支票，都来找我算账，并告到法院，警方四处通缉，后在亲友处被逮，将我移送法办，因我将钱存放女友住处，判刑。出狱后生活仍是快乐，可是债主都痛恨，骂我臭人骗子没良心。6年前我因心脏病死亡，被牛马将军拘提到冥府第2殿处将王，骂我盗人货款，吃些不正当的脏钱，判入粪尿泥地狱受刑。刑毕经转到第4殿，武官王又说我开支票诈欺，双手畏罪魁害人不浅，判入废汤交手地狱10年，处小姨太太生田不减，另要判罪。冥王还告诉我，全部刑罪受苦后，将芭蕉转轮，第1世转生为人。身体残缺，但有天才技艺，受债主雇用替他赚钱，自己只得为资，糊口以还前世债务。第2世转生作为妇不仁之儿，出世体弱多病，消耗家财求医，虽居富士每天吃药度日，此医生及前生债主，专为赚回债款之特约医生。这就是一为当不仁之报，2为吃人钱财，还前吃药之报，因果报应一一抵消。世人做生意要守商业道德，没良心的前世吃不第2世的，像我后悔已经太晚了。
欲官业处，经商无德，五经最后还是变成土，诈欺人财，来世连本加厉还清，连累后代臭名不绝，子孙何时出人头的？刚才这为罪魂所说属实，因果报应丝毫不差。依冥司之监察，其前世债主都有善德，后世各将转轮所回被欠货债。世人因果牵连甚为微妙，如蜘蛛往东扯西拉，凡有所关联，皆难逃各种报应。世人应以此为戒禁，不可存心不良，任何伤人利己之行，都会造下业障，难怪世人多逢障网阻绊，而叹人生苦海呐。祭佛应时刻不早，我看访问二位罪魂就可。阳身也好，在慰问狱官，现在阳间犯有抢劫案件，有者被判极刑，枪毙后不知被禁在何处。狱官关于被处极刑之犯魂，令禁在比此地狱更严刑之处，后日再带你去参观吧。阳身多谢狱官及诸位将军之指导，我们准备回堂，再见。祭佛快出来，速上莲台，准备回堂。阳身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城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阳身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25地狱游记第25回，由次嘴小地狱负025。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2月初6日，25日3月1977。诗曰：贤妹无遮激浪扬，商人烂舌少开张，花言乱放终枯谢，巧语难生一日香。祭佛人生充满着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，要修道说来也不容易，要保持真心自在的下一番功夫，非是口里讲讲便可成了，当要有实地德行，立位道基，否则任其讲的天花乱坠，一同一场落花流水，激不起信心与动力。今日准备由您，扬声快上莲台。扬声恩师，您为何频频叹气？祭佛不同的人心，道出了不同的言语，有的说没干是咸，有的说是甘，有的说是甜，有的说是苦，将一条圆通大道说得团团转，使人眼花缭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扬声哎呀，修道人看开一点吗？只要把握住圆心，管他东倒西歪，一样安然自在。祭佛还是你聪明，我既颠差一点亦失落在这迷魂阵中，现在总算有条光明大道了。不要多谈，快上莲台。扬声遵命。祭佛已到了，下莲台参观吧。扬声前面狱官及诸位将军已来。我是圣贤堂观恩主门生，今夜到贵狱参观，请多指教。狱官二位免多礼，本狱是喇嘴小地狱，为第4殿所管辖，应接到冥王谕命，
知济公活佛及圣贤堂杨善生今日将驾临本狱参观，失礼之处，请多原谅。祭佛请狱官勿谦虚，我们师徒奉命由民著书，今日游至贵狱，请狱官及将军多次方便，让杨生参观。狱官遵命，请二位随我参观本狱罪魂受刑情形。杨生狱门上书刺嘴小地狱，我看还一定是苦不堪言了。祭佛随我入内，不要拖延时间。杨生果然不错，狱中哀声震耳欲聋，阴差正用一只好像钻钉之尖锐利器，凶猛像绑在柱上的人嘴巴猛刺，犹如欲置其于死地。罪魂被刺哀痛惨叫，此种刑罚与人工屠猪一样，不知他们犯何罪，为何受此严刑？狱官我放开几个，你可询问便知一切。杨生多谢狱官。狱官命这位罪魂向台中圣贤堂杨善生自述在世所犯何罪。罪魂我嘴巴痛得不得了，以前在阎王面前已招认，为什么再叫我说一次？祭佛贫僧在此，要向你画一次圆，难道不肯施舍吗？狱官此乃济公活佛，其奉旨由民著书，你若不速招出，逆止之罪，你可担当不起。阿鼻地狱你想去吗？罪魂原来这位和尚就是济公活佛，在阳间曾听过你的大名，真是该死，请济公活佛赦罪。我坦白说出在世作孽之事。我在世时因造子不错，有歌唱天才，便常至酒家、歌厅走唱，也曾被制药厂商聘请至各角落做巡回表演，在歌坛生活中为迎和观众趣味，便时常表演自编自唱之黄色歌曲，或表演下流动作。台下一时哗然，鼓掌叫好。家因出言皆位不正，死后被阎王判罪，言我一生不唱爱国歌曲，或是振奋人心、陶冶人类心性之歌，所唱尽未伤风败俗，不堪入耳之低级歌谣，有害社会善良风俗，故判我入刺嘴地狱10年。每日受此铁钻刺嘴，真是有口难言。在世时生活浪漫，另有他罪。出狱刑闷后，还要被送到他处执行，这是狱官告诉我的，现在想返悔也太慢了。希望世间的歌星唱歌不要专唱爱欲难尽的歌词，多唱些有意义歌曲，否则死后嘴巴所哼的都是哀声悲歌了。狱官寄语世间之歌手，多唱振奋人心歌曲，勿仅唱些男女艰难分难舍之调，以免造成社会不良风气，造下无边口业而堕地狱。再命第二位罪魂向杨善生时说再生犯罪情形。罪魂我嘴巴好痛，还在滴着血水。想起生前因个性外向，嫁夫后时常与丈夫吵嘴，开口都是举天骂的，并常与邻居妇女吵架。过错最多者就是时常用言语怂恿他人，
使邻居家庭酿成不和。有一位邻居，我因曾与他吵架，为报仇恨，便散布不实流言说，其妻与某某先生有染，在某地相会，被我看见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害人家庭生出风波，并曾拆破人家姻缘，其他用嘴乱说是非甚多。死后被阎王判我来刺嘴地狱8年，其他尚有别罪，我不想多说。狱官，好吧，你那张坏嘴造出的孽已经够多了。祭佛时间不早，我看准备回堂。杨生，你还有疑问吗？杨生，再请那一位罪魂说说生前之过错吧。狱官，快向这位善生招出在生之罪。罪魂，我在生时，因父亲学会医术，专用草药替人治病，我常看父亲治药医病，心里也有一些常识。父亲死后，有病人来求治，我便严家父生前将祖传秘方完全教我，不论任何疑难杂症，我皆能药到病除。不过这些药材都是从深山取来，非常不容易，是珍贵奇药。病者信以为真，我便高价卖药，其中有者被我医好，有者前来病重，并无见效。若有人问我草药之秘诀，我皆不吐露，言为祖传秘方不可泄露，以祈求他人拿钱来求教。一生中赚了不少钱，死后那知阎王无情，判我入此狱受罪，后悔已迟。狱官，你凭3寸不烂之舌，开口闭口就是祖传秘方，你不知那只是父传秘方。虽然你济世有功，但所价过高，有失医德，故判你有罪。凡是世人藏有祖传秘方，应尽量公开就是，不可用来敛财或夸口，以草药伪称高贵名药，否则口舌造罪，刺嘴地狱有其一份。祭佛时刻不早，杨生准备回堂，多谢狱官及诸位将军，我们先辞别了。杨生各谢狱官指导及厚礼招待。狱官奉送2位，若不嫌弃，请再来一游。杨生多谢。祭佛快上莲台，准备回堂。杨生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起驾回城吧。祭佛，凡是爱说谎话及背后搬弄是非者，或女性不知温柔和颜，或破坏他人婚姻，或在背后咒骂长辈者，应特别小心，如不改过，将来亦是刺嘴地狱之规。世人如常说声谢谢您，对不起，灾去福来或迁移，圣贤堂已到。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加26%。地狱游记第26回，由断金劈骨小地狱负026。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2月16日，4日4月1977。诗曰：大开利市好经营，童叟无欺百业成，赌手摊开天理绝，横财且慢论输赢。
祭佛今日游民时刻已到，扬声快上莲台。扬声遵命，我已上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前面就是断金梯谷地狱，狱门上已有书名。玉官及将军一出来迎接我们。扬声叩见玉官及诸位将军，弟子扬声随济公活佛到贵狱访问，请多赐予方便。济佛今日我带扬声到贵狱，乃是奉旨著书而来，因现时世道沦落，提倡物质而忽略精神之修养，各贪财力而不择手段，只要有钱可取，管他天理良心何在。所谓良心不值钱，实是可悲。因南瞻部洲台中圣贤堂奉指挥鸾阐教，以挽回堕落之人心，著作经书劝世，继业辉煌，故受玉帝嘉赏，特赐旨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由我引导扬声游民，将地狱情形谢给世人知之。今日游至贵狱，请多指教。玉官祭佛，您言重了。二位辛苦，奉旨著书之事，我们已接到。牒文通知，一切明白，请二位随我入内参观。扬声鬼卒们实太残忍，用利刀将各罪犯之手斩断，个个撕身喊叫，但是身躯被附在十字柱上，也无法挣脱。狱官本狱是断金梯谷小地狱，鬼卒手提利刀，先将罪犯之手筋砍断，再将手骨肉剥去，丢给那些铁狗吞食，然后再踢断手骨。受此刑者甚为痛苦。扬声我看每个亡魂都被刑得陷入晕迷状态，旁边那些黑狗嘴里吞食着被剥下的手肉，阳间的狗常在桌下觅食鱼刺剩骨而吃人肉以为生的狗，尚未见过，请问狱官，这些黑狗从何处来的？狱官此谓之铁狗，因府方有，专食人肉为生，因其已无人性，故称曰铁狗。若是阳间之狗灵性甚明，看守门户而忠于人类。现在世人常养有许多高贵名狗，生活与人相同，甚至与主人同眠。然地狱之狗则大不相同，为惩罚失去人性、内却天理之人，故应抚养铁狗以食其肉，此为报应。所谓狼心狗肺，则是指此类。扬声狱官说的有理，人既无忠义之性，则比狗不如。看这些罪魂都被刑得惨兮兮，不知是犯何罪。祭佛我用蒲扇扇几个清心，以便道出自己作业情形。看我施法。扬声果然一个个精神清醒，恢复完整人生。狱官我放开三位，向扬善生招供，以登载地狱游记。命这位罪魂快向善生招出自己在世犯何差错，才堕落本狱受罚。罪魂我说，太痛苦了，我的子孙却不知道我在阴府受苦，以为人死就算了。我在生时做卖菜生意，为凭取厚利，便在秤子上做手脚，如衣襟。
蔬菜有时只称12两等等不一，一生中在商场偷斤减两，虽然常听人说买卖要公平，偷半斤后是要还8两，但我当作马耳东风，全无良心发现。那只死后魂到地府，聂镜台前明明白白现出我作弊情形，被4殿冥王判我入断金剔骨地狱10年，每日在此受着断金剔骨之刑，双手犹如鱼肉，任阴差宰割，后悔已迟。世间的生意人，千万要凭良心买卖，勿贪小利，斗秤不公，地狱严刑不赦。冥王甚为讨厌这种人，所以另眼看呆，阴促无情，反悔意太慢了。玉官谁叫你在秤上暗做手脚？现时到地狱让阴差修理你这双手的毛病。命第2位快向这位阳间圣贤唐扬善生，说出自己在身故正之事。罪魂遵命，因我在身家境不佳，又无读书，便以收买废物为业。每日骑着一辆旧3轮车四处收买不物、废铁、废纸等东西。因听一位同行朋友说要买废铜旧货，如果按时重购入，获利不多，必在秤上作弊，即在秤锤上做手脚，秤误时外人看来斤2公平不差，可是如10斤之物，我称时只有7斤，卖旧货之人大都不与计较，能卖出就好了。一生中偷取斤2已不胜数，死后阎王大怒，骂我收谷物不守公道，有亏商德。现被判入本狱15年，每日受刑，被阴差欺负侮辱，有苦难言。请这位阳间善生代我求情减刑，以早日出苦，拜托拜托。阳生既说出实情，看他一副可怜相，衣服破烂不堪，我看涉其几分吧。祭佛我们是奉旨著书，其他之事不要干涉，由狱官处理就可。狱官生前手既不爱清净，此时只好由阴差剥皮断筋剔骨，这不是斤斤计较，但也斤斤哀叫。男子汉有罪白己承担，不必求情。换第3位，快将你在世所行缺德事说给善生听之，以便登载于地狱游记，劝化世间的赌徒。罪魂我在世时，先生是一名公务人员，地位还不算低，他上班后，因儿女也各自上学，闲来无聊，邻居太太便邀我打麻将。起初我不懂牌技，他便教我玩法，渐渐学会打麻将，进而各种赌具也都熟能生巧。虽然输赢不大，但从此沉迷赌桌，四处打牌，无暇教养儿女及照顾家庭。我丈夫屡劝君置之耳旁，所以家庭常起波波。4年前我因心脏麻痹而死，到地狱后被阎王判入此狱受刑，还有半年即可出狱。劝世间的妇女要守女德，照顾家庭，不可像我这样，以免死后来此受刑，使双手被砍斩，
只怪自己在生时不像样。玉官家庭主妇忘却其家责任，在外赌博野游，败坏社会风气。因还无诈欺及以赌为生，阎王还判你轻罪。杨生请问玉官，至于那些开赌场之江湖郎中，专门赌博诈欺，不知在何处行刑？玉官那就非本狱所管辖，当送往第7殿泰山王严办。劝世间之人，凡是有犯以上罪过，要立即改过自新，并应送地狱游记。劝世，则其罪可消，死后不必到本狱受刑。祭佛因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回堂。杨生多谢玉官指教，我们将回堂辞驾了。玉官勉励，奉送2位。祭佛杨生快出狱门，准备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27地狱游记第27回，由毒蜂小地狱负027。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3月初6日，23日4月1977。诗曰：皈依圣佛表丹成，放下屠刀鬼易经。4正3清一固守，青云有路达天经。祭佛神仙修来不易，要为圣贤守心更难。世上道观寺庙林立，招牌辉煌，谈经论玄，参禅悟道，原为度众之所，人间的天堂。近世以来，不少挂着神圣之名，暗地行着损德勾当，或将神圣当作摇钱树，或雕神像当观光物品，摇摇变变，敛财骗色事件层出不穷，亵渎神圣，欺世害人之罪不浅，因律森严，绝无宽赦。今日我带杨生赴地狱参观，可作世人之习境。杨生准备由民宿上莲台。杨生遵命，我已上莲台，不知今日要往何方。祭佛毒蜂地狱，快闭上双眼，准备启程。杨生我已闭目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杨生原来毒蜂地狱就在眼前，因差各压甚多罪魂入狱中，个个沿路被鞭打，哀声哭泣，令人闻之心酸，不知他们身犯何罪。祭佛此辈在世皆是靠神吃饭，生前吃得太饱，故死后要受阴司制裁，详细情形等待入狱参观，就知一切。狱官及将军已来迎接，我们快去参加。杨生狱官及诸位将军，弟子杨生有礼。我乃阳间台中圣贤堂之唐生，奉命与祭佛游民著书，今日到贵狱，请多赐方便。狱官请勿客气，本狱为毒蜂小地狱，乃是4殿所辖，为新增设之囚狱，因近来犯罪孽者有增无减，幽冥教区特在4殿新增此狱，以管训罪犯，请2位入内参观。
杨生多谢。哎呦，恩师呐，我不敢进去，里面都是蜜蜂，每只如大拇指，呈黑色，好像虎头蜂，像狱内罪犯猛丁，个个哀叫，欲逃如路，都挤向墙边角落，好几只蜂向我们这里飞过来了，真怕被叮着，逃避未妙吧？虎头蜂甚毒，叮人会丧命的。祭佛，你何必大惊小怪？这些毒蜂都有灵性，不会见人就叮。因罪魂本身有不正之气，故其喜清净之，如清净之地，闻淫避之。污秽臭物，闻淫驱之。此毒蜂是非来是意。杨生那就奇了，原来炮声不是伤人，而是变成明礼炮迎贵宾了。玉官请二位向前参观，杨善生你勿害怕，如果毒蜂会随便叮人，我们早已逃得无踪。此毒蜂为神物，专门叮刺在是假及神明而谋财骗色之人，使其欲逃无路。罪魂想跑的话，群蜂反而追赶是人。你看，每个罪魂身上伤痕累累，尤其头部肿盛，毒气发作，泪下如雨，每个人抱头蹦跳。杨生残忍之行，每个罪魂被群蜂追袭，囚牢不大，又无出口，要闭无门。请问狱官他们犯何罪过，为何来此受罪？狱官为登载地狱游记，我开牢门，令几个罪魂出交来自述生前，非为事情，以资警示。杨生甚好。现时因思各狱已知我们师徒奉旨著作地狱游记，采访有警示作用资料，请狱官多予提供犯罪详情。狱官此乃卑职之责，我提放二位罪魂，令其说出生前恶行，给杨善生知之，不可延误。杨生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生前犯何罪？为何被判来此狱受苦？罪魂说来丢脸，没面子可以见人。我为台湾南部某鸾堂之鸾生，因入鸾圣多年，后被派为副堂主之职，堂内有一次挥鸾著书，要应送各地善信，我亦非常认真效劳，四处募款，欲多印几本送人。因我口舌甚好，2个多月便劝募3万余元。当时我欠人少许债务，一时债主催讨，我想如何是好？因身边有3万余元，不如留下一部分偿债，最后只交堂主2万元，留下12456元，除还清负债，还剩部分作为生活费用，以为他人不知。可是从此以后，内心有愧，对恩主感觉不安，然而每次服软，恩主亦无写出我贪钱之事。3年前，我得严重为病而死，被牛马将军扣押，当时恩主亦来我面前誓约你一念之差，至死不误。因生前有种种因素不予当面点破，先佛降鸾说法，就是劝人行善。
戒恶，全部真理已包括做人处事应行之道，既读圣训而不受教，罪有应得，并交代阴差禀告明王，加重判刑。我到冥府，明王大怒，先被押到灭镜台照相现行，将我生前误印，善书款吞没，未思有情形，一点无影照出，使我心惊胆战。后交由四殿武官王判罪，判我入毒蜂地狱28年，后再交五殿处理。每日在此受毒蜂叮咬，全身痛痒难当，肿胀不堪，毒蜂见我急追而不舍，小小囚牢无处可躲。后悔生前入銮，做恩主之学生，不遵圣训。虽然只是一次犯错，已无挽救余地，将望天下銮堂銮生要谨言慎行，有一差错，天眼难瞒。如今我后悔不及，太对不起恩主之教化及同道之引进，惭愧羞耻。狱官已入圣门，不受圣教，可谓欺师欺人，上对不起恩师，下对不起出钱捐印善书之人。但真布施不怕假和尚，布施之人善心既发，功德不灭。贪钱之人，恶心已生，大罪随身。凡是入圣门，钱财分文须一清二楚，否则沾污圣门清规，地狱加重判刑，世人应谨慎之。即佛圣门之败类，钱财不清，破坏清誉，罪该万死，应律列位不赦。即与世人修道须守清规戒律，以免堕落地狱受苦，而后转生四生道轮回，后悔已迟。今日因时刻已到，改日再来拜访，扬声准备回堂，多谢狱官指导。扬声感谢狱官及将军开方便之门，让我们入狱参观，因时刻不早，先告辞了。狱官众将军排班送驾，请二位再来一游。扬声我已上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既佛圣贤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28地狱游记第28回，再游毒蜂小地狱负028。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3月19日、6日5月1977。诗曰：先师度我甚恩长，后得情深念不忘。世上何多歪道子，修成神棍到公堂。即佛圣神仙佛下凡度人，受记收徒，教化修真，无非要使事人返本还原，以修成正果。天恩师德深厚，无以比拟。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理当遵师训，效师行，可是有一些孽子，反倒败得及神之名，敛财骗色，神仙不修，却修成神棍，天堂不去，却被送来对簿公堂，其罪孽非轻。凡是入圣门而犯圣规者，因律所判极重，世人不论皈依何门，修道应遵守圣规礼节，以免获罪而无可赦。
今日杨生准备游民，快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不知今日路程何往。祭佛人往毒风地狱，看看那些反道拜德之子下场如何。闭上双眼，我们启程吧。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玉官欢迎祭佛及杨善生再度驾临本狱参观。祭佛因现时世上不少集神之名四行敛财骗色，影响神圣庄严及正统宗教清誉圣具，故特再次来此采取有关资料劝示。玉官使事，二位随我入内，我放开几位罪魂，向杨善生自述。罪情。杨生多谢玉官。这种毒风满天飞舞，见罪魂就叮，个个皮肉背，叮得红肿不堪，头晕目眩。玉官不止如此，还发烧畏冷，因为这种毒风含有剧毒。我提及，各出来说说犯罪情形。命将军速押戒罪魂出狱。将军遵命，已提3位罪魂出来。玉官罪魂听谕这位是济公活佛，另1位为台中圣贤堂杨善生。师徒奉旨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7个坦白招出生前罪状，以资劝示。杨生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为何到此受罪？罪魂我实太不应该，我在世时于村中做一位里长，因村中庙建庙，我代为募款，但是对钱无清白，将所募之钱部分留下自用。死后方知吃神明钱罪孽深重，所以被判来此狱受刑，毒风无情叮，人时痛，刺痒难忍，你看我全身红肿。世人对神明是要一清二楚，神明钱一文难吞，毒风叮我乃是报应。我一生只犯此罪，其他并无差错。玉官，你当里长，本来应该为里民服务，造福桑梓，地方建庙，使人怀念先圣而敬仰，你却借机敛财，罪无可赦。第2位素昭，出生前过错。杨生在请问这位师父，你是出家人，为何也沦落地狱而不往西方清净的呢？罪魂阿弥陀佛。罪过，罪过。我自15岁皈依世尊，专修佛法，心想能修成正果，但是自己道念不坚，凡是善男信女布施的金钱暗中私自储蓄或花用，没有全部拿出用于寺内建设或购买油香。若替善信诵经消灾也马马虎虎。如遇有施主眷属往生，请我前往做法事，人以金钱为交易，经卷多寡凭钱数而定，所谓1分钱1分或如彼。较贫穷善信请我，则不表乐意，或推3推4不想前往，但如遇富贵人家，则尽力排设道义，以取悦施主。只因生前贪财，死后世尊不来接我，还被打落毒风地狱受刑，痛苦异常。玉官，你身为比丘尼，出家修道，清净为本，磨练心性，但诚心
不死，贪图享受，而认前为佛，与世尊之道不合，故叛逆来此受刑。既佛犯依佛门，弃俗性而改圣性，人人姓氏，无比庄严，有如佛陀一般，但忍不住红尘考验，不以慈悲度众为怀，这复俗心俗常，总难配称菩萨心肠。扫三心，非四相，方能见世尊。三毒五蕴不弃，仍然六道轮回。悉天下众生不论学道学佛，如果诚心不死，天堂难登。今日时刻已到，后日再来拜访，扬声准备回堂。扬声多谢玉官及将军之后代，我们要回堂了，向诸位辞驾。玉官不周之处，请二位多宽恕，希望再来指教。祭佛快上莲台。扬声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29地狱游记第29回，三游毒蜂小地狱负029。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4月初3日，20日5月1977。诗曰：神机救世本慈心，道法双修得业深，指点迷津平圣口，解人祸恶解难轻。祭佛神仙降机救世，本以慈心怜悯众生之苦，却被假道假仙作，为敛财等不法勾当，实在罪加一等。乡士自称铁口，但有些咬人不见血，如虎狼毒口，这些败坏鬼骨。先师相学祖师之孽徒，此被阎王严刑，以后只有转生于荒山鬼谷，为非情。光靠一只铁嘴滋滋叫些动听言语了。今日游民时刻已到，扬声准备上莲台。扬声遵命。天气甚热，地狱之路不知凉爽一些否？祭佛因气寒僧，令你汗毛直竖，快上莲台，不要再拖延时间。扬声实事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玉官欢迎二位再次光临本狱参观。扬声今天又来毒蜂地狱，玉官与将军已出来迎接我们。祭佛世上不少恶徒及神之名而拜神之德，故我们3番2次到毒蜂地狱采集资料，发布应府任文，以劝化世人。玉官二位请随我入内，稍微休息用茶。祭佛因今天时刻已稍耽误，我看不用了。玉官既然如此，请祭佛及扬善生进狱内吧。扬声毒蜂满室，以人为巢，都飞往罪魂身上，这不是酿蜜，却在发射毒液。祭佛在世间吃多了甜头，来此只好尝苦汤了。扬声罪魂痛苦惨叫，惊奔飞逃，但无路可走。祭佛天堂有路他不去，地狱无门硬进来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玉官现实世间甚多庙坛主持人及神之名诈财骗色，社会纷纷指
则影响神圣清誉，毒风地狱罪魂渐增，实令我感叹。我教几位具有代表性罪魂，自述生前败德情形，以登载地狱游记。扬声多劳狱官之协助，使我们师徒能完成此神圣任务，感恩不尽。狱官此乃应该之事，不必客气。已命将军押出2位罪魂。谕曰：此乃阳间台中圣贤堂杨善生，由继佛带入冥府探查因机，著书劝是，快坦白说出在杨氏时作何差错。罪魂我生前在台中某宫位中坛元帅之姬同。起先神明及我之身降临救世，的确救人无数，甚多医生难治之症，皆由中坛元帅以神力医好。后来我看信者日众，有时中坛元帅不在，我亦假神乱跳，误人身体。又常借此机会向善信说是犯何灾劫或魔鬼缠身，必须解忌方能出狱，但要解忌之人，须焚大量纸钱，所价1000、2000、3000不等，此皆非神意。一生中赚不少钱财，还买有高楼，享受上等生活。死后被阴差押至冥府第4殿，延往大陆，约你身为中坛元帅。姬同论理应该神气充足才行救世，你却常及神明敛财救世之功与敛财之过相抵，过多于功，故判入毒风地狱受苦，每日毒株咬得痛痒难受，生时刀剑砍身，尚无感觉，现在一支风针刺下，即觉痛入心肺，后悔太晚了。既与世间之机同，应本救世之初心，勿中途变卦，时神用事，即神欺人，方免步入我的后尘。继佛神机救世，本为道教传统，原为辅助凡医之不能，以神医助之，乃系上天好生之德。后世论此为敛财之利器，大被天之好生本意，可谓积身之罪。行机救世，若为维持生活，任人自由捐献，尚是无可厚非。如果借此金钱买卖，神医即变成神棍，阳间法律不允，地狱因律不赦。狱官再令第2位罪魂向杨善生说明生前作孽。罪魂再生我为一位相师，研究相学，行走江湖，常在夜市设摊，指人迷津。有一次，因生意不佳，是一位年轻人向我求教，我看其是出外人打扮，便鼓起弹簧之舌，言其禁运逢节，必须解忌，不然前途黑暗。我也学有符咒，可以代为离心换斗。该青年信以为真，便入我之圈套，我继后索取1500元报酬，以后常行使此绝招骗人钱财。此后阎王斥我学有相法，缺少道德，欺人诈财，判我入毒风的狱12年，现时只受刑3年余，来日苦情尚多，毒风并无甜蜜可赐，都是毒针注射，全身痈胀奇痒，
悔不当初。继佛生前甜言蜜语，口舌生花，言你神通广大，原来好像一只毒蜂，害人多，救人少，所以受此报应。劝世间之相师，学道修身，以真理指人迷津，解人疑难，则功德无量，否则乱算一场。专算人口袋内钞票，则不配称为相师的，愈有份了。今日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回堂。杨生请问狱官，是否神棍之类，死后皆尽在此狱受刑？狱官并不一定，有着专门骗色，或是较为特殊情形，即令禁。他狱本狱所禁，只是一部分而已。杨生因时刻不早，多谢狱官及诸位将军之指导，我们师徒告辞了。狱官命将军差役排班送驾。继佛多谢狱官，我们告辞了。杨生准备出狱，快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继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回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第5殿，第30回，由第5殿观望香台，会悟森罗王。第31回，由5殿听阎王论诸星。第32回，游诸星小地狱。第33回，再游诸星小地狱。第34回，三游诸星小地狱，欲7月开鬼门。第35回，四游诸星小地狱。30地狱游记。第30回，由第5殿观望香台，会悟森罗王。复030杨戬先师降，丁巳年4月13日、30日5月1977。诗曰的辅寻忧过5关，著书劝化度冥顽。桃之正起邪魔伏，警示终身享9还。先师今日因继佛有要事，不能带杨生游冥，于奉玉帝谕命，特降圣贤堂引导杨生游冥。因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游冥。杨生杨戬先师今天劳您带路，非常感谢。您身边带了一只天狗，是做什么呢？以前济公恩师带我去是做莲台，不知您今天要用何交通工具载我呢？先师继佛有莲花，我可没有。仙佛各有一套法术，今日你就与我同骑这只黑狗吧。杨生狗走路太慢，而且这只狗看来凶猛异常，生人接近，恐怕兽性一发，被咬得全身受伤。先师这只非是凡狗，乃是天狗，为我之脚力，道痕亦不浅，哪里会咬伤你呢？杨生是狗走路速度太慢，恐影响行程。先师杨生你放心吧。天狗4只脚，犹如繁痛之汽车4个轮子，一启动，速度不逊于莲台飞行，快上来吧。杨生你坐好，先师你坐在我前面，要操纵好，不然我跌下，那就惨了。
先师你快闭上双眼，不会出车祸的，放心吧。杨生知今天行程何往？先师今日出游冥府第5殿，不要再问，时间不早，我们启程。已经到了，快下来。杨生然双耳只闻呼啸之声，瞬刻已到冥府，仙家之物与佛家并无不同。仙师仙佛同一家，如是人购买2辆不同牌子机车，都自称高级品，不知心地才能决定好坏，人心如引擎，引擎如果优良，加上心地平坦，行驶大道自然一路顺风。杨生师您言之有理。前面人群拥挤不堪，都向台阶而上，男女罪魂被阴叉压着前进，又有一般人并无被压，面露笑容，欢喜而上，不知此为何处。先师此的乃是望乡台，这些罪魂应入地狱将移交第5殿，心想上望乡台看看子孙在阳世情形，不禁悲从心来，故哭泣不止。5. 受刑之魂亦欣然向望乡台而来，望望阳世子孙如何。杨生面来了一班人马，气势庄严，不知是何方神圣。先师5殿森罗王及殿内文武百官，已下阶前来迎接我们，快向前参驾。杨生在下乃是台中圣贤堂圣地门下杨生，因奉旨著作《地狱游记》一书劝示，今天由杨戬先师引导入冥，来到5殿，请森罗王赐予方便，使著书任务能顺利完成。冥王道功不浅，开堂阐教，挥鸾著书，受感化者不计其数。我主管5殿，甚多亡魂在世君曾阅读会堂善害经典，故过错减少，因功累积，我皆盼其能早日超生出世，或按功正道。杨生谢冥王眷顾，是非自有公断，有德才能受您宽赦。冥王起来，二郎神君吉阳善生随我入殿少席吧。先师因时刻不能拖延，改其在进殿内打扰，今日我带杨生先上望乡台一观。冥王我亦不勉强，我带您们上望乡台看个究竟。杨生谢冥王引导。冥王5殿之魂必先经望乡台，以探望自己杨氏子孙情形。因一般亡魂大都甚为痴情，眷恋世间子孙，故有罪无罪都想往此一观。杨生人之常情实是难免，前面阴差已再押来一老翁，他观看此台时落泪如雨，悲声痛哭，不知何因。冥王生前犯孽，故来的府受刑，至今刑期完满，到此一观看其子孙，并无一点悲伤情形，有者正在厅堂看电视，有者在庭内玩耍，根本无念及祖先，心想生前为伊做牛做马，实不值得，故心中哀伤。先师生前若不好好修道，要靠儿孙超度，实为困难，因子孙有的根本不信神圣及因果，那里有功超拔？
魂到地府后悔来不及了，所以还是趁3寸气在，多行善德较为保险。杨生看望香台上为什么一片空白，毫无显象呢？先师你是肉眼，虽然祭佛前曾带你到清心池沐浴，但久而红尘又积满，故俗眼难以动视望香台，这是一句奥妙机关，变化无穷。红尘太多，双眼变成沙眼，故事物不明，令文判速取来净水给杨善生清洗一番。文判遵命，已将净水取来，请主公定夺。明王拿来给我，杨善生你两眼张开，用净水灌洗。杨生多谢明王赐净水，果然双眼凉爽无比。明王你现时可向望乡台观之。杨生真是太好了，台内将圣贤堂中情形一一显在眼前。孪生两排分班，虔诚护驾，我之身体屹立于正殿沙盘前。玉虚童子扶我之身，正笔在沙盘疾书，记录身亡，李师兄等亦在旁边抄写。沙僧林师兄一口里一开一合，正在唱字，好像电影一般。明王望乡台之奥妙难以形容，会堂玉虚童子用法眼传真，附在你之肉体，将你在阴间情形一一现场挥鸾写于沙盘上。玉虚童子之双眼亦如望乡台，具有洞彻阴阳之慧光，扬升天地造化，不可思议。前面又有亡魂，此魂无被插压，只有阴差带路，客气请其观看。他看完后面带笑容，不知何因。明王此人在生心性良善，亦入道门修道，但是功果不大，刚死不久，现时其看见子孙尚在灵前跪拜，孝心使其感动，因他对人生甚未看破，虽然功果不大，但自觉生死不能免，故不悲哀，其将人具善所修炼，后日可接神位。扬升我有一疑，请问明王，为何亡魂一到望乡台，都即刻可以观知阳间情形，而我刚才一无所见呢？明王因你上是阳人，所以灵性上有肉体之关联，阳气未尽，故未能将阴机全部明察。亡魂肉体已死，阴阳两隔，其生活方式改变，故其能入阴见阳。阴灵且能变化多端，阳人则不能。先师因时刻不早，多谢五殿僧殿王及众官员，我们师徒准备回堂。扬升感谢明王及众仙官赐予方便，我们将要回堂，后日再来拜访。明王众将官排班送驾，先师扬升快下台阶。扬升实事，不知先师眉中额上多一眼，有何作用？先师我多此一眼，乃是天眼三才合一，日月星对照，其功力非小，专捉凡间妖魔鬼怪，他们见我个个心惊胆寒。扬升原来那么厉害，真是多心眼。先师您别瞧不起，有眼光的人
头当抬高一点，看看神明在上。恶事怎敢为之？杨生与仙师初见面，有言不识泰山，开玩笑，莫见怪。仙师不怪不怪，快上天狗，准备回堂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仙师回城吧。仙师圣贤堂已到，扬身下来，魂魄投体。31地狱游记第31回，由第五殿听阎王论诸心腹031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4月念9日，15日6月1977。诗曰：恶毒心肠恶鬼诛，千谋万计总成无。阎罗铁面浮寒色，死后方知是路书。祭佛前期因我有要事，请杨戬仙师带引扬身游名。二阳出游五殿，一路谈笑，还露出滴滴到位。昔世人阅读经书，当仔细体会。弦外之音，不可专攻那表面文章。好像吃瓜子，要品尝内仁，如果猛嚼外壳，是无法尝到真滋味的。今日准备游名，扬身上莲台。扬身遵命。恩师那。以前您曾经说过仙佛可以变化多端，为时魔上次却分身乏术呢？祭佛哈哈，不是分身乏术，而是故意请杨戬仙师客串一下，提起众生的兴趣呢。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启程。扬身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五殿已到，快下莲台，阎罗天子及众仙官已下阶迎接我们，快向前参礼。扬身向阎罗天子及众仙官参驾，今日我与恩师又来游名著书，请冥王多赐教。阎王杨善生请起，欢迎你及祭佛大驾光临本殿，二位请入殿内休息，有话相谈。祭佛此次我们师徒奉旨著书，游至五殿，任务只完成一半，请冥王多予协助，彼使神圣任务顺利完成，以便脚趾圆光。阎王祭佛你言重了，值此科技盛年，人心复古，道德沦亡，幸有宝岛鸾堂林立，扶鸾阐教，顺应天运，因人施教，度人不少。有以台中圣贤堂推行鸾教，宣扬道德文化，成绩一枝独秀，故能荣因玉帝赐旨开着地狱游记的辅食殿各属区，自丙辰年8月15日皆奉谕旨，获悉贵堂著书之举。酒后二位光临，请快入内休息，叙谈一番。扬身多谢阎王厚礼招待，殿外亡魂客满，每人脸上已无血色。精魂失魄，有些人朝此而观。祭佛五殿阎罗，世上早有所闻，您铁面无私，动刑严厉，罪魂闻风丧胆，所以到此每人必魂魄散乱。阎王二位请快进内休息。扬身多谢。阎王请二位就坐，命文判速献上仙茶。文判遵命。
已呈上仙茶，请主公及2位仙长不用客气。杨生我正口渴，饮他一口，香味润喉，的确不错。阎王我最喜欢饮此洞顶铁观音。祭佛阎王话中有话，不知杨生知悟否？杨生五殿阎罗，世间常言为包拯大人利刃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洞顶表示冷冰冰面孔，铁观音乃言菩萨印心肠，正是包大人作风。阎王哈哈，圣贤堂之圣笔名不虚传，道气慧根非凡，猜中我言。杨生此只不过胡猜而已。阎王今日2位驾临本殿，甚感欢心，世态炎凉，人类生活于现实社会，争名夺利，丧失天良道义，处处可观勾心斗角，你欺我骗之场面，或经营风化商场牟利，如变相餐厅、食堂、理发业等，以美色淫人。阴府日夜游巡，每日所记录此类伤害阴德之事，可谓罄竹难书。更有在风化场所乐极生悲而死者，此种风流鬼魂现时都尽在地狱中受苦，伤风败俗之罪最重。在此寄语世人勿操淫业，否则罪业3世难骸。我掌管5殿，铁面无私，凡是罪魂被移送本殿，个个面带惊慌。因我判刑正直严厉，世人若不早改头换面，后日来到5殿，是便知求我无情。本殿为叫唤大地狱，凡是入狱之人，只听哀叫声音，有以16诛心小地狱，全诸世间横心、邪心、毒心、怨心、恨心、淫心、妒心、偏心、私心、狠心、狗心、兽心等等歪心。我命将军一一剖胸取心，其刑残忍，非我不辞，是人太恶而自招诛心之祸。因时刻已到，后日当带2位亲往诛心地狱参观。祭佛因若因时刻已到，阎王催促，杨生准备回堂吧。杨生非常感激阎王招待及惠赐金言，我们准备回堂，向阎王及诸仙官拜辞了。阎王令文武官员排班送驾。祭佛多谢阎王厚礼，我们先告辞，杨生快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32地狱游记第32回，游诛心小地狱负032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5月16日，2日7月1977。诗曰：会祖七神时可悲，重阳夜己昧良知。中华道德千秋记，文化精英大有味。祭佛中华道德文化，原为天地精气所凝，故能历久弥新，万年不断。可叹人心崇尚现实，追求物质，藐视自己文化而唱全盘西化，而肉林酒市，淫风凶暴，充满着社会。
数典望祖之辈重阳业绩，愧为炎黄子孙。由于近来科技发达，以为人能胜天，为小沧海一粟，纵有巧计，有如大海中一小浪花。以科技破坏大自然，巧称胜天，终取其祸。人脱离自然，则为不正常生活，故有写信者当三思之。今日准备，由名扬升上莲台。扬升遵命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明王欢迎祭佛及杨善生在灵本殿，一路辛苦。祭佛那里，今日我们再次到贵殿打扰，请阎王带路入狱参观。明王前次我已言明，将亲带二位进入诛心地狱参观，请随我入狱吧。命众将军护驾。杨生多谢明王眷愿，前面就是16诛心小地狱，已闻惨叫之声传来，我看又是一片血腥刑场。明王众生都已变心，故来地狱不得不将心掏下来治疗一番。杨生狱官已来，我先参拜之。狱官恭接主公及祭佛，杨善生驾临，本狱已接牒文，西台中。圣贤堂杨善生及西方济公活佛今将降临本狱，失礼之处，请多包涵。杨生狱官严重了。今日我随恩师来到贵狱，乃是为著作《地狱游记》而来，请多指教。明王令将军快开门。将军遵命。已开启，请入内参观吧。杨生哎呦，凄惨叫声不忍再闻。关狱内小鬼皆以刀剖开罪魂凶，称直取其心，好像宰杀屠猪，割取猪心一样，罪魂被绑于木柱。胸部割开，只听罪魂一声哀叫，则已昏迷不醒，不知他们所犯何罪。狱官我先以还魂水泼下，使其回魂。杨生果然神妙，罪魂被返魂水一泼，个个胸膛完整如初，人已清醒过来。狱官我带几位出来自述罪证。明王罪魂听指此为济公活佛及阳间台中圣贤堂杨善生，今日奉旨到此采访阴机，你在世作何恶事，快直述，不可隐瞒，以便登载善书，勿违令。罪魂遵命，请阎王赦轻我罪，不知如何。明王你先述之，我再定夺。罪魂也好，我在生时因读书不少，接受大学教育，受到心思，想知熏陶，最新洋化。学校中有一位教授是基督教教徒，他劝我信教不但可以深造英文，更有出国机会，我以前途着想，此也是一条好出路，便坦然默之。从此一遇有空，便上教堂听牧师讲道，学英文。教徒每人穿着与时朝相同故姓者以青年朋友为多，一来可以得学问，二来可以交朋友，又时常举办活动，成为一种青年社团。
因受洗礼后，心想家乡拜神敬佛，已不合时代潮流，都是拜偶像、迷信之徒。我暑假回乡，便决心改变家中信仰，开始对父母游说，赶快放去敬拜偶像。因父母固执已深，坚不接受，我一时愤怒，便将祖先神主牌拿下，丢在地上。父母一看，青筋暴怒，拿椅子向我打之。我受此刺激，便不回家。毕业后，随牧师四处布道，就职于教会。后来在一次车祸中而身亡。此时我主基督耶稣并未前来召唤荣归天堂，却被2位恶鬼押来地狱，经阎王之判罪，尽在诛心地狱。请阎王赦我之罪吧。冥王信仰宗教本无分区域，任何宗教皆可信仰之，然你忘本，毁坏祖先神主牌，像你这种信仰方法，如何教化世人饮水思源？虽传教者言偶像不可拜之，但你真理不悟，十字架、圣经、牧师亦是偶像，你为何信拜之？所谓除去偶像，就是要你看空世间假象，不要贪图肉体享受，虚充实精神之空虚。不拜偶像，即是崇尚精神信仰，以求永生。你误解此意，毁坏神主牌，如断祖德，试问你之身体何来？你信何信？一切皆是祖先所赐，上天为大上帝，祖先为小上帝，你忘。本七祖原非上帝意旨，故天堂不纳，只好堕落地狱。你既实招，将减轻2个月之罪，刑期完毕，再发放6道投生。祭佛信仰宗教乃在修心养性，非是庸人自扰，互相排斥，自称为是。天律已定，排斥他教之非，自明己教之事者，以生本别心，慈悲博爱之心已失，不能正道。如果此种人正道，则神圣有私心，看人信仰和教材互弊，则神仙圣真亦会发生摩擦纠纷，天堂变成战场，如何称为清净极乐世界呢？今日时刻已到，改日再来参观，扬声准备回堂。明王命众将军排班送驾，扬声因时刻不早，不能久留，多谢阎王与玉官及诸将军之引导，我们先告辞了。祭佛快上莲台，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城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33%。地狱游记第33回，在游诸星小地狱负033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5月念9日，15日7月1977。诗曰：无才美发度闲心，毁谤他人始见因，恶毒横行终受报，诸星地狱较哀因。祭佛世间有一种人，本身没有什么才华，看到别人颇有表现，
便生出嫉妒之心，暗中使出阴箭，挑拨是非，或到处揭人缺点。有者看见他人修道与自己所信仰不同，即出言毁谤，都要堕诛。新地狱，以歌取其妒嫌心、毁谤心。今日准备游民，扬声上莲台。扬声遵命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扬声果然诸新地狱已在眼前。祭佛今日我们不再打扰冥王，直向16诸新小地狱，以节省时间。狱官已开门迎接我们。扬声我们进去吧。狱官欢迎祭佛及扬善生再次驾临，请2位入内参观。扬声地狱刑罚太可怕了，从第1殿开始，一到地狱所见所闻皆是阴森恐怖，尤以诸新地狱亡魂之惨悲，更是凄凉万分。狱官心为人之主宰，诸心之行罪是痛苦无比，一心受创，6根震动，故痛苦之情，非笔墨可以描述。祭佛我们在入狱内，多访问几位罪魂，以采取资主回阳劝示。狱官您们在牢外稍待，我进入带几位罪魂出来。命将军暂停动行，以返魂善之，使其恢复本来面目。将军遵命。狱官快解开3位犯魂，以便出牢，向在外等候之祭佛及扬监台。中圣贤堂扬善生招出罪证，以劝世人。将军已放开3位罪魂，快随狱官出牢门。狱官这是济公活佛及阳间圣贤堂扬善生师徒奉旨由民著书，快招出生前犯罪事实以增改善书，快！罪魂我生前在义公讲机关服务，因自己未能有出人成绩，见其他同事升官，内心便生妒恨，埋怨主管袒护不公，所以心存报复。又时常利用机会捏造各种事实向上级检举，言某人假报出差或贪污等事，欲加陷害只为此事。我在4年前因肝癌病逝，黑白无常带我入地狱，押上灭尽台，照出生前捉弄同事而害人之过错，后交5殿森罗王审判。阎王大怒，骂我无才不知守分，而愿妒贤才，使计害人，其心恶毒，判我来此受刑。日夜被鬼差包凶割心。祭佛妒贤之心不可存，你破坏团体团结，成为害群之马，实为不该。众生应向贤人多学习长处，多予尊重，自可日增见识，否则其心可诛，即如此魂之下场。狱官第2位快向扬善生自述在世犯何罪。罪魂我生前未皈依佛门子弟，是在家修道之居士，因讲不少经书，认为我佛以外皆是邪师外道，还有信他教之人，都以轻视眼光看之。如道教信徒，我便对其曰：你所拜为外道低级神鬼，将来不能超生。
有人送我鸾堂伏鸾经书，我不屑一顾，言曰魔鬼附身，鸾彼是假，不要信那邪教。加一生极尽毁谤他教之能事，以为自己得悟佛理，无上高超。谁知死后西方无路，地狱却是直达，死时不见护法神及接引尊者，却来了2位阴差，押我入狱，被送来无殿。冥王不悦，誓曰你为佛陀叛徒，无一点慈悲之心，虽身受戒，心存怨嗔，胡乱毁谤他教，不悟佛法平等，门门有路，道道是理。只要修行善德，不做违法恶事，皆是正教。你以为佛法无边，哪知他教义神通广大，何必打人嘴巴，自称高明呢？只怪生前固执偏见，共高自视，沉迷自我，致生毁谤之心。谤法、谤道、谤教，佛性已昧，而遭此下场。既望佛门同道，勿学我造下罪业，枉费生前一番苦心。既佛你昧者佛心讲佛法，殊未可惜。不但此心当诛，后日拔舌，地狱还有一番苦楚。狱官第3位罪魂，快招出生前过错。罪魂我为某鸾堂之正鸾，初时认真服鸾宣化，神圣极为灵感。后来因堂内主事对我漠不关心，我想美其辛苦效劳，亦没目的，心智大退，便对鸾声曰：服鸾都是人为假作，你们不要迷信。众鸾声听我之言，便失去信心，从此不来堂问道修身，我一离堂不再服鸾。经过7年，我病亡，魂被鬼差押到武殿，冥王骂曰：你身为正鸾，虽堂内没人关怀，亦不应出口毁谤神鸾，你已犯大过，判入诛心地狱15年，接受毁谤神圣心之刑罚，后再教他欲受罚，后悔已晚，请济公代为求情。祭佛神鸾代表神圣，世人绝不可毁谤，否则其罪不赦。服鸾劝世，乃是应天运而普度群生，须经玉帝敕旨，使能开堂阐教。毁谤者即如冒渎天尊，其罪难饶。因时刻不早，杨生准备回堂。杨生多谢狱官及将军引导，先告辞了。狱官欢迎再来。祭佛诛心地狱甚为重要，下次当再来拜访。杨生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34地狱游记第34回，三游诛心小地狱。欲7月开鬼门复034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7月初3日，17日8月1977。诗曰：中原普渡鬼门开，的辅幽魂诚信来。7月逍遥30日，人生得意不多回。祭佛7月鬼门大开，好兄弟到阳间来散散心，故7月俗称鬼月。
凡事每多禁忌，怕冲犯鬼魂。世人如能时时刻刻敬畏鬼神，自然不犯过错。鬼门既开，游民著书多少有所阻碍，然有我祭颠和尚在此，因鬼自会避开，阳生不必惧怕。阳生鬼是人的化身，见怪不怪，怪自亡，我并不怕他们呢。祭佛那才好，快上莲台，准备游民。阳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阳生前面是鬼门关，鬼门关天门已开，亡魂拥挤夺门而出，个个脸带笑容，好像呼吸到新鲜空气一般。祭佛7月鬼门关准开天门，凡贫民区之亡魂皆能轮班出游，每人好像出笼之鸟，故得意忘形，向阳进而来。阳生这些亡魂遇到我们为何都闪避呢？祭佛因我们身负玉指，毫光闪闪，故亡魂未知。阳生是否的腐鬼魂每逢7月全部放出呢？祭佛非也。7月鬼门虽开，但以放出贫民区亡魂为主，因贫民区之亡魂生前无何功德与罪过，被安置于的腐贫民区，度着人间般生活，平时不能离开属区，逢7月的官大赦，准其轮班度假。至于阴府鬼道在15日时可部分出狱受普度，佛教曰盂兰盆会，即道教所云中原普渡的府官员平时即有固定休假日，不在此限，此为阴府生活大概情形。阳生快上莲台，我们直赴16株星小地狱参观。阳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阳生遵命。狱官已来迎接，向狱官及诸仙官参驾，今日我们师喜又来打扰，请指教。狱官客气，因逢7月，黄泉道上交通较为混乱，二位辛苦。祭佛那里，我们已在关外参观过，看见亡魂欢喜之情，足见自由之可贵。狱官二位请入狱内参观，我在吊案以证，以劝世人。阳生甚谢之。我看牢内罪魂悲凄惨容更甚于前日，到底是啥缘？因狱官因逢7月，凡一般无罪阴魂皆能出狱游玩，这些罪魂生前也听人说7月是鬼魂天下，今日心想能够解脱轻松一下，哪知枷锁束缚，身无自由，羡慕着他人放假逍遥，自己被关住，阴差无情，还是照样施行诛心之刑，故心愁常结，悲戚尤甚。世人当提早准备，做好人，行好事，不要犯罪，死到地府暗无天日，更乏自由。因时间不早，我先调出二位罪魂出牢，自述前悲。阳生多谢。鬼差无情，利刃剖胸，鲜血直流，惨不忍睹。狱官我已调出二魂，快向济公活佛及阳间台中圣贤堂阳善生坛。
恕生前作恶详情，以登载地狱游记劝世度人。罪魂说来无面子，我因中年丧偶，色心未泯。有一日，在乡村郊外，路遇一少女，一时色心大发，看四处无人，便向前拥抱，强拉入附近甘蔗园内，准备强暴。该少女一再挣扎，哀叫求我放开，因我已失去理智，加以恐吓，如不服从将予杀死。最后其中屈服，而受我之蹂躏。事后我甚觉反悔，虽该少女无报案查办，然我心愧，时常自责。不久因病身亡，魂到阴府。冥王大怒，因我已承认过错，所以无今灭尽台，直送武殿，判入诛心地狱10年，说我好色心，强奸心，至今已受苦4年多，每日痛心悔过，但亦失足成千古恨，后悔已是来不及了。狱官强奸处女，毁人一生，罪大恶极，虽你自责身亡，知过悔改，但此罪无法可补，万恶淫为首，自投罗网，莫怨天尤人。劝世间之人，切勿犯此淫业，如有犯者，应速在仙佛面前忏悔，立下大愿，或应赠地狱游记1000部劝世，即可赦减其罪，否则地狱有份。再令第2位罪魂，快招出生前作何恶孽之事，否则严刑不贷。罪魂我痛苦万分，有话难言，因生前一念之差，造下滔天大罪，受苦不尽，恳请济公活佛解救。祭佛生前风流过多，逍遥无限，招来恶报，我从何处赦你之罪？还是认命吧。罪魂我太凄惨了，济公既不相救，我亦无法，只好自招前愆。我生前为一位计程车司机，因没有受过良好教育，常常非位乱做，嫖赌瘾样样齐全，尤为好色。在车内装有黄色对白录音带，如遇单身女客上车，便予播放，以挑逗引诱。有者欲此大骂我缺德鬼、色魔，但我幸灾乐祸，全无害羞。有一次夜里，载到一位少女，生得甚为艳丽，我色心大起，立即放出黄色录音带，并加快车速，将其载至荒郊，以刀威胁而强奸之，如法炮制有3次。不幸5年前一次超车，发生车祸，一命呜呼哀哉，力见牛头马面，以铁锁扣押而赴冥府。经过各殿审查而交来武殿，判入诛心地狱30年，每日受苦。后悔已是太晚，希望杨善生回阳后，转告洋人生前所作所为，死后到阴间一一结算清楚，难逃刑罚，只恨自己浅见，造下大罪。欲观此魂罪孽深重，被折阳寿10年，早收回的府，以除恶业。呆本欲受刑毕，将打入阿鼻地狱，永不超生，世人应以此为鉴。色为万恶之首，凡不正之交，或强奸妇女，或在车内放出黄色录音
待等之恶行，因律不赦，如不慎行，后日已是无法补救。即佛诸心之行比其他刑罚要苦万倍，世人切勿昧心做事，否则报应临头，悔之莫及。因时刻已到，杨生准备回堂。杨生多谢玉官及将军。即佛快上莲台。杨生遵命。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即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35地狱游记第35回，四游诸心小地狱负035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7月16日，30日8月1977。诗曰：好赌犹如覆火蛾，家财万贯尽消磨，贪淫荡妇丧名节，堕落深坑患奈何。即佛有守好贤之辈，不事生产，不务正业，专以赌博为生，不少善良之士被引诱而堕落陷阱，酿成倾家荡产，实属可恨。如最近中部发生抢劫案件，亦由赌博引起，因赌债无情，只好铤而走险，故小偷大盗抢劫案件迭生。赌能害人，毒化最深，世人千万勿涉及赌场，以免遗恨终生。淫为万恶之首，犯者大都丧劫取辱，尤以良家妇女更宜爱惜名誉，不可被夫出墙而造成不幸，当负业重，与赌相同的腐幽魂叫苦，凄凉哀声，不少由此而发。今日我将引导杨生再游16诸心地狱，观看慈悲下场。杨生准备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。即佛已到了，杨生快下莲台。杨生我已下来。今日的府情形大不相同，亡魂来来往往，甚是热闹，气氛已较轻松，此为何因？即佛因中原普渡，这2天阳间处处开设道场施祭鬼魂，如果犯罪较轻之罪魂，皆能出狱，接受土祭。杨生原来如此。前面玉官已来迎接我们。玉官欢迎2位莅临本狱，因逢7月普渡，因福大赦，故秩序较乱，请2位勿见怪。即佛那里勿客气，我们一再打扰，请玉官及众将军包涵。玉官此乃奉命行事，著书劝世，功德殊胜，焉敢怠慢，请入内参观吧。杨生多谢，狱内罪魂痛叫声音不绝。即佛诸心地狱都是重犯，故不在大赦之内，无法享受阳间之祀。拜祭礼。玉官今日我令押解2位罪魂，自述前因。玉曰此位为济公活佛，另1位为阳间台中圣贤堂杨善生，因受玉帝敕旨，入幽冥搜。即按正劝示，悉2位罪魂速招前迁，不可拖延。罪魂遵命。我生前任外务工作，成天在外跑生意，故常住旅社休息，并结识女中，
不久其邀我参与赌博，起初只是好奇，后来每日必赌，否则心痒手痒，自此游荡于赌场。虽然外务工作收入不恶，但常一败涂地，仍是不敷赌本，便四处向朋友罗借，置家庭生活不顾，如此度过一生。至43岁时，有一次骑机车，因醉酒而发生车祸，一命别世。此后被鬼差押来地狱，方知折寿5年。经一殿至4殿审查后交5殿，冥王大怒，判我入诛心地狱13年，每日被割取好赌心，痛苦难言。希望世人千万勿视赌如命，地狱最忌赌徒，5殿森罗王一见赌徒，先压下重打100大板，再审案，言赌徒臀部最硬，因每日坐于赌桌，缺少运动，森罗王特以木板鞭打运动之，不但受辱，而且皮痛，呜呜。我实在太痛苦，求济公活佛解救。济佛赌徒手下最无情，你要用那只手向我求情，好好受罪，不要妄想。狱官你不可乱出口求情，好赌心先给你治疗后，还要送你到烙手指地狱受刑，谁叫你生前偏好赌博，死后只好受此报应，勿怨天尤人。第2位罪魂快招出生前作何不洁之事？罪魂人这么多，说来害羞。我嫁夫后，因本性杨花水性，故4处结交男友，以求刺激。生前共计交友男人5人，时常在外幽会，我夫全然不惜。年至54岁，心脏麻痹死亡，魂被黑白将军所押，今夜进台。而照出生前丑事，只好承认，被押送5殿，判入诛心地狱念年。每日心痛被割，后悔已来不及了，请济公佛祖多向冥王求情，赦我出苦。济佛你身为人父，不守妇道，贪淫爱慕虚荣，又无行何善事，我无能为力。狱官济佛不必理他，生前好淫，故当割取贪淫心，这是自作自受，要求先佛赦罪，应在生前放下屠刀，求先求佛，则可立刻赦罪，如至死不改过，要赦免已是无法可求。济佛你言有理，凡是好赌或贪淫者，应速回头改过自新，多行善德，如能在先佛圣前发愿，多应地狱犹能劝示，则其罪可赦。今日因时刻不早，杨生我们准备回堂。杨生遵命，多谢狱官及众将军之招待，先告辞了。狱官众将军排班送驾。济佛杨生快上莲台，准备回城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城吧。济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回家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第6殿，第36回，由第6殿与变成王续谈第37回，由歌圣属咬小地狱。
第38回，由车训小地狱。第39回，由前嘴含针小地狱。第40回，由拉往黄钻小地狱。第41回，由城隍庙看亡人往生情形。36地狱游记第36回，由第六殿宇变成王续坛复036。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8月初6日，18日9月1977。诗曰：一年容易又中秋，早起夜眠忙不休。白发天病人已老，苍生及早把心修。祭佛一年容易又借中秋，岁月如流，去年中秋贵堂奉旨著作。地狱游记，转眼也近1年，1年来诸生夙夜辛勤，效劳著书，以立下奇功。人生不多，古云人生70古来稀。虽目前医学发达，生活水准提高，畅言人生70方开始燃到底，活到70者有几人？天知生人原无指命，因人贪欲，精气神丧失过多，故身形早逝。实为世人自寻死路，故劝世人及早修身，涵养精神，自能遐想。天年今日准备游名，扬声上莲台。扬声不知今天要住何方，祭佛5殿所游已差不多，今日行程要往6殿，悉振作精神。扬声游民任务已完成一半，我亦较为放心。祭佛事在人为，只要抱定信心，矢志不退，则由民重任，自可顺利完成，快上莲台，时刻不早。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约已到了，扬声快下莲台。扬声第6殿官署已在眼前，殿外亡魂聚集，正在升堂判案。正座中位明王忽然宣退，故亡魂个个朝此而观。祭佛第6殿变成王已下阶迎接我们，扬声快随我前去参拜之。扬声遵命。参见变成王及诸位仙官，下身是台中圣贤堂圣地门。下扬声，师徒奉旨著书，到地府采取劝世案证，今日到此，福望明王赐予方便。明王快起来，不必多礼。幸会，幸会。久闻尔圣贤堂服鸾阐教，劝世公生，去年中秋，本殿已接预兆，知道贵堂奉旨著作地狱游记，今日方来此的，请活佛及扬善生境内修习。祭佛多谢变成王后礼，扬声我们快随明王入内。明王仙官快奉上仙茶招待。仙官遵命，请用茶。明王活佛及扬善生不用客气，用茶。扬声感谢明王招待，此茶非凡间之茶可比，觉得味甘润喉。明王粗茶而已，勿以稀味贵，故你有此感觉。今日2位光临，无甚欢喜。论起目前世道已不堪言之，故玉帝龙心大悲，特赐旨于贵堂者。作地狱游记，
因世人不信死后凡是作恶者皆要堕落冥府诸狱受苦，故特命祭佛带领阳善生魂魄下阴府，参观阳人死后再因被刑罚刑，而当场由玉虚童子用法眼传真，将阳身由明实况，现场伏笔传真，相信此书一出，可以度人非少。现实阳间讲究科学，藐视鬼神，故到处发生杀淫奸盗之事，世人既重现实，心想只要逃过阳法制裁，即可以无事，故钻法律漏洞，或冒险违法者，处处可见，败坏伦理，不重伤德者，充斥人间，实是可叹。此为重视物质所发生之不良副作用。今日事态至此，令吾痛心。凡事不信鬼神因果，而非为乱作者，死后无一人能逃过冥府之判刑处罚。所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则言此也。吾主辖六殿，为大教换大地狱，凡是到第六殿判刑者，不逊于五殿之痛苦，故称大教换大地狱，以16小地狱而行处。阳人伤天害理，不守道德规范者，刑罚深重而凄惨，阳善生回阳后，宜劝世人好好修身养性，安分守己。今日二位到地狱参观，吾深表欢迎，奉上鲜茶，与犯罪者接受。刑罚大不相同，世人要得何种下场，自己先做打算。二位请在，用茶。祭佛因今日时刻已到，我看后日再来参观各狱情形。明王也好，欢迎二位再来，令文武官员排班送驾。杨生多谢明王赐鲜茶及金言玉语相劝，因时刻不早，只好先告辞了。祭佛杨生准备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37地狱游记第37回，由歌圣鼠咬小地狱负037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8月19日，1日10月1977。诗曰：更深夜净月当天，带领杨生下九泉，奉旨著书经义载，度迷劝世遍3000。祭佛会堂奉旨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至今已逾1年，老衲荣因带领圣比杨生参观的府详情，并采取犯罪案证，实感任重道远。有于地狱之道坎坷不平，行来更是困难多端。地狱游记乃是天下一大奇书，应天运而降世，因尔台中圣贤堂领旨扶鸾阐教，普化成绩，堪战魁首，故玉帝大悦，降下此妃。凡重任，亦为圣比灵性精明，方能完成此圣职，使我亦感欣慰。地狱游记之著作至今已逾半部，俱未完形成上谣，悉诸生何劳。勿待，一旦此书者成，
则诸生之功果可超3代，因由名时刻矣。道杨生准备上莲台，杨生遵命。多谢恩师1年来之辛苦，暗中显化照顾，无微不至。只觉自己性痴，尚未能领悟更深之境界，求恩师多加灵光。殷刚从斗南台湾地名，赶修堂赶回，精神略感疲倦，恩师是否可以赐下灵丹以提精神？祭佛太辛苦了，因你一面真诚，故我多次赐下灵丹，你亦自知。自从地狱游记开着后，你的身体日渐健壮，仙佛暗中助你灵力不少，今特再赐下灵丹3粒，快服下，以准备游名。杨生万分感激恩师显化庇佑，我多年之未病，自奉旨著书后，渐渐不药而愈，今日又蒙恩师再次灵丹服下，顿觉心神清爽，感恩不尽。祭佛应时刻不早，快上莲台。杨生遵命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杨生前面是何域？为何听见人声惨叫及老鼠声音？祭佛前面乃是6殿所管辖16小地狱之歌圣属渺小地狱。狱官即将军已来，快向前参驾。杨生使事，叩见狱官及诸位将军，我乃台中圣贤堂杨生，今日随师到贵狱参观，请多指教，赐予方便。狱官快起来，免多礼。本狱已受明王御史，知道祭佛及杨善生，将来参观著书，请随我进入狱内。杨生多谢狱官厚礼，但见狱内老鼠们的像罪魂侵袭，每个罪魂被绑作鱼的，双手不能自卫，只闻痛叫狂渣之声，到底他们所犯何罪？狱官此狱全是男罪犯，都应在世贪淫好色，或犯清规戒律之色。贵因生前好淫，败道坏德，故除割下阴根阳物外，并由老鼠猛嚼其根底，要其斩草除根之意。祭佛此行甚是难受，命根连心，一受割咬比什么都痛苦。俗语说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此辈因过分贪爱春风一度，故受此烈刑。狱官我带几位罪魂出来自述生前作何过错，如今才落得此下场。杨生甚好，这些罪魂双手被绑，鼠被从底偷袭，有者哀叫滚的要避不能。此鼠像猫一般大，看来凶猛异常，咬人好像在吃食物般。祭佛老鼠最喜咬布袋，吃花生仁，此景正是，但见鲜血直流，可怜众生为贪一时之乐，造下今日惨境。狱官我已带出2位罪魂，罪魂听谕此位乃祭佛，另1位为杨兼台中贤堂杨善生，师徒奉旨由名著书，你们快招出生前夜事，
以便登载地狱游记，劝化世人。罪魂我生前反依圣门修道，亦持斋清口，并已结婚生子。后来因为心性难于把持，与一位女同道发生暧昧事情，而破戒律，实在枉费初心。此后不但天堂无份，被黑白无常押到阴府，经灭尽台之险象，生前丑行一览无遗，含羞难言。后移交六殿，便成王大怒，骂我深入圣门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判我入歌圣鼠咬地狱，首先被阴差割去生殖器，然后被绑鱼的，任由鼠咬，每日心慌意乱，刺痛难言。只怪自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，希望阳间之人既入圣门，当守圣规，不然死后任何功果皆难以不过。既佛俗曰，持斋谨制度其未戒，即是如此。下体既无修干净，现再由阴差及老鼠替你修整，使你清净一些，罪报自受。狱官第二位快速出生前作为。罪魂我因读初中时受恶友引诱，到风化场所嫖妓，后来亦有钱，便往此场所消遣，并数次邀同学一起开眼界，致使上盖发。狱中之少年破身，有者染毒致病。因少年风流，犯下此过，死后被判来这里受罪，痛苦无人了解。在阳世时逍遥，死后却再次难度岁月，想来真后悔莫及。狱官年少不学好，却爱贪花年柳，尚未结婚即已破身，可言为不洁，更引诱同学堕落，淫根作孽，故下此狱，理所当然。杨生看他们甚是可怜，囚牢内犯浑甚多，到底犯何罪来此的受刑？狱官本狱每日新进罪魂成千，放本狱犯罪范围甚广，凡过分喜爱嫖妓、淫根不净者，或未结婚先于妓院破身者，或到处骗色者，或已婚男女通奸者，或入佛门、圣门，再犯淫乱者，或乱伦者，或轮奸者，其淫根太毒，一律判入本狱受严刑。既佛我劝世人，切勿犯淫业，此罪最重，由于修道之事更应提高警觉，犯淫不赦。除五殿诸心地狱有分外，有者尚要再来此狱受刑。然天本好生，网开一面，如能看见地狱游记后，便下决心忏悔改过，并多印地狱游记一书劝示，不重蹈此罪者，则狱地有指准减免其罪，应时刻不早，场身准备回堂。杨生多谢狱官及众将军厚礼招待，我们先告辞了。狱官命众将军排班送驾。继佛杨生快上莲台，准备回堂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继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38地狱游记第38回，由车训小地狱负038。济公活佛降，
丁4年9月初6日、18日10月1977。诗曰：阐教无辞是路遥，杏坛盛会喜今宵。人闻荟萃中州的，道气腾腾灿玉箫。气原作，上记下4点。祭佛夏去秋来，寒意点点，人添秋衣，鸟增羽毛。四季更替，轮转不息，一袭童颜。今日儿孙满堂，眼见老花，手觉混沌。行路摇摆不稳，叹青春年华已逝。思时回想过去，人生如梦一场，故劝你世人，务必把握光阴，一寸光阴一寸生命，趁早入圣门修身悟道。于社会为良民，在圣门为贤生，则死后地狱无份，纵来亦是官。光克身份，不必受刑罚熬煎。今日游民时刻已到，扬声准备上莲台。扬声不知今日我们要到何域。祭佛我暂不说，瞬刻你就知一切了。扬声是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扬声快下莲台。扬声恩师啊，您为何带我来到这山坡呢？前面传来叫声，好像有人被砍杀或被打之呼叫声。前面小路上有鹰叉压着罪魂前进，我们随其背后一观究竟如何？祭佛我们今日行程正是参观前面山坡边之小地狱，快跟随前面鹰叉前进。扬声鹰叉已被我们赶上，还回头向我们行礼，不知这些罪魂犯何罪过，而今被押送法办。祭佛这些罪魂大都为驾车司机或摩托车骑士，因生前曾犯车或撞死人命，故死后要受地狱刑罚之惩处。扬声驾车司机或骑机车者撞死人，在世已将事情解决，还不能了断此事吗？祭佛既伤人命，因律上有一般刑罚，已到狱门，详细拟待议会，可请狱官说明。扬声前面已呈现一狱，狱门边站有守卫，甚为庄严。狱门上写有车训小地狱，狱官及将军已排班出门迎接我们。祭佛扬声你快向前参驾。扬声参叩狱官及众将军，今日我及活佛恩师奉命到贵狱参观，并搜集劝世资主，望狱官多次方便，提供案证。狱官请扬善生免贵，二位随我到里面参观吧。扬声请问狱官，贵狱是何殿所管辖？狱官本狱名曰车训小地狱，为六殿变成王所管辖，系一新设的狱，阳间众生都不悉知。贵唐奉旨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本狱早已知之，今日亦收到六殿主公发来牒文，方晓你们要来本狱参观，非常欢迎。扬善生有何疑问，尽可发问。扬生为狱所刑罚者，都属何类？狱官凡是驾车发生车祸，致损人命，或成重伤，或变为残废者，
不论机车、汽车、脚踏车等之驾驶人，死后皆要来此受报应之处。罚，请您们随我入内参观吧。祭佛甚谢。扬声前面山坡人群遍处，一条条小路，路上全为砂石泥势，凸不平，罪魂手中各拉一车，如古时之人力车一样，车上载满红砖，由山坡上缓缓而下，路窄仅可容纳2个轮子，稍一越线即跌入两边深沟，罪魂双足赤脚，因车上红砖过重，下坡又无刹车，只凭2足坐挡，每人谨慎缓步，以双足踩的做刹车状，故2脚心破皮流血，沾满于地。有者不小心冲下沟内，因车甚轻，须先将砖搬下，然后再将车子赶紧扶上路中，以砖为塞，堵住车轮，接着将红砖一块一块搬上车，再拉下山。有者因体力不支，人亦失足而跌倒，身被车子碾压而过，惨叫一声，人已晕迷不醒，有如车祸时被碾死一般，鲜血溅满于的。此种刑罚甚为新奇，然惨状太过。祭佛世上驾车者，如不小心发生车祸致伤人命，死后自己身成被害者，还要来此受苦，真是点点滴滴，离逃因果报应。欲观我命几位罪魂自述生前驾车出事情形，给杨善生听之。杨生多诸欲观不弃。欲观罪魂以来，快向祭佛及此位善生招出生前肇事情形，彼时杨善生回阳后转告世人，罪魂我在世时任驾驶公共汽车司机之职，有一日在一转弯处，忽然从巷内跑出一位小女孩，我因刹车不及，从孩身压过，一命呜呼哀哉。因我驾车期间曾照过多次，虽无伤人，但车身受损，加上此事后被公司革职，此后被判入车训地狱1年，每日在此学习驾车，山路不适下坡，2足作为刹车，虽体力尚可支持，但每日上下100次，已是筋疲力尽，脚底腐烂，痛苦不堪。欲观第2位，快招出生前驾车出毛病情形。罪魂我生前以驾驶计程车为业，有一夜与朋友酗酒，酒后照常营业，因醉眼恍惚，不但超速，更超车，不慎将路旁一位行人撞死，因过失杀人，赔钱坐狱。此后阎王训我驾车还醉酒，与生命开玩笑，故判入车训地狱3年，每日拉车事时，被凌辱不堪，双脚肿痛，因体力精神之出过多关系，身受如故。希望世间驾车者要提高警觉，千万不可酗酒驾车，以免发生车祸。来这里无米酒可饮，2脚都是苦汤直流。欲观第3位罪魂，快招出生前照过事端。罪魂我在世营商，每日骑机车送货，因为常超速驾车，
不暗交。通规则：一日乐极生悲，撞击路人，我亦跌倒受伤，两人被送医院，我只脚骨折断，对方却是脑震荡，我医治半年才痊愈，对方无死，但变成白痴，我亦被告赔偿巨款。只为此事，死后被送来第六殿，变成狱判我入此狱受苦3年，所受苦情，非一般人所能了解。狱官今日以此3位罪魂为证，凡是阳间驾车者应以此为戒禁，小心驾驶，则人车平安，死后亦免来此受苦。来本狱者所判之刑轻重不一，如非故意肇事者，算过失伤人，所判较轻；如酗酒、超速或不按照规则而肇事者，所判较重。如肇事不下车，故意逃避者，不论对方生死与否，死后阎王所判罪行最重。故劝世人，一旦发生车祸，勿逃避，应负全责处理，以尽道义责任，则其罪可以减轻。即佛车训地狱为地府新设之囚牢，正如阳间驾驶训练班，罪魂来此，个个按部就班，要看准方向，不能超速或稍微偏差，一失足则身离其难。特警告一般驾驶人，小心驾驶，人命关天，不可酗酒、超速开车，如不守法，死后再来地狱重操旧业，考一张地狱道之驾驶执照法。今日因时刻不早，扬声准备回堂，多谢狱官及众将军之指导。扬声甚谢狱官及将军赐予方便，先告辞了。狱官不周之处，请2位勿见怪，令众将军排班送驾。扬声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39地狱游记第39回，由前嘴含真小地狱负039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9月念3日，4日11月1977。诗曰：圣门冷落道人稀，冒犯真威及是非，默默耕耘终受益，瞎吹长笛苦无依。祭佛圣门冷落，修士希为，有者虚心假意，阳奉阴为，有者真理不悟，空求妄想，至圣训如马耳东风，真规不守，致惹道德衰颓。虽信口开河之辈，滔滔不绝，然心与口为，如无根之浮萍，根基不实，随风漂流，难成高苗大树。故默默耕耘，年年丰收，胜于瞎吹之辈，无人共鸣。修道勿虚踏。10圣哲云：积善人家，必有余庆；为恶之人，必有余殃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如能蒙幸，回头有路，否则秋风落叶，濒临人间，其寒冷无依，门庭凋落，后患无穷也。今日游民时刻已到，扬声准备上莲台。
杨生遵命。请问恩师，今天为何喝得醉醺醺？讲起话来，陆容不悦。继佛看透了世人之心，大家都追求物质享受，忽视了三纲五常，暗伤我情，所以喝了几瓶苦酒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管他众生堕落地狱，管他天地在混沌。杨生恩师真是一慈一悲。继佛快上莲台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，钱不爱人自爱。一阵凉风吹来，我也清醒了一些，师徒往地狱去吧。已到了，杨生下莲台。杨生前面玉官已来迎接，叩见玉官及众将军，今日我即活佛。恩师到贵欲参观访问，请多指教。玉官免礼，请起来。本狱是前嘴含真小地狱，为地府第六殿之属区，已接到玉文，知道继佛及阳间台中圣贤堂杨善生将来本狱参观，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诗吟。继佛请玉官不客气，我们师徒奉旨游民，今日到此，希能闻方便之门。玉官二位随我入内，以便参观。杨生但见罪魂满满，被禁于牢内，因差诡异用铁叉将罪魂嘴巴扒开，然后以一粒长满针刺的铁球强硬塞入罪魂口中，美人哀痛呼天枪地，一会儿口中已流出鲜血，人便陷入昏迷。继佛铁球浮出铁刺，有如刺球，这些罪魂嘴硬，只好用铁叉扒开，塞进铁球，使其有口难言，痛叫无声。杨生这种处罚残忍无比，世人若喉中梗溢于刺，已是百般痛苦，浑身难受，如今用刺球硬塞于口，实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请问玉官，这些罪魂在世犯何大罪，死后下阴府受此刑罚？玉官凡事在世喜强词夺理，或口里甜言蜜语引诱美色，或虚语妄言赚人金钱，或爱惜毒品，或说话含刺，随意重伤他人，死后皆难逃前嘴含真地狱之刑。我叫几位罪魂出狱，说明其犯罪情形。继佛他们已昏迷不醒，我用这把蒲扇一扇，让他们清醒。将军，快将其嘴中刺丸拿下，不然有口一事没说话余地。玉官已将刺球取出，请继佛定夺。继佛各位罪魂听谕，今日老衲带领凡间善生来此采访你们受刑。情形个个坦诚重述生前失和口德，死后才堕落此狱。罪魂我生前口才甚好，讲话不但悦耳动听，更是迷人耳目。因我外表娇美，嫁夫后尚有不少男士追求。有一次，一位男士热情向我求爱，我见其财富钱多，便花言相对，骗其约我夫对我不好，希望多多照顾，进而发生奸情。
因我巧言令色，凭3寸不烂之舌，将其金钱拐骗一空，然后恶言相加，每句说都含刺带针，刺激这位男友，其受此侮辱，想不开，而自尽。加此后其心抱恨，投告阎王，阎王念其一念之差而失足，而我身为妇女，心性太毒，准予报应。后来其魂常来缠身，使我身体不安。经过7年多，运衰气弱而亡。2人与枉死成对峙，其被判好色淫。人妻女之罪，我亦受各殿严刑。今送来此殿，便成王骂我口能迷。人害人，刺人，应在受前嘴含针之刑，每日被塞刺完，痛苦百般。继佛你虚情假爱，红杏出墙，口舌杀人，死后受此罪，应该不用怨叹。第2位罪魂，说说你的经过吧。罪魂我生前是一位流氓，喜欢吸食毒品及注射吗啡，因已成瘾，便四处偷窃东西以便购买毒品。死后被判来此狱，痛苦难言，已无生前吸食毒品时那么过瘾。每日吞铁丸，受刺嘴之苦，恨我生前不学好。狱官吸食毒品，本狱所判之刑期甚久，因毒性不退，犯魂不能解脱投生。世间上有不少人爱食毒品、禁药等，阳律严判，死后阴律更重。有者更须转进阿鼻地狱，悉有犯此者，速速改过，勿再麻醉灵魂生命。继佛第3位，快快招出生前作何恶业。罪魂我因读过些书，背了不少成语，便时常与亲友强词辩理，但因所说只是邪说歪理，且常引用圣贤之言语毁谤他人。死后阎王曰：你不以圣贤之语用来行善，却用来强辩无义之理，应算妄言，嘴巴既硬，只好判你吞刺丸，尝尝铁口硬牙之滋味。现在真是有口难言。继佛有理奔走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世人讲话应说真理正语。如说杀人是对方命该绝，非我害死他，这种语调只是歪理。好说歪邪理论，死后定受惩罚。再同第4位罪魂，你为何堕落此狱？罪魂因我在世积了不少钱，为贪利息，凡是他人有急用或困苦之人向我借钱，皆以高利贷出借，努力相加，日进斗金。若对方一时无法还款者，便唆使流氓恐吓。死后阎王言我放高利贷，吸人血液，吃钱太凶，要受吞铁刺丸之刑，保在太痛苦了。狱官有些有钱人心肝如铜如铁，专门放高利贷，虽对方同意，但心肠太硬，此如吃铜吃铁，死后让其想想此种为富不仁之滋味。劝世间之富人，自己有余钱借人，不可以高利贷压榨利息，以轻利放之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何乐不为？
祭佛今日时刻不早，扬声准备回堂。多谢玉官及众将军之后，礼告辞了。玉官命众将军排班送驾。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40%。地狱游记第40回，由拿往黄钻小地狱负040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10月初9日、19日11月1977。诗曰：以蓝卷更绕回廊，圣殿清新显异香。去罢尘埃消百业，浮生何必苦奔忙。祭佛圣贤堂内外经过一般粉刷，面目清新庄严，神仙最爱清净之地。众生要见神仙者，须先把身心清洗干净，否则慧眼蒙尘，难以透视仙境也。今日准备由民，扬声上莲台。扬声遵命。恩师您今日喜气洋洋，不知乐什么？祭佛来到圣贤清净的，看见圣殿一尘不染，心头郁结全舒，故乐怀忘忧。扬声世人常说不见未清净，您意如何？祭佛仙佛有这般定力，凡人可不同了。看不到的死角常肮脏不堪，在黑暗中行邪乱的，那里可言不见未清净呢？扬声师言有理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扬声今日我们到这里，只见阴差押罪魂前进，尚无听到被刑罚惨叫声音。祭佛我们今日参观刺往黄钻小地狱，应该遇罪魂受此刑罚释慢，性痛苦，故只有呻吟之声。你等一下便可观个究竟。已进狱门，狱官及将军已在等候我们了。扬声参叩狱官及众将军，今日我及活佛恩师到贵狱参观访问，请能赐予方便。狱官岂敢？本狱为刺往黄钻小地狱，属6殿变成王所管辖。台中圣贤堂扶鸾阐教，功德高深矣。此次奉旨著作地狱游记，泄露阴府情形，劝世度人，辛劳可敬，本狱能登载于经篇，甚感荣幸，请2位入内参观吧。扬声多谢狱官赐予指教。狱内全部用凸刺铁丝网铺成，有如凡间障碍铁网，地下铺有1层，而且积水潮湿，上而再覆上1层，人不能站立，只可扶仆前进，一抬头，头背便被铁刺刺伤。个个罪魂呻吟无奈，衣服都已破烂不堪，身上还有2种物体。我因距离较远，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，请狱官告诉我，好吗？狱官这2种东西，一种是蝗虫，一种是水蛭，专门吸食人脑汁与血液。祭佛我们再前进一些，你才看得更清楚。扬声好，哎呦！
原来罪魂身上全部被水蛭缠着不放，看来实在令人惊骇，头部还爬满了蝗虫，到底在吃什么呢？祭佛水蛭又称蚂蟥，水沟中最多，一缠上人，血液被吸得精光，世人都畏惧之。蝗虫是侵害稻谷之害虫，一群蝗虫可以把一片稻谷吃成空碎，成群蝗虫现时正吸取罪魂挠碎。玉观音蝗虫专食稻谷原汁，今日他在地府所化，则吸取人脑汁，一样都是白色的液体。阳身实在可怕，我看得心脏无力，气喘，脚都快发软了。祭佛不必惊慌，我们由民著书，是奉旨而来，有我作陪，提起胆量来。玉观二位稍待，我叫几位罪魂出来供述案证。阳身多谢玉观，但要快一点，而且罪魂身上缠着的水蛭须拿掉，我最怕这种东西。玉观使事，二位稍后。这二种害虫都已除去，阳善生不必害怕。命二位罪魂招出生前作何不正之事，为何来此受苦？济公活佛集。阳是台中圣贤堂善生到地府采取案证，二位合作招供，以劝化世人。罪魂我生前为判官，主持判决案件，因曾接受被告贿赂，致使案情不按公审判，故有时造成冤狱，有时失去法律之正规判决。在生时收取非法金钱不少，难然常听人言当判官若不公正，贪财歪判，死后将会受报应。然有时心想此事只要能荣华富贵，权高势大，管他来世如何。我死后今夜镜台之照相如何贪财受贿，或不正亏心之宣判，皆一如映电影，明明白白现在眼前，除受粪尿泥地狱之刑罚外，又交来6殿，变成王斥我身为判官，知法、执法、犯法，罪大恶极，再判入刺网黄钻地狱受苦，每日匍匐于刺网内，全身被蝗虫、水蛭吸食，浑身疼痛，元气欲尽，痛苦难言。玉观知法犯法，罪为无法无天，悉世间执法之人，要学包青天之作风，严明公正，做到不枉不纵，为社会除奸度弊，代天行道，功德无量。若不按法规，徇私失节，贪图贿赂，则死后地狱严刑，一连累自己后代子孙凋零，古有明镜，报应总是无私。第二位罪魂，快速前非。罪魂我因身材壮大，生前曾在赌场及各风化场所当保镖，收取地盘费为生，日子也过得甚快活，吃喝玩乐我所不能，哪知死后被阎王判入此狱，实在痛苦无比，凄惨万分。狱官还有其他罪孽不可隐瞒，快说出，否则加重刑罚。罪魂好的，我说，因为在黑社会吃得开，所以也不想用劳力赚钱。
若缺钱用时，并常至各地商店勒索金钱，如此度过一生。即佛凡不务正业或不择手段吸取他人血汗金钱者，都将有此下场，希世人回头觉醒之。时刻不早，杨生准备回唐。杨生感谢玉官及众将军之后代，因时刻已到，我们先告别了。玉官命众将军排班送驾。杨生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既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41地狱游记第41回，游城隍庙看亡人往生情形负041。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10月面9日，9日12月1977。诗曰：世事纷纷逐影为，寒流最怕雨霏霏。亲情一旦长相别，梦里平忽不得归。继佛贵堂赖生欢之夫黄文达，今武魂离人世，使我亦感人生之短暂，世事种种何用计较？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金钱子孙何在？楼房仅再借他暂住几天，就要被儿孙送往山丘。荒郊野外了，人到底得到什么呢？杨生恩师道：您看黄先生去世后要往何处呢？继佛漫漫名路，悠悠岁月，这是人生最后去处，我趁着做地狱。游记之变，将人死后情形泄露之。杨生甚好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世人只知人死后往地狱而去，但不知死时一切情形，还望恩师解说明白。继佛可以，你上莲台，我带你详细明察一番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继佛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杨生此的我刚才来过。继佛正是，你看黄先生之躯体躺于灵床，前面是贵堂诵经声，已准备给予诵经了。黄先生儿女都现出痛苦表情，杨生为何只见肉体，不见其灵呢？继佛你快上莲台，我再带你往城隍庙一观究竟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诸恩师启程。继佛已到了，杨生城隍庙人群甚多，兵马来来往往，这是凡人无法看见的。继佛我们入内拜会城隍。城隍欢迎济公活佛及杨善生驾到，有何指教？劳驾活佛光临。继佛因圣贤堂一位副堂主之夫过世，又逢该堂奉旨著作地狱游记，为揭开死后之谜，故特到此的拜访。城隍欢迎欢迎，二位请稍坐，命将军献茶。将军遵命，请二位用茶。杨生谢谢。请问城隍，贵店办理何种业务？城隍本店为台中城隍，管辖中市洋人，负责纠察业务。是人审。
多不知臣禄之职务，城隍即如阳间警察局，专门负责警戒及巡查世人之行动。福德镇神庙如同派出所，以城隍为主管，分层负责，凡事世人扬。受该中的福音差持令来到本殿召会，然后一同到当地福德镇神处，会同前往杨家带人。杨生我尚有许多疑问请教城隍，皇差对善人恶人如何待法？城隍因差如牛马将军，或是黑白无常，凡到善家，只要向洋人一拍，其便晕迷失神，而引导之。若对恶人，则以手铐加以逮捕，视同阳间罪犯办理，然后同治。城隍处报道，阳间消弭，列入轨籍。杨生对善人及修道者没有优待吗？欲官有的，凡在世多行善事，因功广积者，因差指到城隍处通知照人，由福神引导归的福；若是到功深厚者，由个人所拜恩师提携，有者往地狱办理各种手续，有者往九阳关考验，若已正道者，大都指引升天。杨生信仰宗教不同，是否回天方式亦不同。城隍宗教虽有不同，但其理则一，要超生上界，必要在世行持中道，不偏不直，否则其升天过程必受阻碍，未能圆通自由。即佛城隍所说正是，世人修道罪既不直，排斥恭节，自是如犯此者，人心以其嗔念，或存好胜心，其众心失去平衡，故一律坠落地狱，再接受各种磨练。杨生请问城隍，现时黄先生一魂在何处？城隍我带你入内中观之。杨生原来黄先生坐于里面一室，设置如教室一般，只有5、6人在内，他坐在椅上频频向我点头，不知我可否与他谈话？城隍可以。杨生黄先生你好，黄魂多谢你之关怀爱杨生黄先生现在一直流泪，只向我呆望，也说不出话来。继佛闻答，你勿悲伤，儿女都已成人，又有妻贤子孝，何必挂虑呢？杨生黄先生哭得更厉害。继佛看开些，人生如过客，只是游玩参观一样，何必过分眷恋呢？黄魂多谢济公活佛劝解，希望能替我多教示儿孙，教其好好相道，常到圣贤堂效劳。如今我已别世，应受爱妻宽之德因，福神及城隍对我以礼招待，只是心情郁闷。杨生请黄先生冷静一些，继佛亦说了不少，晨露已尽，尚有甚道可行，不必太忧心。黄魂只叹生前未能多到圣贤堂效劳，多谢你及堂内诸好友平时之看顾。继佛因时刻有限，不便多谈，我们到办公室内再谈吧。城隍2位请到前面办公厅内详谈。
请坐。不知杨善生还有何疑？问。杨生对人之死情，许多人问我未能圆满答复，只好向城隍请教了。城隍不要客气，有何疑难尽可发问，祭佛亦在旁，如有不明，其亦可解释之。杨生人死到底，魂魄离开躯体，情形如何？城隍人要死亡，大都有前兆，就是生病，为何病呢？因人受命。如借四树将到，先落叶枯黄，经大风一吹，即刻倒闭。人一出生，的府籍已注籍，其籍如医术，洋人形影皆现身于的府。原形术，一旦此术有变，表示洋人生命将尽，故应府官员勘察。生死簿时刻一到，无常带令到杨氏召人。无常到时，则树木枯倒，称为死亡。魂魄附于人体，历数10年，如树皆知，已被同化，今要脱离躯壳，肢断皮连，如龟脱壳，甚觉痛苦。可观死状不一，有的咬牙切齿，脸凶怒目，面相全变，此属挣扎现象，怨恨怒惧表征，皆为业障较重或恨死之临终。如面貌慈祥，好像安睡，死相如生，则表示魂魄安详，去路坦然，为有善德者之象征。即佛人之呼吸停止，还不算死亡。以电池为例，灯泡如点不亮，并非电能全部消失，内部尚存微电，只因太弱关系，故不能发光。所以人呼吸停止，应认作休克状态，此时人之魂魄、神识上未完全脱虽肉体，气如游丝，因多年来的执着我相所累，故人死，其心不死，如幻如梦，知觉皆知，只是有口难言。此刻子孙已于亡者耳边劝慰，轻声道：请放心去吧，这里一切事情我们会妥善办理，请不要挂念，以助其安行全路，以免留恋痛苦。加信佛者，可在旁念佛号阿弥陀佛，信道者可念圣号太乙救苦天尊。各就其信仰诵念，因仙佛圣真皆在天上，如此念诵，可助亡者安心，不畏全路。因亡人此刻心神恍惚，如行夜路，若以仙佛圣号呼之，可助其胆量，则元灵稳定，不致痛苦畏缩。丧其中，杨氏子女宜持斋朴素，酒肉淫乐禁忌之，自可改革当地。城隍上奏明王，可减轻亡者生前罪过，此点为人子女不可忽视之，此亦为报答新恩之方法。今日时刻已到，我们准备回堂。杨生且慢，不知黄先生将到何方呢？城隍因受圣贤唐文恒圣帝之宝奏，该魂先入阴府，后日再按功过处理。祭佛杨生对此事不必多过问，详情上不屑之，准备回堂。城隍命众将军排班送驾。
杨生感谢城隍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继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回家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第7殿，第42回，由第7殿会晤泰山王，观热闹大地狱。第43回，由烙手指小地狱。第44回，由抽长小地狱。第45回，由顶石蹲身小地狱。第46回，由斧滚烹小地狱。第47回，由拔舌穿栽小地狱。42地狱游记第42回，由第7殿会晤泰山王，观热闹大地狱。负042济公活佛降，丁巳年11月16日、26日12月1977。诗曰：玉历宝钞劝世人，其书奉命在翻新。因缘早众成今日，说法随机最逼真。继佛习时东土流传有玉历宝钞劝世文一书，内载道人但失尊者，奉天地之命，魂游地狱各殿，目睹阎君严刑罪魂实情，回阳后，据实写成该书，流传海内外。观世书去恶从善者，不乏其人，应赠该书，受到感应其验者，更是昭然可证。唯阳间事态变迁，地狱刑罚亦随之翻新，为因地制宜，劝化民心。天地特选南赡部洲台岛台中圣贤堂杨善生众游地狱，采取新案证，以扶鸾方式，当场沙盘献祭，犹未新奇可信。地狱游记应运而著作，用以代替玉历宝钞劝世文一书画示，正谓千古因缘成熟之时，故希天下众生珍惜此书，势如拱璧，广为翻应流传，自然消灾化解，罕布道途。此书不只泄地狱之机，更阐修道之意，凡认真研读者，可悟道成道。应赠劝世者，凡有所祈愿，皆能如意，且可减免所犯罪过，成为忏往修来之一本福音。今日准备游民，扬声快上莲台。扬声遵命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继佛已到丁，快下莲台。扬声今日要到何方？继佛你看前面就是第7殿，泰山王已起身，赶快向前参礼。明王恭迎济公活佛及圣贤堂杨善生驾到，请到里面休息。杨生多谢泰山王。原来今日一访第7殿，但见文500官排班迎接我们，倍觉光荣。殿前罪魂不少，都被阴差插压，现时明王正位。我们来到而停止判案。明王2位不辞劳苦，亲到地府由民著书，辛苦辛苦，请坐。命将军速呈上仙茶。将军遵命，请2位先尝用名。扬声感激明王厚礼。明王那里，
世道衰颓之秋，幸有宝岛台湾圣教复兴，仙佛显灵，说法劝世，晚道狂澜，其功深矣。地狱游记奉旨著作为天运所定，善因非同小可，今日两位才到，已觉太慢了。祭佛多谢泰山王指教，就是同此一心，今日慢到贵殿，请多包涵。其次道义真权法，明王圣庙。世人亡故后，家属都为亡者行七七之礼，以诵经超度，祈求亡灵超生。此源于17为亡者魂到一殿，27亡魂到2殿，37亡魂到3殿，47亡魂到4殿，57亡魂到5殿，67亡魂到6殿，77亡魂到7殿之故，洋人即通例以7天为1周而作法事。然不知亡者生前大都集重罪于一身，非49天内就可以通过。7殿在经8、9、10殿而投生，故死后做法事不如生前行好事，生前如能行善积德，则死后福神。待路不必做法，便可自由畅行，否则任你法术高明，亦逃不过地狱关。此典悉世人了悟之。阳生为何世人言77，不言8、7、9、7、17呢？玉关冥府主要殿府位移至7殿，8殿以后是前7殿刑罚所余之。罪在审判者未多，故77之官若过，余未负罪，世人为祖先设想要通关过殿，故下此册，孝心可敬，然善心更实用。祭佛人死后在接受审判、刑罚期间，或尚未投生之前，如道称曰灵魂、鬼魂，因其日后将要投生转世于阴府之身仅一个阶段，故佛又称曰中阴身。要度亡魂出苦，后代必行善德，以感召冥王赦免，此为最佳途径。至于言僧道超拔，若非僧道有德，则仅尽人事而已，未能有所补益。寄与世人，行孝及时，生前孝敬双亲1粒米，胜过死后用1壶酒奉敬。设若双亲亡故，更应力行道德，多应诵著书、经典劝世。此善举感革先佛明观罪义，亦不失报答亲恩、超脱苦海之一种方法，尽可行之。扬生恩师之言，直指人心，大义群生，生前怨亲、母亲，死后在行孝道，然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孝而亲不在了。再问恩师的腐鬼魂形状与凡间之人相同，肉体既腐，此生何来？祭佛此即幻身、假身、隐身及中阴身，又称化身。因时刻有现，请泰山王介绍一下贵殿执掌。冥王本殿主管热闹大地狱及16小地狱，凡罪魂移交本殿，无按公审判，不容私情，详细情形，吾待2位前去参观。扬声好，好，甚谢冥王指教。
明王文武判官护驾，带领杨善生前往热闹大地狱参观。文武遵命，请二位随主公而行。杨生随明王背后，感应路凄然，王法无亲，只有道义之交才行得通。既佛杨生你之处仅伤情，然地狱无亲友可靠，只有生前善恶追随。恶者恶鬼缠，善者善官亲，劝世人要结交善友，广行善道，以免到地狱受尽凌辱。杨生以绝热气逼人，前面火焰喧天，只见红光一片，狱门疏有。热闹大地狱，城墙为砖砌而成。祭佛这是最佳耐火砖，火越烧越凝固。狱官恭迎主公驾到。明王我代祭佛及杨坚杨善生到此参观，速排班迎接。狱官遵命。明王前面就是热闹大地狱。杨生热得有些愤气，一片石砖铺成地板，底下火热通红，醉魂。走过无不滚的哀叫，由外面新押来的醉魂，看见前面情形，皆如丧考妣，放声大哭，火足不前了。阴叉向前一推，醉魂赤足踏上火砖，马上滚得痛叫，越滚全身被烧越厉害，不知他们犯何罪过呢？明王本欲名曰热闹，凡事在世太过热衷名利，致损人利己者，对异性热情异常，尽力奉承，而对同性冷酷无情者，专门在人危急时趁火打劫者，个性暴躁，时常怒火冲天，阻骂天地者，专是投机取巧，以行小路求取便宜者，喜欢趋炎附势，冷落贫困者，凡事不按中庸之道，偏激固执，至为道背德者，一律到此地狱受刑。本狱刑罚甚为简单，只要能通过火砖到300里路，就可以消罪。但火砖红烫，要通过，有者3、5年不等，皆以生前罪过深浅而定。最浅者脚踏火砖，脚底热度自然减低，故通过容易；最重者恰好相反，以罪业深浅，感受火力意义。此狱既热又闷，让人懊恼万分。又要往16小地狱受刑者，由旁边另一小道而行，一样红砖烈火，不过热度有限，仅使醉魂有惊无险，出尝苦味，到16小地狱再加以严刑。祭佛因时刻已到，下次再来拜访，我们先告辞了。明王时刻既到，我们亦不多加挽留，命众将军排班送驾。杨生感谢泰山王热忱招待，我们辞驾暂别。祭佛杨生快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43地狱游记第43回，由烙手指小地狱负043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11月念6日，5日1月1978。诗曰：岭上缤纷雪压梅，
无情岁月即相催，屠刀放下轻双手，信地勤修卧玉碑。祭佛寒山岭上雪花飘飘，又是岁月年终来到，劝诸生速把屠刀放下，不要再造新业，今日准备游名，扬升上莲台。扬升天气真冷，我怕受不了，请恩师再赐下仙丹，您看如何？祭佛不要心理作用，难道灵性亦怕冷吗？既想求丹，为师本性慷慨，赐你一粒就是，快服下，准备启程。扬升多谢恩师赐丹，请原谅我执迷不悟。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扬升今日我们到何域呢？为何尚未见玉官出来，只有阴差压嘴，魂来来往往。祭佛我们向前再走一段路就可明了了。扬升原来前面就是热闹大地狱，前期我们已经参观过，今天还要再参观一次吗？祭佛不是，今日我们将参观到手指小地狱，该狱必从热闹大地狱旁小路经过。扬升前面已觉热气逼人，我们怎么前进呢？而且该小路听说也是一条热路，我这凡族如何通过？岂不被烫得红肿？祭佛你别害怕，有我在旁，热地可以化成凉地。扬升请祭佛恩师做法吧。已到小路，路面呈红色，如砖窑烧砖，如何通行？祭佛看我做法，佛扇扇开红尘土，力化清凉净心地，可以通行了。扬升果然佛法无边，一条钢色热路突然变成清凉净土，那些醉魂前进顿觉轻松不烫，个个惊奇万分，都往四处观看，他们亦趁机加速前进。祭佛快随我前进，不然法力失效时，你就有路难行了。扬升随恩师飞奔已到近处，左边小路已有玉官及将军排班等候。祭佛那是闹手指小地狱之玉官及将军，快前去参拜。扬升叩见玉官及众将军，在下为台中圣贤堂扬升，奉旨随师前来地狱，采取暗证，者陈善书劝话，今日来此，望多指教。玉官欢迎二位光临，地狱游记将更改本狱暗证，甚觉光荣，请二位随我们前往狱内参观。扬升多谢狱官不弃，闹手指小地狱六字已呈现狱门，门边守卫森严，各设岗哨把守。狱官请二位快进入。扬升已闻悲泣呼叫声，祭佛各狱都是凄凉哭声，地狱所闻犹如人间之病患发作时情形，悲哀而盼望生路。扬升狱门设备甚为科学化，醉魂双手被弹簧所缚于一铁轨上，铁轨通红，醉魂双手被烙烫，欲缩不能，铁轨热力强烈，弹簧不但紧逼，且传热迅速，醉魂想逃，却耐不住热火，又跌倒碰上钢
鬼，双手如实火炭，玉气不能，脸上汗水淋漓，双手也焦烂不堪，整个人痛哭乏力。玉官本域名曰烙手指小地狱，以前是用烫豆烫手，然未配合适，人手段高明，故改用新式刑罚。我调几位罪魂自述在阳世作何不法？祭佛阴阳同一理，真是强中还有强中手。玉官罪魂听旨，今日济公活佛及阳间台中圣贤堂阳善生前来本，欲采取按证劝示诸位自述生前不法行为，以教化世人。罪魂我生前生性风流，常在暗处轻步过路女性，一生犯此罪过12次，死后被判来此狱受罪。狱官手举乱动，魔掌该罚。第二位快自招之。罪魂我生前专门唆人争讼，替人写告状，从中取利，一生只办此过，死后冥王大怒，判我洗邪送状，双手害人，需要烙手在此受刑，痛苦没人知道，求济公活佛救命。济佛你既学有专长，何不诉状冥王，求他赦罪呢？罪魂冥王铁面无私，我不敢自寻麻烦。济佛既然如此，求我一事相同。狱官不可随便求情。第三位快招供。罪魂我生前开赌场抽头，并常设计诈赌，骗钱胜聚，生前应得。钱容易，生活糜烂，常行犯法之事，于黑社会甚吃得开。那知死后，阎王大怒，判我入烙手指小地狱30年，每日受苦难。当济佛开设赌场又诈赌，罪大恶极，刑其若毙，转世为人，双手必有残缺报应，希世人勿速戒赌。第四位快招数。罪魂我生前曾开空头支票，盗人之钱财，死后被判来此狱。在世时，心想只要远走高飞，债主便拿我没办法，那知被的府阎王居来受严刑。狱官欠人钱财，分文必须还清，否则死后地狱无情，严刑不贷。济佛现实世人，开空头支票者甚多，支票寄出，若逃避不兑现，即是空头绝手，其死后必受严罚，来生做牛做马贪孩。古今中外无人可以侥幸，因果报应丝毫不昧，世人当慎之。狱官第五位，你不再神气了吧？快说出生前得意事件。罪魂请狱官不要再讽刺了。我生前是不良帮派中的一员，时常滋事扰乱社会治安，一遇看不顺眼事情，或有人向我注视，便出拳揍人，打架可以说是家常便饭。死后冥王当场令牛头马面修理我，问我服气不服气。想起生前之作为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狱官你年轻力壮时，火气那么大，专门打架胡来，破坏社会安宁，拳头既硬，现在只好叫你碰钢轨，消消你的火气。
祭佛时刻已到，杨生准备回堂。杨生告辞玉官及众将军，多谢厚礼指教。玉官理所当然，众将军排班送驾。祭佛杨生快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44地狱游记第44回，由抽长小地狱复044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11月念9日，8日1月1978。诗曰：鸾笔磨成九转丹，回身有束缚之安。天书万卷开人智，玉帝洪恩报不完。祭佛杨人魂游地狱，并不是神话或是谎言，自古以来不少人死而复生，都能会声会影，道出的辅情形，足证经典所述非虚。不过世人若非亲见，便不相信，说来是智，也是痴。这话怎么讲呢？自己身体内的五脏六腑，也是看不到的东西，道也相安无事，一旦让你发现或感觉得到时，那就惨了。不是这里，痛就是那里痛，需要照 X 光，开刀了，世人平常看不到五脏六腑。难道这些东西就不存在吗？地狱平常看不到，但它还是存在的。除了少数人可以生前看到，其他人一旦看到地狱，则死期已到。所以老衲劝世人觉悟，认看不到的东西仍是有意存在的价值，你的思想、呼吸、感情都是看不到，只能用感觉去体会。可是这些看不到的东西，正是维持你的生命、主宰你肉体的元素脑。杨生讲的有道理，世间看不到的事情可多哩。如一个盲人，不能因自己看不到而否认世间一切形形色色，但他凭着一只拐杖，却能行千里路。正也告诉我们，肉眼虽然多障碍，心眼却是魔所不通的。但是我们自闭心眼，却被这盲从情欲引进了三途六道。祭佛说得好，世人明知是犯法勾当、害人的陷阱在前面，仍然不顾一切，也不学那持杖的人，用拐杖探查前方，就这样跌下了万丈地狱谷，要翻身出来，不知要再等几劫之后了。时刻不早，杨生准备游冥，快上莲台。杨生已准备好了。祭佛看你里衣尘土满金钱，也不洗干净，这样到冥府有失礼仪。杨生里衣被沙盘飞沙污染，一时没注意，请恩师原谅。祭佛杨人赴冥府，不但要持斋，衣履更应洁净，以后特别注意。快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。已到了，杨生速下莲台，向玉官参礼。祭佛遵命，叩见玉官及诸位将军。玉官免多礼，
欢迎济公活佛及杨善生驾临，本狱早已接到圣贤。唐杨善生将要来访，欲闻著书劝示，功德无量。本狱为抽长小地狱，请二位一同入内参观吧。杨生多谢狱官厚礼，原来这里是抽长小地狱，阴煞来来往往，各押罪犯进出，以闻嚎啕之声。祭佛，我们快随他们背后进内。杨生已可看见狱内受刑情形，罪魂赤身排列，被缚于柱上。阴煞鬼卒用刀向罪魂肚上一插，然后往下一包，装个肚皮裂开，肠肚随之流出，闷得鲜红腥臭，肠肚流于地上旁边，甚多黑狗互相抢食，肠肚虽出，上连于心，未脱离身体，被狗抢食，真拉不已。罪魂痛叫呼唤，而陷于昏迷中，实在不敢再看下去了。请问狱官，他们犯何罪过，被判来此狱？狱官，这些罪魂在世都是贪官污吏，或是毒肠黑肚，故死后来本狱受劫，如要明了详情，我带几个出来询问。杨生，那最好，有实证是人才肯相信。狱官，我已带出罪魂，请杨善生询问之。杨生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为何到这里来呢？罪魂，我生前为官，常利用职权上方便，收取不法贿赂或共谋，炒地皮，争取暴利。反正有利之处，我想尽办法圆私。不幸死后被送上灭尽台显香，自己贪取不法财力情形，皆纤细部引现出，使我大为惊异。经各殿审判，最后移交七殿，泰山王判我入抽长小地狱，每日肠肚外流，狗吞真实，痛苦难以形容。狱官，你身为政府官员，不为百姓福利着想，却是明知明高，只要能吞下口就吞，肠肚实在太不干净了。劝世间为官之人，要以服务人群为职责，处处便民爱民，忠贞为国，则功德无量。如专以取利为目标，死后地狱难以饶赦。杨生在问这位老太婆，你这么老了，还受这种刑罚，到底生前做什么不对呢？罪魂想起生前，后悔也太慢了。我48岁时因经商失败，便召会渡难关，但因一时失去理智，决定到仁惠前，然后搬至他乡。54岁时病亡，被移送七殿，阎王判我来此受罪。狱官到仁惠前，吞下去不吐出来，现时只好将肠肚外吐，吃多少还多少，因律公平，你自作自受，后日刑期完满，再转世还债。杨生再请问这位老先生，你来此狱受苦多久了？罪魂3年多了。生前家中务农，以种菜为生，不知如何，中年后蔬菜时常感染虫害，故必用农药加以消毒灭虫，有时看见菜
价甚好，便将刚喷过农药1-2天之蔬菜采下出卖。只是如此，死后便被冥王判来抽尝小地狱，只为自己无知所害。狱官以只知赚钱，将上残留有毒的蔬菜出售，害人不浅，不少人吃。你知蔬菜中毒，或毒素积少成多，而害肝病、癌瘤，你知新常态。毒，故要受此刑罚。杨生，请问这位老太太，您为什么来这里呢？罪魂，哎呦，天哪的呀！在这里实在太可怜了，请师父救命。祭佛，我实在可怜你，想当初你怎么不可怜别人呢？快说出你的罪恶史。罪魂，好啦，我因有一养女，从小就不加疼爱，鞭打无常，另眼看待，长大后看她姿色美丽，强迫迈入烟花赚钱，死后阎罗王不放我甘休。狱官恶毒心肠，视养女如摇钱树，破坏伦理，泯灭天良，心偏常应，罚你应该。祭佛，时刻已到。杨生准备回堂。杨生，我还有问题请教恩师，就是这些罪魂受刑时，既受一次刑罚，已昏死不省人事，为何能复生在雨刑处呢？祭佛，你曾梦见被人枪杀吗？身虽受伤，觉得痛苦异常，但醒来只是冷汗直流，并无死呀。明夜又做他梦，醒后觉得自己又是完复如初，并无伤口。所以人死之后，其魂魄如梦游一样，身虽受刑罚痛苦，被阴差用还魂水泼下，复醒又无伤痕，让他在回忆中感受惊骇之痛苦。因府惨刑是为了使其灵性觉醒而已，故人死曰大梦，亡人则在长梦中受苦也。在譬喻一例如梦中捡到黄金，欣喜若狂，一旦醒来，空空如也。可见梦幻非真，迷者受愚，世人修道如不能觉悟此点，故执行香，也终成幻梦一场。杨生，原来如此。恩师，我已坐稳莲台，向狱官及诸位将军告辞了。狱官众将军排班送驾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45地狱游记第45回，由顶石蹲生小地狱复045。济公活佛降，丁4年12月初9日、17日1月1978。诗曰：众道尊师得业尊，雕花落叶总归根。思源念本通真性，被忆忘恩何足论。祭佛，蛇年将近，大家都想马到成功，不过要成功也需马不停蹄，努力的前进。老衲希望世人把握马年，快马加鞭，不要马马虎虎。马耳东风，修道应学马匹所向无敌精神，不畏任何阻碍与艰难。若得过且过，一旦老来，已是驷马难追了。
今日准备由民，扬声快上莲台。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，不知我们要游何域呢？祭佛要赴7殿所辖顶10吨深小地狱，准备超程。已到顶10吨深小地狱，扬声快下莲台。扬声果然刹那间已到，在堂前坐上莲台，闭着眼睛向乘坐喷射。只听见喇耳声音，即已到达地狱。祭佛人就像在半空中的飞机，内部不能有一点故障，否则危险万状，要坠落万丈深谷，仅在刹那之间。一失足的话，粉身碎骨，无法辨认。操纵安稳，一加油升空，也是轻而易举。因此，人的身堕仅凭一念而决定。修道养性的人，唯有临履战惊，不能有一时疏忽，如堕落地狱，那仅是分秒间的事。所以劝世人稳驾你的念头，看清方向，虽在云雾弥漫之中，心的指针人应把握，自然不致失事了。这座莲台浮在红尘污水上，要有定境的功夫才做的，否则一失足人是沉沦在无底深渊了。你有福气才做得到，好好把握吧。快向前面狱官们参礼。扬声遵命。叩见狱官及诸位将军，我乃圣贤堂扬声，今日师徒。奉旨前来贵狱拜访，请狱官赐予方便。狱官欢迎祭佛及扬善生来临。奉旨著书为光荣之事，欢迎二位进入狱内参观。扬声感谢狱官。里面罪魂正在做公事，大大小小都在搬石头。是否贵狱要新建房子呢？狱官这里不在建筑房屋，那是罪魂被罚顶搬石头。扬声难怪他们搬得呼呼大叫，大石顶于头上，双手扶住，身躯半蹲，好像很吃力的样子，每人寸步行进，有的体力不支，将石头跌落，身体或双足便被压得破碎，人即昏倒于地上，因茶用水一泼，立即痊愈，再扶起石头前进。这种刑罚有些古板，可是用来罚人却很实用。狱官这些罪魂在村里练铁头功，他们在世都是头硬或趾高气扬，或为人师表，不知清高自爱，或不尊师重道者，死后只好来这里修炼。扬声是否请狱官传几个罪魂，谈谈他们生前作为？狱官好的，我传令几个出来供述生前差错，以作劝世资主。已传出几位，请扬善生发问。扬声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为何来这里搬运石头呢？罪魂说来惭愧万分。我生前当教员，因看见学生中有几个颇具姿色，便利用教学上方便，半诱半胁而兼营之。生前丑事虽无漏阳，但死后却难逃阎王慧眼铁面，一入地狱。因差及各殿阎王喝令鞭打，尤其交到7殿，泰山王更是怒发冲冠。
骂我为畜生，为人师表不知洁身自爱，而凌辱学生，判入鼎10吨，生地狱，头抬不起来。狱官你身为人师，不知廉耻，奸淫学生，罪大恶极，现在叫你头顶覆石，垂头丧气，不要见人，才不会愚修。劝世间为人师表者，不论道师、学师、业师，士农工商无师传习，则业不精，师徒如同父子，应以礼相待，不可越轨，以免招天谴。杨善生继续发问：杨生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面貌看来修养有素，又理光头，为何来此练功呢？醉魂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就因光头，石头顶住，感觉痛不可支。生前我为学道之事，入师门后，因多看了几本经书，便自以为得道无上心法，见老师所学已比不上我，从此自称为师，更时常在同道面前说师之是非。死后因欺师之罪所累，而被阴差押来地狱，经阎王审判，言我受师之道，拜师之德，纵博览经书，尽可以真理度人，但不可妄自称师，否则判入鼎10吨深小地狱，每日鼎10吨深行路，以消罪孽。既佛学生有才能，尽可能发挥，自古有徒胜于师者，但自己纵有才能，仍应尊师重道，不可逞能毁师。世间各种行业都由师手传习，方能有成。但现世之人，有者太过现实，学艺不精，便离师门，赚钱第一。对，以前教会老师忘恩负义，学道者每标新立异，好为人师，种种名堂不一，大费师道，一速忏悔，以免受鼎10吨深之苦。杨生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为何亦来此受苦刑呢？醉魂，我生前富有，并具辩才，每在人群中轻视平人，并常以是压人，以话凌人，讲话夸口不休，只犯此罪就被判来受罪，心中有些不服，请济公活佛替我辩解，做公道人。济佛好好，钱拿来再说，没有钱讲话没有重量，无人肯听。如有钱的话，我可向狱官讲情，减轻你的罪过。醉魂，多谢您的帮忙，但现在我身边无钱，都留在人间，被子孙取去花用，怎么办呢？济佛，那么别梦想了，有钱有势人低头，无钱无势自垂头，谁叫你生前骄傲，如今前世何在？还是好好去顶石头消罪过吧。狱官，你太可恶，至今还想以势力压人，阎王铁面，用钱是买不通的。刚才济佛在讽刺你，你知道吗？以后不可乱说话，否则再加重判刑。济佛，是路留3分让人行，不可独霸独行，人不能永远高高在上。一旦失势失利，则人皆唾弃，如太过分欺人，放弃不低头，那么死后再让他低头未晚。时刻已到，
告辞狱官，我们准备回堂。杨生多谢狱官，劳烦诸位将军，先告别了。狱官众将军排班送驾。祭佛杨生快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100%加46。地狱游记第46回，游斧滚烹小地狱负046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正月廿3日，1日3月1978。诗曰：孝道如同蜡泪流，殷勤欲呆乐时休。开怀迎的春风意，对月弹琴时点头。祭佛戊午新年，首次由民著书，春天要有春的气息，才是好的。开始。杨生准备游民。杨生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杨生我已下来，今日所游是何狱呢？祭佛今日游斧滚烹小地狱，前面狱官已排班迎接我们。杨生果然前面有一班人马，表情甚为亲切，向狱官及众将军参礼。狱官不用多礼，今日祭佛及杨善生驾到，欢迎之至，本狱名曰游斧滚烹小地狱，是七殿所辖。二位奉旨前来，真是劳苦功高。祭佛那里，还是您们辛苦，整日与罪犯在一起也是不好受的。狱官这只是尽职而已，为感化罪魂，也费了不少精神，如同您们为劝世度人，著书立说一样，都是代天宣化。二位请随我们入内吧。杨生已到狱门，门边守卫森严，罪魂并不太多，有入无出，恐怕刑期太久的关系吧。狱内设备不太美观，整排大釜，好像乡下烧猪菜用的大锅一样，底下阴叉正猛烈燃火，釜中还有滚油，如阳间所说油鼎一般。罪魂被阴叉所压，用铁叉插入釜内，顿时大叫一声，沉入釜中，滚油无情，瞬间罪魂变成一具白色骷髅。请问狱官，这是什么刑罚？犯何罪者方来受此结束呢？狱官游斧滚烹小地狱为七殿最严重之刑罚，阳间所谓下有鼎是收妖精恶魔之极法，故来本狱者，乃是在世之重犯，他们于人间行极恶，故死后来地狱受极刑。杨生他们所犯何罪未多？狱官凡在世之强盗、抢劫犯、杀人犯、乱伦犯或极大之贪污犯，或下毒药害人、杀人性命之罪犯及忤逆天理之人，死后除受各狱之刑罚外，还要来此受刑。杨生除此以外，还有别的罪犯来此吗？狱官若在世行使法术害人者，亦要受此刑罚，以治其法力。杨生是否可调几个尚未插落府内之罪魂，询问一番？
玉官可以，命将军带几个罪魂前来招供。将军遵命。已带来，请杨善生询问之。杨生，请问这位老太婆为何来此受罪呢？罪魂我生前为风化区劳保，一生专门经营拐诱或收买女孩，赚取皮肉钱行业。死后被判入粪尿泥及抽肠地狱受刑外，又送来油顶地狱，名王真。是残忍无比，我生前只知赚钱，不信鬼神，死后方知地狱难逃。玉官，你心态不仁，不思同胞一般无肉，你用钱收买，再任人催折，道德人性何在？不下油顶滚烹，你身上细菌不能消灭。杨生，请问这位先生，看你年纪尚轻，一来受此极刑，身上还有血迹，双手扶住呼痛，披头散发，有点太保模样。不知你生前从事何种事业？罪魂说来后悔难当，生前不学好，与一些太保兄弟混日子，因赌钱负债，逼不得已起歹念，进行抢劫，不幸被逮捕，经当局判死刑，枪决而亡，现时枪伤仍然疼痛不已。后经各殿审判后，移送七殿，阎王无情，判我入油府地狱。现时惶恐不安，希望世间人要安分守己，别人的东西抢得来吃不下去。辜负师长教诲，双亲养育此份恩情，不知何时何日才能报答。既佛国法无亲，你自寻死路，最后只好饮弹而亡，但你还有一点良知发现，待来生再修吧。杨生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为什么来此受罪？罪魂生前一时失去理智，为爱争风吃醋，连杀2人，后被判死刑。死后经各殿严刑，今又交来此狱，看油锅滚滚，皮肉颤抖，自恨一时之错，造下滔天大罪。玉官，杀人偿命，古有名言，手下即是生命如蚁，下有府又有何可怕呢？不下有府，杀手滴血不能干。杨生，请问这位老先生，你来此狱是为何因？罪魂我生前学会道法，独得师传秘技，人称福资仙，凡事有钱给我，拜托我用邪符做法，使别人精神错乱，家宅不安，或差人婚姻均一照办，并用邪符迷昏女性心神，而奸淫之，生前可谓畅所欲为，死后阎王大怒，想处罚我，我亦用邪术斗法，那知阴府阴兵联合攻击我，使我招架不住，今日下油顶，一切道法尽破，而化为乌有。有法不用正途，死后最惨。玉官，你无法无天，借术害人，是魔道之人，应辅罪记术土做法害人。凡术士不正，死后无一人能逃油顶之刑罚。昔世间学法者，还守师训法规，所学作救世之用，则死后可入神道；反之，则入魔道，甚之
杨生请问狱官，贵狱刑罚，罪魂一路由顶，变成骷髅，再插起，用还魂水泼下，而后还魂复原，如此重复受刑，罪魂感觉如何？狱官下有顶，最痛苦无比，所谓体无完肤，罪魂如入水中一样。首先窒息，继而热痛，便渐失去知觉。凡有魔术、道法者，经有辅则破功。祭佛应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回堂。杨生多谢狱官及诸位将军亲切招待，先告辞了。狱官命众将军排班送驾。祭佛快上莲台，杨生我已坐稳，恩师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47地狱游记第47回，由拔舌川塞小地狱复047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2月初3日、11日3月1978。诗曰：世事纷纷不用真，心田免税应勤耕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转眼又闻落叶声。祭佛看了这首诗，也许有人说老衲是消极者观者，话有人说，我也无法阻止。积极如上楼梯，若只想进步，一旦百尺竿头步，知止步，那只有摔得粉身碎骨。所以世人应了悟，人生一世并非久长，高楼大厦暂借你居住数，10年谁也无法留着不走，一旦四肢伸直，万事皆休，子孙止。好，请你迁居他处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旧人换新人，如果不早觉醒，等待满身尘埃时，看不出一点新面目，那时也就是做古人的时候了。今日准备游灵，杨生上莲台。杨生签名。庙前金声响亮，又是送人归西之声乐。祭佛金声催人醒，死人不再回，我们往阴府去吧。已到了，杨生下莲台。狱官欢迎济公活佛及圣贤堂杨善生到本狱参观。本狱是拔舌川塞小地狱，属七殿所管辖。2位先常奉命著书，功劳非浅，可敬可敬。杨生狱官夸奖，实担当不起，由名著书中受恩师祭佛之提携照顾及狱官们之指教，内心由衷感激。今来到贵狱，请狱官开赐方便。狱官当然开方便之门，2位随我入狱内，详细参观。祭佛甚谢。已到狱门，守卫排班恭敬行礼，狱内一片哀声呼叫。因差用铁钩将罪魂嘴巴撑开，再将舌头勾出，力见罪魂大声呼叫。即用利刀将其舌头割断，鲜血染满胸前。至此因差还不罢休，再用铁钻将罪两腮穿透，以牵线穿附于柱上，罪魂呻吟昏迷了。这种刑罚真惨烈。狱官舌连心窍，受创无不剧痛万分，凡是受此刑罚者，皆手颤、脚抖、
分妙其下。扬声因私设行之人，都是对症下药，真是惊奇，未知这些罪魂身犯何罪？欲官来本欲受罪者，都是犯口业，失口德之路，我传令罪魂字。数生前失德情形，以登载地狱游记劝化世人。扬声多谢狱官成全，狱官罪魂已出来，扬善生尽可问之。扬声请问老太太，你为何来此受罪？罪魂我只是口不修而已，并无犯罪。祭佛口舌杀人不是犯罪吗？你不实说，再加重判刑。罪魂好了，我实说就是我生前最会嫉妒他人，常常挑拨离间，曾用话重伤他人，致使家庭不和，兄弟分家，老迈双亲为此失去奉养，其他并无害人。狱官你是世间所谓长舌妇，身为女人，不修口德，以言语唆弄，破坏圆满家庭，而且烟酒槟榔不离口，平时说话无一点分寸，有时大声嚷叫，有时附于男人耳边细声传语，所言皆不正当或是非言语，此舌有毒，必割下来，才能使你哑口无言，再修口德。祭佛舌利如刀，拔舌地狱妇女最多，因女人小气多言，罪一生风作浪。有的身为女人，无一点柔性，讲话声带如吼，以言语得罪他人而不知检讨，死后牛头马面，必修前其舌，使其声调降低，息世间女人容颜未善，免失和气。扬声请问这位先生，你犯何罪？为何来这里受此刑罚呢？罪魂我生前脾气火烈，一遇不如意的事情或听到不顺耳的话，便破口大骂，不论尊长或他人祖宗，一律臭骂而不惧，其他并无作何恶事。死后阎王不放我甘休，言我恶口骂人，肮脏难赦，判入此狱，受割舌穿腮刑罚，痛苦万分，希望世人不要学我随便骂人，否则死后到地狱有苦难言。狱官俗语说心恶无人见，口恶众人听，恶口容易得罪人，惹成是非，大伤和气。所谓刀伤一合，言伤难消，骂人实目中无人，粗鲁不饶，对人侮辱有加，可谓五伦不分，亦是一大罪过。尤其修道者，说话更应以礼发言，强不以出语含晦，否则口德败坏，道果已腐，绝无成道希望，死后拔舌穿腮，地狱有份。扬声请问这位师父，你亦来此念经吗？罪魂阿弥陀佛，苦经苦经，想起生前慕佛法之伟大，故出家受戒为僧，勤研经典，心有所得，著书说法，或登台讲道，常批评他教是非，以世尊为大，其他神仙、王爷、妈祖等都是小神，都是一切天魔外道，非我佛之正道，不必信奉尊敬受我教化者不少。
从此藐视神圣，毁谤他教，我应照经典记载而说，故不知有错。死后一点真灵就复，无法脱身，原来是受诸天神圣所拘，毁谤之罪不轻，使我堕落地狱，不能往西方，请求济公活佛提协度我。济佛涅图，佛无你这种弟子，佛法平等，一切神圣在不同年代与环境中各修成正果，语言尊称不同而已。妈祖等神仙皆是救世度人，或修真炼性得道高人，羽化归身大罗逍遥圣境，与佛说极乐世界无异。因末法修道者甚多自作聪明，为拉拢信徒，妄为增删经典，或者作偏见之书，造成宗教纷争，使慕道者盲从，起轻视他教观念。同人而不同心，红尘波浪大作，罪不可赦。昔世间为僧为道，修道只在明心见性，并非制造是非。凡说法含写著书存篇者，如不早焚书执笔，亲口讲正经，死后一律受罚。舌穿腮之刑，叫你天天口里念苦经，去体会口舌伤人滋味。今日时刻已到，扬声准备回堂。遇官失礼之处，请多原谅，命众将军排班送驾。扬声感谢玉官及众将军，我们师徒将告别。恩师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启程吧。继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回家，返回主网页班红。第八殿，第48回，游第八殿与都市王续谈。第49回，游车崩小地狱。第50回，游断肢小地狱。48地狱游记第48回，游八殿与都市王续谈复048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2月16日，24日3月1978。诗曰：禅心映月映深潭，炼性须将玉板参。世事拈花传妙诀，达摩东渡指33。既佛月光明亮而不刺目，此谓知性光。修行者禅心映月，表示皎洁无尘，平和明亮。月光虽净，并非死寂暗淡，以潭水未净。镜中传真无影，自照本来面目。炼性之事，身居红尘，为敛真性，不使外游，故如玉板，坐于尘土，如坐玉板上，一股灵气冲透泥凡。世人勤住坐卧，虽有大理石地板，或柏油路面，高贵床具，但身躯所致灰尘不离，纵有吸尘器、清洁剂、漂白粉，衣服仍然3天2换，可见苦海尘埃之重。世尊灵山会上拈花映正，迦叶露颜微笑，此花非凡花，乃是迦叶知心花，故目睹而心花怒放。今日无执鸾鸡飞舞，迷者一世未庄。
心中冷淡不起作用，那知智者心中有物，鸾机指我心机，静中起动，沙中淘金，使者沿路微笑，顺手的宝，亦如反掌也。加达摩东来，直指人心三三得九，阳极归一，指你本心，正是道你。万法归一处，痴迷的众生不睁眼睛，还以为达摩伸手向你口袋窃取银两。哈哈，口袋里那几张钞票不值钱，不要老紧握不放，到后来还不是被子孙索取一空。祖师既然要的话，干脆剥开血心换个佛心吧。杨生恩师，您说了一大堆，不怕人家听不懂，当作废物吗？既佛废物才值钱，你看那些垃圾车上，不是有人眉开眼笑的捡取黄金吗？你弃我取，绝对没有损失，慧眼才能识货。在黄金国里，人们视金如砂石，不知它的真则，那是90成迷的关系。今日我们准备游名，杨生不知要往何方。祭佛要游第8殿，快上莲台，准备启程。杨生遵命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杨生我已下来。祭佛前面就是8殿，门边有人入内通报了。杨生阎王及仙官已下阶迎接我们，殿上牌匾书有第8殿都市王字样，阎王身穿龙袍，面甚庄严，已步下庭阶，叩见都市王在。下是台中圣贤堂正鸾杨生，今日随师来到贵殿，请阎王开赐方便。明王勉励，快起来，二位辛苦，为著书奔忙于丰都，快随我上殿。杨生感谢明王。殿外人群甚多，正在候审，一见我们都露惊奇脸色，有者被阴叉压打，正在痛哭。明王祭佛及杨善生，请坐。现暂停办案，欢喜与二位聊聊，命将军奉茶。将军遵命。请济公活佛，杨善生用茶，不要客气。明王请饮茶。期待已久，二位如今才驾临本殿，真是好事多磨。祭佛每次游名时刻有限，故著作《地狱游记》心情，著书方能一番风顺，虽慢但稳，乃是大器晚成，有劳明王了。杨生我们师徒到地府，受明王及众仙官之照顾，内心甚是感激，只是自觉无何长进。明王行道不是易事，分秒必争，尺寸难差，生活于得失之间，如无法时时把握住，到心一放松，即找不到它了。不要自责，如能捡回失误，自然没有损失。能握往这颗道心走到人生道上的尽头，那么才是属于你自己。杨生明王今言拜寿，今日由名列此，请明王介绍第8殿情形，以启示众生。明王甚好，我主掌8殿，本殿所审判者，
都是一致欺辩行必胜。有余罪之人，交由本殿裁判，补足刑数。本殿主欲是大热恼大地，欲另设有16小地狱为妇狱，以惩罚世间罪犯。寄予世人，需要安分守己，尽人道，修天道，了悟真理，追救生。从何来？此从何去之路？勿再堕地狱受轮回之苦。杨生，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冥王，许多人问我，为什么罪魂的姓名与详细地址，不详细公述，以记载地狱游记？如能这样劝示效力更大。因为现在的世人专门讲求实证，没有可稽查资料，恐信服力较弱。盼冥王能对此事加以说明，以示群疑。冥王各狱罪魂对洋人之访问，每有所顾忌，加之玉帝有旨准，免报出姓名住址，仅公述在世罪行即可，这是有所顾虑的关系。罪魂姓名住址若能述于书，劝示效果增加，但是将人之恶名宣扬，恐遭其儿孙舍修，甚而发生纠纷事件，导致劝善无功，有碍劝示善意。因此，所有罪魂恶名均予省略，以昭慎重。既佛君子仍然是君子，小人枉自谓小人，犯罪者不必问他姓名往址，先居不再说。生前信不信天堂地狱无妨，但若为非作歹，一旦落在阎罗手上，方才相信为时已晚。因时刻已到，我们改日再参观各狱吧。准备回堂。杨生实事。因时刻已到，感谢冥王圣意招待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冥王令文武官员排班送驾。杨生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。继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49地狱游记第49回，游车风小地狱负049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3月初1日、7日4月1978。诗曰：修真悟道守黄庭，打破谜团脉络经，归鹤养神常立定，人无欲念自通灵。黄庭指身体黄庭经及身体经。继佛接奉圣谕，地狱游记一书须在今年8月中秋缴书，害老衲紧张万分，票既买了，若不按时由民参观，一过时刻，地狱撤止。扬生你再也无法通行了。扬生地狱不是好玩的地方，如脚趾玩书，就算交差也觉轻松了。继佛无债一身轻，欠众生的债务若还清，落得清闲。可是人不知，如众生度尽，我这个活佛的佛号也保不住了。扬生为什么呢？既佛不离众生，一离众生，则无佛可称。佛号是假名，与众生无异，是人物被形象所迷。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游民，快上莲台。
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。祭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扬声我已下来，不知今日要游何域。祭佛你看前面火焰冲天，就是大热闹大地狱。扬声果然一股热气逼来，感觉闷热，我看改个地方参观吧。祭佛也好，前次已参观过热闹大地狱，与此域大同小异，火力大点而已，你随师前进吧。扬声遵命。阴差各押罪魂来来去去，一路上呵斥，有如刑场。请问恩师，这些阴差有时现牛头马面之相，有时如同平常人一样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祭佛阴差俗称黑白无常，有称七爷八爷，有称犯无咎。善必安，一般犯罪的人，阴差都现青面獠牙，以惊吓心虚者，胆怯较软而受胆。若是无罪的人见之，约看无妨，相见并无干碍，所以有云不做亏心事，三更敲门心不惊。如阳间犯人看见警察，好像遇见犯无咎，善必安，吓得粪尿直流。警察写有手铐、枪支，黑白无常亦写有铁链、刑具。安分守己者，见之，心安理得，自然对警察视如宝物可亲，反之通缉犯见之矣。为煞星降临，先逃未妙。故善人不怕阴差，恶者见之心寒。已到车公小地狱，我们进入参观。将军何方神圣？为何带洋人闯入地狱，不准通行？祭佛我是济公，奉旨带洋人前来参观地狱，以劝化世人，快入内通报，不可为止。将军原来是老和尚济公活佛，我因不知缘由，请稍待，我先进去通报。扬声他们不知我们要来吗？祭佛临时决定，所以将军不知。将军得罪二位，请赦罪，狱官已带班出来迎接您们。狱官欢迎祭佛及扬善生驾到，怠慢之处，请宽恕，不知二位前来本狱参观，失迎，快随我们入内吧。扬声感谢狱官，看见狱内罪魂惨情，各被车子压得粉碎。狱官本狱为车封地狱，凡一殿至7殿受刑毕的罪魂，有者再交来本狱加刑，以受足数之刑罚。扬声这些车子两轮凹凸不平，4钢刀尖利，车前以4只驴子拉车，罪魂被压伏于地上，驴子被打，飞奔前进，罪魂一声哀叫，已被压成肉酱，可怜兮兮。祭佛你看这些肉酱，一经夜风吹过，又复原形，再接受另一次的刑罚。扬声不知他都犯何罪。狱官奸淫不孝，杀人害命者，经各殿之刑罚后，甚多再交来本狱受车崩之刑。本狱用意乃在整刑，因世人犯奸淫不孝、杀人害命，都是失去人格，故再来本狱压成肉酱，重新制造也。
既佛因时刻已到，知悉车崩地狱用意，世人须忏悔神前，凡有罪过，从此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，自可免受车崩之刑。杨生准备回堂。杨生感谢玉官及将军之引导，因时刻有限，先告辞了。玉官命众将军排班送驾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吧。既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50地狱游记第50回，由断之小地狱复050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3月初6日，12日4月1978。诗曰：土豆落花方的人，神仙面目现天真，无情下种因成果，有意修身反复人。既佛土豆花蕊不枯谢凋落，则果不生，故称之曰落花生。本还原之道，则在其中矣。死里逃生，方未生；若生里就死，则死无可救。一的必有一失，此为轮回之理。两小无猜，天真无邪，乃是天仙之格。可是当今世人，一旦情窦初开，男女交往，则情欲难尽，如落花生再生，永远生生死死，轮回于六道途中。所以修真之事，须守元精，以保天真之性，庶免有情来下种，插柳变成荫，而常使凡情债业贪还无期。本力相生，一条老命能值多少？稀世人物之。今日准备游名，杨生上莲台。杨生天气较热，满头大汗。既佛汉自水中来，无汗道不通。杨生怎么说呢？既佛无口不能说话，还是慢慢体会话中话吧。我们复因府去。杨生遵命。既佛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杨生阴府较为寒冷，与阳间不同。既佛那当然，阳间属阳，阴府属阴，此乃一定之理。杨生今日来到此的，来往行人不少，都是因差押罪魂前进，各就其职，前面来了一班人马，似迎接我们。既佛是的。今日我们游断之小地狱，前面人群就是该狱官。即将军，你快向前参礼。杨生参见狱官及将军，我乃台中圣贤堂圣地门下杨生，今日随继佛前来贵狱参观，请多指教。狱官勉励。欢迎济公活佛及杨善生驾临，贵堂奉旨著书，功德浩大，地狱游记，如果这臣应赠劝世，各得其功，且可超拔。玄祖萧千祈福，因府机密全部泄露于内，成为千古奇谈，得来不易，二位请随我。行，参观断之小地狱。杨生感谢狱官，狱内已传出刑犯哀声，囚牢如广场，罪魂被压跪于地上，
鬼卒因差持利刀，先将罪魂左膀砍断，一声哀叫。继之，又砍右膀，人已跌倒，再将二腿一一砍断，闷得鲜血，惨不忍睹。请问狱官贵欲用此刑罚，他们所犯何罪？杨生断肢之刑，惨痛无比，世人不少身有完美四肢，却是不行。好事专门用在杀人害人之徒，故死后除受各狱刑处外，上要交来本狱做最后之处理。凡不忠不孝，江洋大盗，以手杀人，以刀柄害人，以足伤人或走入歧途，一生从不回头，死后除按所犯之罪，交各狱受刑外，罪后须再交由本狱修理之。即佛当今世上窃盗甚多，盗名、盗利、盗卖、盗物、盗色、盗命，每日都在发生。凡事不按公、不按理而得之，假到手而收入，死后只好请鬼卒道。你双手越轨、越礼、越界等不按部就班、投机取巧之辈，贪小便宜，喜走捷径歪路小道，死后亦请阴差砍断这两只黑脚。因时刻已到，断之小地狱参观至此就可。狱官世人有者不信地狱，为何不悟阳间监狱所关的都是投机取巧、喜走捷径之辈，其三步做一步，那有不跌倒之理？要一，口气吞下2个橘子，不窒息才怪。二位著书辛苦，欢迎再次驾临。杨生因继佛恩师之催促，只有告辞了，多谢狱官及诸位将军。狱官既要回阳，无法挽留，令众将军排班送驾。杨生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继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回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第9殿第51回，由第9殿拜会平等王。第52回，由热由见生小地狱。第53回，由子翅毒蛇钻孔小地狱。第54回，由阿鼻大地狱。51地狱游记第51回，由第9殿拜会平等王。复051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3月念9日，5日5月1978。诗曰：人生难脱鬼门关，几缕幽魂去复还。富贵荣华如一梦，简劝自得乐清闲。继佛8殿已过，游民又到了9众关，今日要往9殿探查阴机。杨生准备上莲台。杨生今日要游9殿，地狱游记快要者成了，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。继佛9众的关头若过，你就轻松多了，但是不要太早欢喜，任重道远，需谨慎从事。杨生遵命，我似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继佛已到了，杨生下莲台。杨生我已下来，前面人群熙攘，好像有盛大仪式迎接我们。
祭佛酒店平等王早闻我们今日来访，故特别安排迎接，要为我们启程。你看，锣鼓声音震耳，各式乐器演奏迎接曲。扬声此曲好像民间古典音乐的南北管调。祭佛正式，扬声听说有仙乐响起，是人登仙之兆，有这回事吗？祭佛有的，凡是世人修道功果完满，丹书来诏要归仙者，耳边必闻仙乐，不过非大功大德者，上天没有此般殊荣对待。凡间颁奖典礼必伴奏乐，故人间有音乐，天上有天乐，并非虚言。如果在世无恶不作，死前一定常闻鬼哭之声，或所恋之响，遇此，则归途堪虑，乃是受阴差逮捕之兆也。我们快向前行进，酒店官员已排班等候。扬声参叩平等王及诸位仙官，下身是台中圣贤堂圣地门下，奉命与祭佛恩师由明著书，今日到此，多谢厚礼，请赐方便。明王扬善生勉礼，快起来！本王今日特为设宴，招待二位，快随我进入殿内客厅休息。扬声感谢明王厚礼。祭佛，我们随明王入殿内休息吧。明王二位请坐，不用客气，为由明著书，由一殿游到本殿，可谓劳苦万分。本王今日特设宴为二位洗尘。祭佛多谢平等王之关照，幸您为我们施洗尘，否则1年多来，这座莲台已染上不少尘埃。明王那里，老师父心本清净，只是满身污泥而已。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，本性洁净清高，只怪那2条反脚跑错了地方，故要清洗一番。二位免客气，桌上鲜果自行取用吧。祭佛爱徒不用客气，难得机会，吃吧。扬声谢谢，这盘水果好像凡间之葡萄，红得发紫，滋味蛮好，香甜可口。明王不错，这是黑葡萄，生长于昆仑，系自然生长的天地灵气所结，故成黑色，乃是结晶珍味，尽量吃。祭佛，我们边吃边谈，扬声你有何疑问，可向明王请教。扬声好的，不知您竟称为平等王，是何缘？明王我称平等王，乃是说罪魂由1殿至8殿，已行得差不多了。移交本殿者，即犯位多，我平等给予处理，其他罪轻者，直接移送10殿转轮王，亦是平等处理。来到本殿，平等待遇，故称平等王。扬声原来如此，请问明王，贵殿主辖何狱？明王本殿首辖阿鼻大地狱，又设16小地狱，以惩罚罪魂。扬声有人问死后下18地狱，这是怎样讲？明王世人常戏言死后下18地狱，喝咖啡，即指阿鼻地狱而言。因阿鼻地狱有18层，直透地心，内中阴森不见五指闷意的江
如咖啡颜色，醉魂在内，如喝咖啡，你想要一杯吗？杨生，不要，不要，我想喝茶就好，不想喝那洋茶，以免吃不消。明王，你还拘谨，快用鲜果吧。杨生，此种凉菜好像凡间之9层塔，吃来有些香味，但也凉甜。甚于阳间所种，这是何物？明王，不错，这也称9层塔，是酒店之特产，亦甚坚固，大补神元。9层阳极，故9层塔补阳气，你食之有益。祭佛，哈哈，多上9层塔，少下18阿鼻地狱未妙。明王，二位不嫌无知小宴，吃了满肚肠，灰尘犹在，现在我代阳善生往九泉瀑布洗尘如何？杨生有点害怕，请恩师和我一起去吧。祭佛，好吧。明王，二位随我前进。杨生多谢明王及众仙官陪同，一路清新，地狱少见如此干净平坦的道路。祭佛，这条路专供修炼之士通行，凡是要往阳间接神位之神灵，都要来此洗尘，才可以到阳间接受香火。今日你幸运来此，先尝个中滋味。你看前面有3位神圣向这边而来，他们都是洗尘后要接指腹，杨氏历任神职。杨生看他们喜气洋洋，金光满面。明王，二位快行。杨生前面一山甚高，山上树木苍翠，从岩上泻下水柱，形成晴天瀑布。这种热天气，冲凉水一定心凉皮涂开。明王，已到九泉瀑布。杨生果然不错，山岩边书有九泉瀑布4大金字，上有9条水柱直泻而下。明王，杨善生准备洗尘，传令各把守将军避开。将军遵命。明王，杨善生，你独自走到瀑布下。杨生，水力太强，我不敢，请恩师陪我一道吧。祭佛，也好，我这身3年不洗的佛体，也该利用机会清洗一番。我们走吧。杨生，好凉哦，眼睛都睁不开。祭佛，快睁开，可以洗去你的沙眼。杨生，好吧。实在太凉快了，可是全身湿透了，怎么办？祭佛，不要紧，等一下我用蒲扇一扇，自然像脱水机一转，马上干。快洗脚底，那里水冲不到，最脏。杨生，恩师别讽刺好吗？祭佛，看不到的地方本来就是最脏，脚下、床下、桌下这些就是死角，脚不大扫除，要让它身湿不成，以后怎能腾云驾雾呢？杨生，是，恩师言之有理。祭佛，不多了，这种九泉就是9龙吐水，凡尘一遇，立刻清净，不必用肥皂、洗衣粉、清洁剂清洗。世人要保持身心干净，以免死后检查不通过。快出来，已洗好了。
扬声恩师快善干啊！祭佛看我这只蒲扇，胜过脱水机。扬声果然衣服已干，身心一片清爽，多谢恩师及明王。明王夕阳善生好好为圣贤堂效劳，快马加鞭吧！扬声遵命。西明王多赐灵光，明王云去光现，不喜自清，勿之。祭佛因时刻已到，我们在此先告辞，不恭送明王回殿。明王没关系，命众官员排班送驾。扬声承蒙明王赐宴及沐洗九泉龙水，没齿难忘，甚谢各位在。见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52地狱游记第52回，由热游见生小地狱复052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4月初9日，15日5月1978。诗曰：云山有路达仙门，松下深思望日昏。我爱杨黄奇迹事，炉中别现一乾坤。祭佛天气渐热，实在发闷。百货公司、车站都是拥挤的人群，喘不过气来，连这泥泞颠簸的地狱道上也是热闹万分。反观寺庙圣堂，冷冷清清，虚花假景，酒色财气在那里机转。久了，慢慢堕落罪恶的冤首里，所以地狱路上人群也是拥挤不堪。世人醒来吧！今日准备由明、扬声上莲台。扬声遵命。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扬声快下莲台。扬声前面来者是何方神圣呢？祭佛他们是热游见生小地狱之狱官及将军，正来迎接我们。扬声原来如此，叩见狱官及诸位将军。狱官勉励，二位奉旨前来，欢迎莅临参观。扬声甚谢。阳间许多公司工厂门口都挂有谢绝参观字样，您们却表欢迎。祭佛哈哈，工厂种地，闲人不可进来。地狱无门，不欢迎人来。但是世人不看清楚警告标示，仍然横冲直闯，难怪他们到这里来。便头破血流，呼痛不止。狱官祭佛言之有理，不欢迎你去的地方，少去为妙，否则堕落陷阱，悔之莫及。今日我们是欢迎您来，请放心。本狱为热游见生地狱，属地酒店所管辖，请二位随行参观。扬声多谢狱官开示。狱内一片叫声，闷得大釜滚油，好像要炸油条一样，釜下热火通红，鬼卒忙着加油加火，醉魂被缚于柱上，油釜在旁，热油翻腾，鬼卒用冷水冲洒在滚油中，一时火花，热油四溅，喷得醉魂体无完肤。本以赤身之体，便服水泡，每人哀惨哭喊，情景堪怜，不如他们都犯何罪？
欲观我待一、二位，公述口供，以劝世人。扬声甚好。欲观已押出，罪魂听指这二位是济公活佛及阳间台中圣贤堂。杨善生奉命下地府采取阴司案证，快时招出生前作何不当。罪魂说出来很羞愧，我生前以卖墨弄文为生，心想写出正当书，及销路有限，不如写作黄色小说出售，可获暴利。从此暗中写作，应卖得利甚多，不过生前与妻失和离婚，晚年的半生不遂之病，也算恶报应。死后被阴差押来地狱，在灭尽台上显出不法实情，经各殿严刑、割心、斩首等等之处罚，现交送酒店，判入热油见身之刑，每日痛苦叫唤天地赦罪，仍然无人同情。寄语世人，切勿写作淫书害人，免得像我今天不见天日。欲观淫书害人不浅，世上青少年不少观看淫书染上手淫恶习，或步入花街柳巷，甚至强奸杀人，遗毒万世。著作淫书者，除受各律严刑外，最后将打入阿鼻地狱，待淫书绝迹，方能出苦，再打入轮回，接受业报。第二位罪魂，快说出生前作何罪业？罪魂我生前开设影社，技术不错，但生意不佳，后来受朋友知，幼儿暗中从事设置春宫照片贩卖，赚取暴利，后来东窗事发，被警方逮捕判刑。一生中只犯此罪，死后经各殿严刑拷打，今又交来此狱受罪，有苦难当。欲观凡是著作淫书，拍摄春宫照片，流传春方制造春药代位，印刷淫书或书摊代位贩卖，罪业同担，因私判刑最重。淫为万恶之首，此被用斯文扫地，虚作假情，无病呻吟，污人灵魂，罪大恶极。世人更不可观看此类污秽不堪之书及图片，以免使灵性沾污，三失神之正怒，造下恶因。祭佛今日时刻已到，我们准备回堂，多劳欲观指教。杨深拜辞欲观及将军，感谢惠赐方便。欲观免客气，命众将军差役排班送驾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深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53地狱游记第53回，有子赤毒蛇钻孔小地狱复053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4月19日，25日5月1978。诗曰：忏悔能消罪业因，尘埃洗净动元神。天堂只纳修真客，地狱专营作恶人。祭佛天堂仅可容纳修真学道、行善积德的好人，地狱却相反，专门迎接作恶多端地歹人。两处地方不同，所欢迎的对象也就不同。如赌场开门欢迎志同道合的赌徒，如你对赌不感兴趣，
那些法门将军严禁你越过雷池一步，足证你生前的兴趣所向，死后的去路也是如此这般。今日准备由民扬升上莲台，扬升遵命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扬升快下莲台。扬升，今日我们到这里是何的呢？祭佛，你看玉官由前面排班迎接我们，他们是紫翅毒蛇钻孔小地狱之官员，快进前参礼。扬升参拜玉官及诸位将军。玉官免礼。今日奉命迎接二位到场莅临，请随我们入狱参观吧。扬升感谢玉官厚意相待。哎呦，狱内闷地是大蛇，看来令人害怕。紫色和红色蛇群如钻洞，巨大无比，由罪魂口里钻入，从肚脐钻出，有者全身四处皆被钻孔，洞口血迹遍布，罪魂个个吓得面无人色，被钻孔的都已昏倒于地。惊叫风喊之声不绝于耳，看得心脏发麻，四肢无力。请问狱官，他们所犯何罪呢？狱官本狱名紫翅毒蛇钻孔小地狱，狱内全是紫翅二色毒蛇，他们不钻的，却往人身上钻洞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凡是在世不谋正道，专门钻法律漏洞，营私舞弊，贪财害人祸事，心如蛇蝎，专门重伤他人，滋事生非，挑拨离间，致惹人相杀不和，或是杀人不眨眼之辈，藏刀藏钻等暗器，准备随时伤人。如现在杨氏大兴土木，许多建筑商人承包公家或私人房屋及各种工程之兴建，都偷工减料，致日后发生危险。凡此行为，如蛇钻洞，皆非正当，死后除受各狱处罚外，还要交本狱接受最终之刑。扬升蛇钻人体，恐怖万分，不知是否还有其他罪孽方来此狱受苦。狱官，我所述只是大概，有者案情繁杂，均按实情判刑。祭佛喜欢钻牛角尖的人，往往因小失大，一生用脚能钻多大的面积？人生是有限的，何不凭良心，凭才能赚取利益？看到这些人的下场，个个东倒西歪，伤痕累累，实在太不值得了。寄望世间的人，看了《地狱游记》，不要再钻牛角尖了，否则就像手向泥窟里捕捉鳗鱼，有时候洞内藏的不是鳝鱼、鳗鱼，却是一条毒蛇，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今日游民到此，时刻已到，扬升准备回堂。扬升感谢狱官解说，我们师徒先告辞了。狱官命各将军排班送驾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升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加54%。地狱游记第54回，由阿鼻大地狱复054。
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4月念6日，1日6月1978。诗曰：鸾门晚客亮金身，唤醒苍生气势明。大厦高楼凭建立，百年去处在土城。百年指去世，土城指墓地。继佛圣贤堂前也盖起大厦，现代的人有福了，都住在半空中。然而安心胜于安居，心如果不能安定，住高楼大厦也不能算是福人。人最重要的是安心，否则纵住于皇宫殿内，仍感觉坐立不安，有何乐趣呢？杨生恩师说的有理。继佛快上莲台，准备游名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。继佛已到了，杨生下莲台。杨生我已下来，今日到此是什么地方呢？继佛今日我们游阿鼻大地狱。杨生阿鼻地狱令人可怕，我看改个地方吧。继佛你别害怕，有我在此，百无禁忌，你如果心惊，我赐你一立定神丸，快服下，随我前进。杨生多谢恩师赐下仙丹，我服下后，心头感觉安定许多。前面玉官已来迎接我们。玉官迎接济公活佛及杨善生驾临指导。本狱是阿鼻地狱，属9殿所管辖，欢迎2位参观。杨生感谢玉官诚意，阿鼻地狱范围怎么这样广大呢？玉官阿鼻地狱就像人的鼻子，说大不大，但可穿透全身，又是呼吸要道，故尽在阿鼻地狱者，都是恶贯满盈之罪魂。杨生前面一大洞，我不敢探视，里面黑漆漆的，只听到洞里哀叫及热水滚沸之声，罪魂是否都沉在里面呢？狱官洞内全部是罪魂，此狱18层，狱内矗立4刃，还满一温热地将罪魂押来，被将军插进入内，又被地心一吸，只听一声惨叫，停息一会儿，既知哀患不止，狱内伸手不见五指，在里面受刑者甚为痛苦，可谓极刑。杨生常听世人最怕死后入阿鼻地狱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狱官打入阿鼻地狱者，大部分不能超生，像阳间法院判罪犯为无期徒刑一样。杨生不知可否带几位罪魂出来询问口供。狱官会唐凤只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明王有命准予放出几位参例案证，否则入阿鼻地狱者才平时不能放出，我用法宝。你看此宝，向狱内一照，大放光明，全部刑具停止运转，将军快提几位罪魂上来。将军遵命。已押出。杨生个个受伤累累，满身泥浆，血迹，两眼突出，已不成人形，甚是可怜。继佛我略施法力，使他们神志清醒，减轻身上痛苦，以便供述案情。杨生恩师妙法无边，果然他们7分像人，3分像鬼，已可以讲话了。
玉官二位大师在此，你们快自述生前作恶事情，以便劝化洋人。罪魂我生前犯不孝之罪，平时游手好闲，如伸手要步道前，就破口大骂双亲，有时还拳打脚踢，一生不尽孝道。此后经各殿刑罚，又被判入阿鼻地狱，永不超生。恳求二位大师替我求情，只要能脱离阿鼻地狱，转世做牛做狗都甘愿，这里太痛苦了。祭佛百善孝为先，不知奉养双亲，还施于拳打脚踢，可恶至极。因律对不孝者列为不赦之罪，我没有办法。欲观世人有者为婚姻、财产之私利、私欲而被判双亲，不加孝敬者，如不速改过，阿鼻地狱有份。第二位，快恕之。罪魂我生前贪淫好色，数次强奸良家妇女，并诱拐寡妇及与所任干女儿发生暧昧关系，可谓享尽其人之福。纳之死后受尽种种苦刑，最后被判入阿鼻地狱，永不能超生。请师父救命，如能出苦，甘愿做你的犬马。祭佛我不用犬马，生前好色贪淫，不走正道，万恶淫为首，落在阿鼻忏悔吧。欲观第三位，快供述生前不法行为。罪魂我在世，专门伪造西药、洋酒、味精、米酒、绍兴酒等药物食品，以贪取暴利，赚钱甚多，因不凭道德取利，故被判入阿鼻地狱。请济公活佛向阎王求情，放我出来，来世我做人一定安分守己，以良心赚钱。祭佛制造假酒、伪药，罪恶最大，不顾道德、人命这些东西，一入人口，如饮毒药，害人不浅，良知既失，判你入阿鼻地狱。饮的江水可以解毒，滋味如何，自己晓得，我无能为力。欲观第四位罪魂，快自述在世作恶情形。罪魂我生前专门做走私生意，并吸食、注射毒品，上瘾后为支出巨大费用，便暗中从事贩卖毒品勾当，一生害人不少。死后阎王大怒，判我永进阿鼻地狱，在此每日受苦难当，后悔生前罪恶贯满，现在已无药可救了。祭佛走私违反国法，贩卖毒品危害人类，阳法不允，因律不赦。凡是在世走私或吸食、贩卖毒品，罪大恶极，如有犯者，须速放下屠刀，改过自新，否则死后一律打入阿鼻地狱，万年不能超生。欲观四位供述已毕，希望天下苍生阅读地狱游记后，以前如有犯过者，从此改过自新，准予宽赦之，希众生速速回头觉醒，切勿贪一时之利欲，而自堕穷途末路。祭佛时刻已到，我们准备回堂。扬声告辞玉官及诸位将军，感谢接待。玉官命众将军排班送驾。
祭佛扬声快上莲台，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回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第10殿第55回，由第10殿会悟转轮王。第56回，由10殿参观转解锁。第57回，由10殿参观孟婆亭。第58回，由10殿观6道轮回。第59回，由的府平民区。第60回，由聚善所，赏善思，罚恶思。第61回，由血污的东岳殿。第62回，拜会地藏王菩萨，由记者陈开盛会，盛世拔后记。55地狱游记第55回，由第10殿会悟转轮王复055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5月初9日、14日6月1978。诗曰：10殿阎君少说情，横行到此歹心惊。空留万贯儿孙喜，名录只闻叫苦声。祭佛游民已到10殿，地狱游记接近尾声。不过这个尾声真惨，就是10殿之转轮声音，众生被转得天昏地暗，迷迷糊糊，不知东南西北，所以众生到世间来，都忘记了前生事。故修道者须自问曰：我是谁？如果知道你是谁，那么算是得道的人了。今日准备游民，扬声上莲台。扬声且慢，请问恩师，有人问我要应诵地狱游记，凡有其愿时，须在灶君面前焚香禀告，但现厨房都用瓦斯炉，并非密砖瓦灶，是否仍有灶神在呢？祭佛房屋虽由泥土、木屋演变至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，人类还是照住不误呢。灶神岂因厨房改为瓦斯设备而消失？其实设备越加，不似古时燃柴烟雾弥漫，神圣更喜降临其家里。凡人之饮食，无不经由厨房料理，饮食为维持生命之元素，一日不可缺，有云有烟之处即有人，故人口之盛衰，称曰人焉。灶神圣号曰司命真君，乃主宰人之生命。实录瓦斯炉、灶炉相同，七火主食无有差别，故灶神又称火神，亦即火德星君。以神灯而论，古典油灯、经典电灯绝不为此而神圣不愿降临圣庙道堂了。不论科学如何发达，建筑100层高楼，人之灵性不灭。神明人在你左右，灶君人在灶前也。扬声原来如此，厨房虽然设备更新，油盐米醋仍旧要用。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下莲台。扬声10殿面前，人群嚷嚷，似迎接我们。祭佛正是
十殿转轮王带领民官及将军迎接我们，你快去参礼。扬声参拜转轮王，下身乃是台中圣贤堂圣地门生，奉旨由明者。书今到十殿，请明王赐予方便。明王免客气，你们二位由一殿到十殿，历尽漫漫名路，真是计。是公生，请随我入殿休息。扬声感谢明王。祭佛因时间有限，我看不必休息，直接带扬声参观十殿各辖区。不知明王之意如何？明王祭佛之意若此，尊之就是。扬声十殿之罪魂特别拥挤，胜过其他殿府，这是何因呢？明王因本殿为地狱最终之殿府，主宰转轮，是因府一大出入之关卡，故所有转轮的阴魂皆聚集于此。本殿业务亦最繁忙，我带你上官生台参观。扬声甚谢，此台甚高，回转之楼梯直冲云霄，爬来十分吃力。祭佛我助你一臂之力，牵你上境吧。扬声感谢恩师之提携。祭佛要上天梯，不用点心力怎成？修道不求上境，终不能高升。扬声已到顶端，上仰如看台一般，前面只听吵杂之声，眺望一片茫茫无际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祭佛要上观生台，必经此360阶级楼梯，合一周天之数。我们在此就是天台，距离阴府甚遥，前面茫茫一片就是4大部洲。因你慧眼尚未开启，故视线有限，我抛下一粒光明珠。扬声恩师之光明珠一抛，如雾夜逢光，果然前面景色遥遥可观。面前所视如在空中俯视大地，四方之景有异，那一边似美国人所居住之地，其人及建筑物犹如电影印象一般。祭佛不错，比得及美国，在天台可望观4大部洲情形，十殿之转轮如在天上散花，各随因缘转身各地，此台乃是观测而已。我们下去吧。扬声好。好。祭佛曰因时刻不早，十殿各司情形，改日再来参观，先告辞明王。明王时刻已至，我亦不挽留，令众官员排班送驾。祭佛扬声上莲台。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56地狱游记第56回，由十殿参观转解所复056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5月19日，24日6月1978。诗曰：轮回六道叹无期，向善勤修少壮时，逆耳忠言君切记。神前忏往上能追，祭佛六道的轮回，如车轮碾动，无期停止，从轮下过的人大都成了轮下鬼，要逃生机会甚少，希众生能死里逃生，不要往车
地虎口之闯，那就是地狱关口，你怕不怕？相信聪明的世人都知躲避为妙，神前忏悔过去，而上车追求将来。今日准备由您扬声上莲台，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。祭佛今日人往十殿拜会转轮王，已到了，扬声下莲台。扬声转轮王已在前面迎接我们了。明王欢迎祭佛及扬善生再次驾临十殿，前日因时刻所限，故未能将十殿详情一一介绍，今日又来，我带二位再次参观各司。扬声感谢明王亲切指导。明王轮转无情，个人各受何种业报，转东转西，住南往北，皆凭众生所作之因缘而定。今日我带二位参观转解所吧。既佛道劫并降，能向道真修者，上天堂得道果，不必来转解所。如不遵道德，违背伦理者，自然遭劫而要受转解所各司之判决。明王快随我行，你看转解所范围极广，各司有人办理案件，本殿转解所分为8司，二位道所稍作，在此介绍各司情形，如作简报，以比世人明了。扬声前面贬书转解所罪魂众多，由阴差押来，阴差并呈上文件给官员，不知他们做何事。明王二位境内休息，我在此说明之。所内官员一见我们皆停止工作，各肃立排班迎接。扬声坐吧。明王既如此厚礼，你也不必客气。明王此乃转解所所长，所长欢迎祭佛及扬善生到来，奉旨著书，且汉虽废，功勋盈溢。明王大家用茶，我介绍转解所8大司之情形，以使世人了解转轮之程序。人死经当地府审，城隍、阴差或黑白无常带入鬼门关，向交部厅报道起，经由1殿至9殿之游历或审判，有罪者经刑罚完毕，再交本殿转轮。本殿最重要者为转解所，内分8司，一曰查验司，二曰积善司，三曰考获司，四曰恩怨司，五曰受命司，六曰支配司，七曰长节司，八曰受身司。咬验人经各殿行毕或审查完毕，手续办好时，各魂必领凭证。销案准备投身，先到查验司报到，查验其是否各运手续完整。如不完整再释回，以防阴魂偷身。积善稽查个人善行大小，以决定其福泽之厚薄。在身若积有功德，应投身于福地位男子，长而为官或平步青云。功名显达，如富商大贾，家财巨万，或白手成家，或享祖先之福泽等，集荣华富贵于一身。若投身为女子，则配某达官贵人为妇，以享福荫等。又有因子而
贵因父母而享现成之福，皆为生前积大善功所致，是谓福报。均由该司注册施行，丝毫不能增减，此为积善司之职务。考过乃考核将投生者有无过错，若投生者应转世为人，必须考察其过恶轻重多寡。如在生有小善无大过者，出世准其衣食充足的父母必应夫妇完全，子女奉养。功过两抵者，出世为平常之人居多，然亦有衣食父母夫妻儿女完整者，为命重劳碌，不能享庸庸之福。无功有过者，出世另遭坎坷，纵有衣食，亦为鳏寡孤独，六亲缺陷。罪过深重者，出世另受贫穷困苦，带残疾，五体不全，为痴聋盲哑，为乞丐等。如男子再生抛弃五伦八德，女子不守三从四德，造孽深重者，则罚入畜生道中，分别堕入胎卵湿化，此即恶报，亦为考过司之职务。恩怨乃主持投生之男女，出世为人，准其报恩报怨。如前生受人恩惠，感情未忘的，令出世报答之；或前生受人凌虐欺侮，或尽致而死，怨气未消，亦准其出世报复之。所谓得报德，仇报仇，冤报冤也。又有一等妇女冤魂，痴情最深，生前有切齿之仇，未能报复，死后不愿为人，愿为厉鬼，生捉仇家之魂，使之报毕，获得恨祸而死，以惨报之。该司合其果有冤屈，亦准其报怨，以慰死者之心，此皆恩怨司之职务。受命乃主持人物之受命。世间有享富贵而受高者，有享富贵而受短者，有居贫贱而受促者，有居贫贱而受长者，有以生下而遭溺死闷死者，有生下数日数月数年而夭伤者，等等不一。其他如犯法而死，被人谋害等等，其有一定结束，此乃受命司之职务。然亦有所谓枉死者，乃生而为人，不知守分，引遭意外，杀生之，或行事疏忽，成造死亡，则系人位，不在定律。支配乃以支配人间之父子夫妇。盖是人生子，有孝子，有逆子。娶妇有贤妇，有恶妻，其生也有因，其合也有缘。如某甲在生，时常周济某乙，借钱给某乙，以致死未能偿还，但无何过失的转为人生，明律判定，应令某乙投生为某甲之子矣。报之，当为孝顺客家之子，此为还债之儿女。又某甲在生，用计谋的某乙之家产，或凭事取得某乙之资财，某乙因而愤恨而死，死后诉之明王，明律批准某乙再投生为某甲之子，以破其家，生而骄奢淫逸，此谓之讨债之儿女。夫妇亦然，有娶到良妻贤母者，有娶到悍妒淫荡之恶妇者，不一而定，
灵，皆为善恶因缘之使然，前世造因，来世必受到支配报应。加一减一，丝毫不差，此乃支配司之职务。长节乃掌管人物转节而注册。如是人有大善，应享富贵己世；有大恶，应受穷苦己世。孽重者，应堕畜道己世，或能复孩人身，或不能复孩，而永堕。胎短湿化，皆有一定之力，故云劫数难逃。至于命中享富贵者，而不造恶业，命中受穷苦者，而能存善心，其折除转移之机不在此限。所谓勤能捕捉，细能废食。又有3台北斗神君之监察奏报，又奉上帝谕旨下敕冥王转敕，该司注销增添，此乃长节司之职务。受身乃掌管投身之人物，受以相当之凭证。人死，经各殿审判，要投身转世，经由以上7司注及后，交由受身司办理授权受身事宜，各领凭证投身。投身为官者，领印信篆文；为士者，领文笔；为商者，领算盘；为农者，领厨具；为工者，领工具；为走引飞禽者，各领其皮毛投身。各行各业，一时一机，各有不同之凭证，领凭才能投身，此乃受身司之职务。以上8司乃是众生投身转节之领凭，盖一入轮回，即算结束，故称转节。因时刻不早，轮回情形，后日再详细观之。既佛时刻已到，准备回堂，多谢冥王之解说。扬声劳烦冥王费神解说，先告辞了。既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57地狱游记第57回，游十殿参观孟婆亭复057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5月念6日，1日7月1978。诗曰：十殿游完工1元，书才印诵广流传，宝书价值灵之贵，教化人心观圣贤。继佛由名以至十殿，2年来，诸生护法协助著书，外人心想，在这里罚站有什么意思？其实站者即是立正，乃是为人处事机。本动作修到连站都不耐烦，或站得七斜八歪，怎能成大罗金仙呢？大家都想躺在沙发舒舒服服，不过那只是懒仙散鬼模样，不能顶天立地，做个出入云表之好汉。杨生，你说对吗？杨生对的，恩师所说正是，站不住脚就是没有立场，没有立足之地，还谈什么修道呢？既佛站不稳者，坐卧一定也不稳，故修道先求立定，就是把握本性，收回纷飞浮动之心。扬声准备上莲台，我们今日继续游览十殿。扬声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既佛已到了，
扬升下莲台。十殿明王在前，下身参叩之。明王免礼，二位今日再次光临，欢迎之至。前日只参观转解所，介绍各司之情形，今日则要实地观看六道轮回之情形，因时刻有现，我们即刻前往吧。扬声感谢明王之转解所，人群甚多，不论东洋、西洋各国人种都有，他们都是准备投生吗？明王世人死后，凡犯罪者，皆要经过各狱之审判，故地狱即如国际法庭。各种人士转轮投生皆须领凭，如阳间出国要办理护照相同。扬升已到受生司，这里人群更多，拥挤的好像车站候车情形。祭佛哈哈，这些都是要上转轮台的人，如杨氏在车站候车，车一启动，轮子不停转动，而个人买票的地方与所要到的目的的不同，如阴魂转轮投身于世界各地。明王祭佛说的是，世人死后经各殿审判执行完毕，按个人去路投生。轮回道上无情，虽同乘一辆转轮车，但个人目的的不同，各就因缘挥手下车，一生中也只好生活在其环境中了。扬升前面人群甚多，好像在喝凉茶解渴，这个大热天，我也正渴，前去喝一杯解渴好吗？明王千万不可，那里是孟婆亭，投生之人正在喝欲望汤，你一喝下，回阳后岂不变成迷迷糊糊的人？扬升有这么厉害吗？祭佛你不要开玩笑，明王绝无戏言。扬升凉亭果然书有孟婆亭三字，请明王介绍此的情形好吗？明王好的，于婆亭由孟婆主掌，其乃奉玉帝之命，负责投生前之欲望工作，因人若不喝下欲望汤，则投生后犹记前生之事，如此一来，小孩追认前生亲属，造成长幼无序，五伦不分过生而寻仇报怨，天下事将大乱，故造物妙化，以欲望汤使投生者以下忘记前生一切事。此汤有甘辛苦酸咸五味混合，故喝下后不知东西南北，迷迷糊糊乱闯，而自堕入于六道书回。祭佛此种欲望汤就是迷魂汤，喝下后神魂颠倒，凡间亦有此物。扬升我未曾听过。祭佛就如酒也，你看喝酒过度的人，东西南北往往走错路，甚至跑错家，如失灵魂一般，如此才能打入轮回，否则要投身恶道的人，谁甘愿前去呢？酒醉的人，大海敢跳，轮下敢闯，水火不怕，何等胆大！其在不知不觉中堕入轮回而不知，一旦酒退醒来，已是隔天了。正如投生转世，一旦醒来恍然隔世，已在另一个天地之中。
杨生既然玉旺汤有这般妙用，世人死后谁也不喝了。明王你有所不知，阴魂经各殿审判后，到此已是饥可交之。有十殿已残接近阳间，于婆庭外又有一种热气逼人，凡是阴魂到此，都想进入庭内饮凉茶解渴，那有不自投罗网呢？如炎热的夏天，你行万里路，必觉口渴异常，在尽头处有一凉亭，又备有凉茶免费供应，那有人不抢先喝呢？有者一杯嫌少，还猛灌不止呢。虽然有部分狡猾之辈来此，虽然口渴，但知此物之妙用，不入孟婆亭饮用，但地上自然射出铁钩勾住，使其不能动弹。由于婆四女强灌之，此谓之禁酒不吃，吃罚酒也。杨生既然饮下此汤渴望前生之事，为何现在世间小孩已出世，即比以前聪明懂事，是否此汤品质有差呢？明王你有所不知，因自无始以来，人经过千万劫之转轮，喝欲望汤之次数亦多，久而变成习惯性，故当今之小孩出世，似乎巧智万分，所谓鬼头鬼脑也。此乃是喝此汤多次，渐成习惯，故其头脑灵精，但是此亦非好事。你看上酒饮者喝下一打亦无醉意，这是麻木不仁。故世间不仁不义的人越来越多，而太过精灵之人容易走入歧途。所以巧智又有何可喜呢？杨生原来如此。祭佛时刻已到，六道转轮情形下期再来参观就可。杨生感谢明王指点迷津，开示甚多妙理，启化众生，难得，先告辞了。明王既然要回，我亦不留，悉在驾临。祭佛杨生速上莲台，准备回堂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58地狱游记第58回，由十殿观六道轮回复058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6月初3日，7日7月1978。诗曰：一师人生万劫难，端行道德正衣冠。披毛戴角非未备，水陆投身双月寒。祭佛今日准备游名，杨生速上莲台。杨生遵命，为何不多谈两句呢？祭佛言多必失，话多必怪，还是少说为妙，话多了就不值钱。杨生实是，我已坐稳莲台。祭佛已到了，今日再次到十殿参观六道轮回实况，你要提起精神。十殿明王已来，杨生叩见明王。明王欢迎二位今日在临本殿，前次只参观于佛庭，今日要参观转轮台情形，请祭佛及杨善生随我前去吧。杨生感谢转轮王一再费神引导与说明。明王那里，此乃职责，
阳世众生若不改邪归正，则转轮台无时停息，那也是众生不幸啊。阳生前面河中洪水滚滚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冥王赤河也，即是众生精血交合之河流。你看赤河滚滚，如众生之情欲起伏不定。阳生河边又有一车轮形状的东西，不停转动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冥王，这就是转轮台，亦即紫河车，现正沉浮于赤河中，旋转不停。阳生那边为什么又有桥梁呢？冥王本殿为转轮之处，因间至此告一段落，桥梁是通往各地之道路。前面既有金、银、玉、石、木、竹6种不同质料所铺成的桥梁。经桥者，凡是在世基有大善功，参观各狱后的辅消案，然后经由此桥往天堂而去。至于功果圆满或修真之事，于去世后，有者直接从阴阳界升往天堂极乐界，不必再经由此桥。迎桥者，凡是在世基有中等善功，死后到聚善所修炼期满经考试，合格后至九泉瀑布净灵，经由此桥到阳间历任神位，接受万人朝拜，香烟不断。遇桥者，凡是在世基有善功，经各殿判决完毕，要投身人间福地，为富贵人家，必经此桥而进入转轮台投身。识桥者，凡是在世功过相伴，要投身为平民，必经此桥养进入转轮台。木桥者，凡是在世过多于功，将投身为贫贱孤苦等下级轮回，必经此桥而入转轮台。逐桥者，凡是在世罪大恶极，违背天理人伦，杀盗淫乱等恶业积满，将投身为胎、卵、湿、化等四生道，必经由此桥而进入转轮台。阳生多谢冥王开示。那金银桥上人迹不多，其他各桥则拥挤不堪，好像要赶时间似的。即佛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互不相干。这些将转轮之阴魂，喝过欲望汤后，昏昏醉醉，拥往自己所选择之道路。有者穿官服，有者提工具，有者拿文笔，有者披兽皮，有者带头角，有如疯狂各显技能，要到阳世逞威风。冥王他们都是失去理智，像拿刀的不知此去非你死就是我死，还自鸣得意。阳世之情形与此相同，明知深坑陷人，看见热火还扑焚，轮回现象也就如此产生了。阳生他们昏昏沉沉走在玉、石、木、竹桥上，向转轮台而入，一堕下便无声无息了，不知他们如何投胎转世呢？冥王是人最想明白此理，我详细说明之。万物转生必由阴阳二气构合而生，此转轮台就如阳人之阴阳官道，男女一动情欲心神必昏，而精血外溢，
即如转轮台下之赤河水一般随波荡漾。流水一滚动，转轮台则如水车随之旋转，而产生吸力。这些阴魂迷糊糊随其因缘被吸入转轮台内，亦就是人类之母体，故精血构合而怀孕，灵性已附在胎中。如人类10月怀胎，一旦时到，则此灵体由转轮台奔出，一喊声，游子河车而出，血水直流，哭叫一声，惊醒一看，又到人间其他胎卵湿化亦各随其生育不同期间，而在转轮台内孕育。世人如果怀孕，因河车转动，故常有呕吐情形，此为子晕，如坐车晕车形状。阳身原来如此，冥王若不说破，世人实在不知。冥王转轮台上呈八卦形状，内有一圈为太极图，所谓无极一动，生太极，太极为阴阳，故转轮台转动，自然生化不已，其中有6孔而出，故称6道轮回。第1孔道转生为公侯将相，第2孔道转生为士农工商，包括鳏寡孤独。第3孔道转生为胎生类，第4孔道转生为卵生类，第5孔道转生为湿生类，第6孔道转生为化生类，各按其功过而分别成形。祭佛正如阳间工厂一样，原料优劣，制造出来的产品也就不同。如高贵木材可建造楼房，朽木则只可用来烧水煮饭，人之转轮语。此相同，前世具有善根，转世也就有好的出路，所以众生品种要好好改良，才不致生出一个恶人来。阳身6道轮回不是另有一说吗？祭佛6道又有一说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等6道，这是一种按级分类，天道及天堂道，包括仙佛圣神在内，均属于天道系统。他们成道正果后，不必喝欲望汤，在经由转轮台而上升天堂，此点析众生了物之。但既已脱离6道轮回，其有愿力或溯源者，慈悲常怀，不忍众生未度，故常投胎转世，修真学道，立下楷模，以启迪众生，如个教主、祖师等，无非仙佛之根骨。所谓仙佛不离众生，历劫以来发愿下凡度众之仙佛多矣，故在不生不灭境界中，仙佛常临凡间的福。因此，轮回应作来回观，并非投胎转世方称轮回。其实3000大世界来回之道何止分为6种，故应言万道轮回灵性之沟通是无止境的，如一本散万书，万书归一本，众生应悟之。阳身今日所观，才是真正的6道轮回。冥王十殿转轮大概情形，已泄露于地狱游记书中，希世人好好体悟。转轮投生虽然是地府所判，实是世人自寻之路。
如不趁早修身养性，一旦失去人身，则万劫难复。奉诵祭佛吉阳，善生回圣贤堂，并祝著书顺利完成，众生早日度尽。扬声感激明王金言，点破千古之谜，世人有福了。再见，我已上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十殿地狱至今全部游玩，这负重担轻松了一半，扬声也辛苦你了。8月15日地狱游记印成脚书，三曹神人鬼欢心之情，是笔墨难以形容的。愿天下众生多应诵此书，将真理普传，正法弘扬，也是老衲的心愿。十殿地狱一过，将是黎明曙光，愿众生能如悟书中真理，除去窄狭自私心理，放开心胸，慈悲喜悦充满着大地，天堂的道路就在眼前了。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59地狱游记第59回，游的府平民区负059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6月初9日、13日7月1978。诗曰：人间百业尽纷争，的府平民心夜吟，大幻屈身难看破，阴魂到此动幽情。祭佛世间百业竞争异常，的府在暗淡星夜之下，仍然到处充满着各种行业。老子说无所以有大患，谓无有生，即无生，无有何患。这句假躯壳，既然看不破，舍不弃，所以世人来到阴间还动起忧情来，你说妙不妙？今日我带扬声参观贫民区，就知一切了。扬声快上莲台。扬声遵命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扬声下莲台。扬声这个府城异常热闹，出出入入的人非常多，面上都带笑容，并没有阴叉叉压，壮盛自由。城门上写有贫民区3字，不知内中情形如何？祭佛贫民区即是贫魂区也，凡是世人往后功过相抵平平之魂，其在阳间与人无结合大恩怨者，则不必投身，归入阴府贫民区内。所谓贫民区，即是自由业，在世若是耕农或经商，来此亦可重操旧业，但以商农为主，自力更生，并不像阳间科学如此进步，切不必操劳。来此地者，仍然要凭双手操劳为生。我们到里面参观吧。将军何方神圣闯入区内呢？祭佛，我是济公活佛，奉旨带领洋人参观贵区，以著书劝示。将军本区情形怎可泄露？祭佛谕旨在此，快入内通报。将军请活佛赦罪，卑职冒犯了，我进去通报就是。区长请祭佛原谅，扬善生多语包涵，因将军不识你们。今日为驾临贫魂区，
失淫之处，请赦罪吧。祭佛因未事先通知，请不必见怪。区长二位请入区内参观吧。扬声感谢区长之接待，这个区长不是凡间之区长吧？祭佛扬声你勿多言，所谓长者，乃是尊称及平魂区之主管。扬声区内建筑各式房屋，但都是木屋，并无阳间之高楼大厦。区长平民区乃是阴魂所居，木土之性相连，故阴魂住木屋，较为适合。扬声有饮食店，也有杂货店，人群与杨氏之人无异，但有些人留长发，穿着古装，不知何因。区长区内有不同朝代之魂，因各职生前生活，故你看来自然有些两样了。我带你到野外看看田中工作情形。祭佛阴阳两隔，但是心理相同，生时不修真悟道，死后犹然不忘前业。所谓带业往生，就是如此情形，前业不放，来此只好重操旧业了。扬声野外田地，各处有人耕作，但都是靠双手操作，并无牛只或耕耘机等帮助。区长死后不比生前那么享福，只有凭自然能力操作为生。扬声这些人生活情形如何？区长与洋人生活相同，三餐必饮食，作息有序，且因其魂魄上迷恋七情六欲，所以也有婚姻往来。平常操作虽然辛苦，但久成习惯。扬声不知他们是否永远在此工作。区长非也，其亦有受命之管制，实现一道即行退休，再行投胎转世。扬声不知阳间所焚化之金纸、往生前、库钱或拜祭物品，他们有否享用？区长这个问题是杨氏争论不休之疑。我特述之洋人祖先去世后，有着焚金银纸、往生钱、库钱等物，要给亡者使用，但一般亡者都已该罪之深入阴府，所以也想不到这些银钱。俗语云运来黄土变成金，以现在杨氏而论，都是寸土寸金，故土可以变金是实事。至于金银纸、往生钱等纸灰，最后也是归土，故土能生金，源于五行相生相克之理。纸必经火使成灰，然其金箔不灭，灰化成土，而水气湿之，可谓的五行之气。阴魂的后世子孙之金纸，乃是由五脏而得其气也，如人吸收营养分一样，可以促进生长。杨生为何曾听亡人梦中向子孙要钱花用呢？区长亡灵所食者，气也，故祭拜之物不曾被亡魂吞没，其只是吸其气味而已。亡魂因靠操作为生，或被刑罚后元气不足，故有者回阳向亲人乞施讨钱，是在求助元气。焚化金银纸不必太多，取其子孙一点孝心，因为自己在杨氏富
欲生活，祖先也无法想到这份福气，故祭拜一番，以慰亡灵，是有道理存在的。如福气、煤气，不是都是一种气吗？故焚只有火气，而化亡魂之阴气，而助其元气，有一番妙用，洋人勿轻视之。然不必焚化太多，否则其无福可受，等于浪费。因此，焚化纸钱，亡魂仅吸取其气，非用来买卖。民间另有其他证券流通，绝非靠阳世供给。祭佛纸钱只是一般亡魂有用，若是在世有大善功者或修道者，亡后归礼，其元灵道气冲天，不用俗钱、俗气补充，这点希望重生了物之。杨生说的有理，不然阳间制造明钞工厂不一，所造品质差异甚大，来到民国银行，不知如何通用。祭佛哈哈，阳间制造明钞工厂甚多，只管赚钱，偷工减料处处可见。若不按时制造，我看来到民府遭到退票，那就自作孽了。扬升贫民区之阴魂与犯罪亡魂有何不同？祭佛贫民区之亡魂较为自由，不太受到拘束，但要到阳间，需要批准方可，不过7月可以轮班外出。若是罪魂，则大不相同。平时受刑罚，除非自己继承或特殊情形，难以外出。7月则例外，罪较轻者可以外出游玩。扬升原来如此。祭佛劝世间洋人多修身悟道，了觉真理，看破幻生是假，以免此后仍然如在世间想法到贫民区来，还要操劳工作，那太不值得了。不得超生了死之道，则生如死，死如生，生生死死，在轮回圈内打转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今日时刻已到，准备回堂。区长令各官员排班送假。扬升感谢区长之指导，先告辞了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扬升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100%60。地狱游记第60回，游具善所，赏善思，拔恶思复060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6月16日，20日7月1978。诗曰：魂归具善在修功，炼性魔辛苦用功。道法文师深究学，人间旧事显灵通。祭佛今日由民安排往具善所，及赏善思，拔恶思，地狱游记善。作至今已将近结束，老衲生启发善心捐印者甚为踊跃，真是善与人同。如此时不负2年来神人分拨于的辅之苦心了。唯愿天下苍生认理归真，善道是从。地狱游记一书乃是各教同寻之真理，凡言阅者，其身心受益非浅。老衲不费唇舌唠叨一番，无非希望众生戒恶从善，所做是好事，人称是好人。
一片苦口婆心，愿天下有心人共鸣吧。扬声准备上莲台，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扬声下莲台，扬声聚善所已在眼前，好像一座学校，外面干净万分，还种有各种花木，不像球玉阴森森的。祭佛聚善所就是阴府之学校，专门培养神职人员。扬声所门已开，官员们正排班迎接我们。祭佛所长及所内官员已出来，扬声你快向前参驾。扬声拜见所长及众仙官。所长扬善声免礼。欢迎你及祭佛驾到，实在久等了，请二位随我进入里面以便参观。祭佛甚谢，今日来此打扰，请所长多次指教介绍贵所情形，让扬声知之。所长理所当然，本所名曰聚善所，又称集善所，凡是扬人在身，功德不少，但尚未达到上升天界正果之标准，皆须引入聚善所修炼，以准备上升天界，或到凡间历任神职，就是又名。扬声前面那人不是本堂已故孪生庄建安吗？祭佛是的。你们今日在此相会，可谓有一段姻缘。扬声庄前辈看到我眼泪直流。所长庄善魂，你勿悲伤，今日特安排你们同道在此相会，可以说你离开杨氏后之情形吧。庄魂今天能在此的会见杨先生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但亦不尽悲伤之泪。生前入銮于圣贤堂，受关恩主之教化，并多蒙丘堂主及各位同修之照顾，所以我也兴趣效劳工作，每日到圣贤杂志社抄写记书封带。本来心想一意效劳，将来可以往天堂逍遥，但因过于痴迷，尚留一丝情缘于世，故离开杨氏后，虽有福神引路及恩主之保护，可是造过甚多，功过相抵，不能符合往天堂之资格。在世时，恩主对我之期望甚大，屡次训勉，奈自己智慧浅薄，未能体悟圣意，身不由主愿未了，而身先死。幸生前一片愚尘，恩主仍然带我参观各欲刑罚情形，再归入聚善所修炼。我肉体出殡时，蒙受堂内诸位同修拈香诵行，内心有说不出之感激，请杨先生代我向他们道谢。我在此每日学文学道，而且还常举行考试，磨练我们的心性，如看财不动，看色不迷，富有慈悲心等等，才能过关。这些考题都是仙佛化境，如要我们走往某地，突然路边出现黄金美女来引诱，如果心神不定被考到，便算不及格，需再修炼之。平常有仙佛圣真来此讲道教法，虽然不受刑罚，但读书考试的资
味也是不好受的。所长具善所事训练，皆任神位之神灵，为防神灵道力不足，所以要时时考验，使其达到神格时才算毕业。有者毕业后，再由各有缘先师度回天堂，在家修炼；有者到阳间历任神职。庄魂拜托杨先生告诉我的儿女，要他们好好修身学道。我儿闻显性直，做不了大事，真是可叹。希望堂内同修好好认真效劳。想当初我亦想随你到地府一游，哪知一语成谶，变成事实。想再修点功果，但肉身已失，也是无能为力了。既佛具善所，大概情形如此，我们当赶往赏善罚恶二司参观。就此告辞。杨生请庄前辈好好保重，堂内之事不用挂心。庄魂感谢你了。所长命众官员排班送驾。继佛杨生上莲台，我们另移他处参观。杨生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移驾吧。继佛赏善司已到了。杨生果然不错，前面匾书赏善司3字。司尊欢迎继佛及杨善生驾到。继佛今日我们师徒到贵司参观，请介绍大概情形吧。杨生来此之亡魂由福神引路，并无靠压或鞭打，壮盛自由。司尊凡是洋人去世后，功多于过者，一部分先来本司等候处理。来这里之亡魂均自由自在，可以喝茶聊天，或下棋消遣，赏善司，就是一种善魂暂时休息地方而已。来此地者，待一段时间后，就移送具善所，或送至各店消茶彼岸。杨生原来如此。既佛因时刻有限，我们再到罚恶司参观，告辞司尊。司尊命官员排班送驾。既佛杨生上莲台，离此不远就是罚恶司。已到了。杨生这里与赏善司完全不同，门匾书有罚恶司3字，来此的亡魂都被阴叉叉压，好像刚受逮捕。司尊欢迎二位道常驾到，今日光临，本司感觉光荣之至，你们为著书劝世，功德无量。既佛司尊夸奖了，我们师徒到此，因时刻有限，请司尊介绍贵司情形吧。司尊好的。本司曰罚恶司，凡是洋人在世为非作歹，违背天伦者，三师神或日夜游巡，随时记载，回阴府报告。若过重者，本司则设其元神来阴府惩罚，受罚之人在阳世只觉迷迷糊糊，痛苦万分，此时就是凡人生病之刻，有觉头晕、头痛，浑身不舒服，世人只知自己有病，身心不爽，但不知其魂魄已受到处罚。病好时，就是魂魄放回阳之刻，精神也觉轻松了。刚才那些被压之人，就是洋人魂魄，此为本司第一种罚恶工作。
第二种惩罚工作是洋人王后，因罪恶甚重，有者先交来本司惩罚。一番，该各店查其案证完毕，再移交各店办理，故本司乃是暂时拘留所而已。杨生原来如此，感谢师尊指教。祭佛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回堂。师尊命众官员排班送驾。祭佛杨生上莲台。杨生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圣贤堂已到，杨生魂魄投体。61地狱游记第61回，有血污地及东岳殿赋061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6月念5日，29日7月1978。诗曰：游名历尽万重山，血汗如流不厌烦。善恶谁言无报应？天堂地狱现斑斑。祭佛历尽了幽冥道路，所见都是痴迷亡魂。未生我之时，不知谁是我；生我之后，不知我是谁。两眼朦胧，又不知谁是我。众生迷来迷去，好像一个不想学的学生，带着饭包跟人上学，只知吃饭玩耍。一到考试，一问三不知，可谓白费父母心机，养一个一窍不通的痴儿。老衲在此寄语天下苍生，身为人类，就要顶天立地，多做些好事，不要鬼鬼祟祟，专做些缺德事，以免生前惯走暗路，死后做个缺德鬼继续摸索，那就惨了。今日准备游名，扬升上莲台。扬升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已到了，扬升下莲台。扬升今日我们到此，为何只见前面一池，远远望之，好像池里有沉浮人影，还传来救命呼声，哦，还夹着一股腥臭味道呢。祭佛前面就是血污池，今日带你来此参观，需振作精神，快向前走，以便详细观个究竟。扬升路上因岔压着许多人往池内前进，祭佛这些都是送往血污池之罪魂。扬升心会味更重，救命喊叫声也更响了，原来池中之水如污血一般，腥臭无比。将军欢迎济公活佛及杨善生驾到，本处已受到通知，知道二位今日驾临，请进内参观吧。杨生因为在这里已看得很清楚，我看不用接近池边了，但望将军说明血污池刑罚罪魂情形。将军是。本池名曰血污的，位置于奈何桥下游，罪魂刑。经奈何桥跌落桥下之毒蛇坑后，因受毒蛇吞食或咬伤污血成河，汇聚流入本池，而成血污池。本池所进者，都是犯污秽罪过之人。杨生请将军详细说明之。将军神圣本来不可冒读污秽，但有不少人常咒骂神明或出秽，
与污骂常上，即嫁祸于人，诬赖他人，均属污秽心肠。有者白昼宣淫，露天交合，不畏三光，不计人见，丧失廉耻，污秽之至。有者专门卖色赚钱，出口无非秽语。有者贪淫过度，采花不止，污染灵体。或口喜食秽物，以为补益身体，这种恶不是邪门中人。或是人起，好宰杀生灵，污秽神佛庙堂、经典书章等，死后皆要入血污池受苦。即佛俗传，凡妇人生产不幸死亡，皆要入血污池，此乃讹传。生育为天地造化之常，不幸暴亡，已属惨事，那有进入血污池之理。故世人如有亲属生产病亡，只要多做善事，或诵经忏，或应诵善书，以此功德回向，则可助其减轻恐怖惊慌之心。因产妇临盆时最为心慌痛苦，如不幸死亡，一时魂魄不安，家属宜多修功德，以求圣神仙佛度化之。将军既佛所说正是，悉世人了悟之。既佛因令有他处要去，血污池大概情形已知，我们先告辞了。扬声感谢将军指导。将军那里失礼之处请包涵。继佛扬声上莲台，准备往东岳殿。扬声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继佛东岳殿已到，扬声下莲台吧。大帝迎接继佛及扬善生驾到，二位奉旨著书，今日方到本殿，实在久候了。继佛因大帝权威无上，老衲由一殿游起，会殿安排于后，事后来居上之意，请大帝勿见怪。大帝继佛不用谦言，既来本殿，我已心欢。尔台中圣贤堂阐扬道德真理，开堂以来，著作太上无极混元真经、玉皇普度圣经，修道指南，浅述古今善恶因果报应、圣贤真理等经典善书，广应赠送，劝化四方，世道人心受影响而向善者不计其数，我心中早已感慰万分。今日扬善生能随继佛驾临本殿，理当招待一番，二位请进入殿内休息，我们谈谈吧。扬声感谢大帝爱护。大帝二位请坐吧。命将军速献茶果。将军遵命。已呈上。大帝请二位不必客气，用吧。继佛感谢大帝惠赐。扬声干茶美果，滋味不错，可以带几个回扬吗？大帝亲果在这里吃就好。继佛扬声你勿贪吃，你家那棵果树已结实累累，只要好好保养，已足够你受用无穷了。大地道果才是实用的东西，那些有形果品，吃得完，用得尽，而且还会腐烂，皆非实用之物呀。扬声恩师及大帝之言，我领悟了，惭愧，惭愧。
继佛请大帝介绍贵殿之职司吧。大帝好的。东岳为泰山，是五岳之首，并直辖的辅十殿各司，可谓最高司法单位，祀阳间之最高法院。本月并统治管辖一切幽魂散魄及的俘获阳间鬼神升降之事。因本殿可直奏玉帝，而发令执行任务，如山神、土地、靖主等神旨皆在东岳辖内，凡是十殿有何疑难案，见未能解决，即移送本殿办理，故本殿位居十殿之上，但东岳之上尚有幽冥教主管理普渡事宜，无则管辖的府检察之权、职司各有不同。阳生我有一疑题，请大帝指教。贵殿既管一切游魂散鬼，但阳间为何常听见某人被邪虫或鬼魂冲犯？难道因司法律上有漏洞吗？大帝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的罗森森，漏而不久。杨善生说的是，阳间上有不少游魂散鬼存在，音律虽严，但不离慈悲之心。所谓情理法坚固，不少亡魂因生前受屈而死，因思准其报怨，但其到阳间，往往意气用事，不分早白，见人即缠。但若阳人元神旺盛或道德升高，其则不敢近身。不过这些游魂散鬼若不遵法令，在阳非位者，一旦被发现，则由阳间神圣或本殿之巡查逮捕归案，斯时其也无话可说，而依法审判功过。因地府诸神不愿众生怨恨不消，故释放鬼魂，以便报怨。但如阳间之罪犯释放后，有者变本加厉，鱼肉相邻，阳人被鬼魂缠身，就是此种情形。阳生大帝说的是，祭佛感谢大帝开示，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回堂。大帝二位辛苦，愿助地狱游记早日者成，普化苍生，亦能早见功效，命众官员排班送驾。扬声感谢大帝及众仙官，先拜辞了。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圣前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头体。62地狱游记第62回，拜会地藏王菩萨，游记者诚开盛会复062。济公活佛降，戊午年6月念6日，30日7月1978。诗曰：天花法语节谣篇，玉卷修成一朵莲，圣册浮光垂万古，由书字字迹完全。祭佛今天是个喜悦的日子，废12年之地狱游记，今日未完结篇。这部稀世宝书道尽了人生真理，也许有人不信，但诸生年来所观游灵实况，如一目真人实事电影，故老衲希望天下苍生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领悟生是一个小的开始，此才是无限的延续，也是生的前兆，切不可认为已死摆了。
你看那一缕缕幽魂，都自冥路而来。自古及今，忠孝节义之士，其死后一道灵光飘飘而上天堂，万古流芳，显出他的忠贞大节。但若违背真理正义伦常之辈，死后灵魂污秽不堪，阴森而沉沦于地狱。愿众生阅读《地狱游记》一书，如大梦初醒，勿再迷失于花尽俗情之中，而越堕越深，终而不可救药。今日为游民最后一次，杨生提起精神，端庄衣冠，准备赴幽冥岭。讲杨生恩师道：我有说不出的高兴，我们师徒奉旨著书，任务即将完成，也可以轻松一下了。既佛有志者事竟成，皇天是不负苦心人的。悉好好精进，快上莲台。杨生今日这朵莲台为什么特别大，而且还毫光四射呢？继佛2年来这朵莲花为我们进出阴阳服务，磨练的壮大生光。杨生原来如此，真是奥妙无边。继佛已到了，杨生下莲台吧。杨生哦。前面广场好不热闹，仙乐演奏不绝于耳，排满了宴桌，都是玉石所雕，来来去去之人都未曾见过，有者穿着飘飘道袍，亦有沙弥、儒士及各国人士等打扮之人，不知他们是何的而来。继佛因《地狱游记》奉旨著作即将结束，幽冥教主特在地藏宫前设宴，以资庆祝。今日我们是为上宾，你看仙使、沙弥、儒士、各位宾客及地藏王菩萨四出来迎接我们，快前去参加。杨生参驾地藏王菩萨及诸位道场，在下是台中圣贤堂观地恩主门生，奉旨随继佛游冥著书，蒙受地藏王菩萨慈悲，是令幽冥各欲司协助著书工作，今日任务完成，特随恩师齐来拜谢，不敢劳动教主摆设如此场面，实感惶恐。教主杨善生请起来，你及继佛太辛苦了，2年来奔比于黄泉路上，度世之心难能可贵。我今日特别设宴庆祝，功臣书一呈，请继佛及杨善生入内登上坐吧。杨生不敢当。继佛今日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特为我们设宴，我看不必推辞了。忙了2年才有这份殊荣，跟我坐吧。杨生恩师既坐，我亦陪坐了。这个宴会人群越来越多，个个都头伏金光，相信世道很不浅。教主今日之宴乃是庆祝《地狱游记》者成，因地狱为世界各宗教所承认，故不论如道士耶回或其他新设教之教主及有修行之教徒，均被邀请列席，所以诸天都派下仙使、天使同参盛会，瑶池金舞，并特赐下蟠桃琼浆，杨善生你有福了。杨生感谢诸天圣佛仙神之眷顾，现时天乐大享。教主盛会将开，
各教教主及观音大士亦降临。大士今日幸会祭佛及杨善生。杨生参拜观音大士。教主现在盛会开始，奏圣乐。诸位安好，大家都是天堂贵客。今日驾临的府，使幽冥大放光明，滋阴南赡部洲台湾省台中圣贤。唐清奉玉帝指令，由民著书，以劝化世道人心，清平污浊之气。济公活佛，性喜诙谐，世人见之心欢，借机扬皇济世，一言一语，如妙药甘露，皆能起死回生，故玉帝令其导游。不但能洞见幽冥，更可禅机生妙，可谓最佳导游人才。杨善生为圣贤堂正鸾，灵性清明，随活佛历尽10殿各狱，劝世公生。今日书成，特举行此宴，一表庆祝之意，二表世界虽大，但在临。借则各教并无门户之见，如今日在场，各教人士皆安排就坐，和气融融，显示出大道无私景象。希天下苍生认理归真，修身养性，遵守孔孟道德，否则毁气伦理纲常，喜增野蛮习性，绝非文明之福。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，由小康而促进世界大同，此乃众生之福也。至此，开宴。祭佛扬声不必客气，此乃琼浆玉液及王母之蟠桃，吃后可以延年益寿。扬声感谢恩师，我不客气了，趁这个机会多吃几个。教主恭迎吕纯阳祖师驾到。吕祖请教主不用多礼，吾亲奉玉帝御派，特带赏状一卷，交由杨生带回，以作圣贤堂著书之奖赏。杨生叩谢天恩。教主请祖师用宴，吕祖谢之。教主因时刻不早，招待不周之处，请诸位高真原谅，祭佛及杨善生今日到此参会，吾感万分欣悦，鸾门阐教，应机说法，是为顺天应人之举。地狱游记以书者成，全凭古圣所传之陶记，六笔通灵传真。世人应了悟上苍用心，好好遵循天理良心，死后方免受10殿之刑罚。的藏菩萨为佛门之尊称，若道门则尊称无畏丰都大帝，故地狱又称丰都地狱，世人大都不知。今日趁地狱游记者陈复言书末，以小世人。祭佛这个莲台现时浮于半空，乃2年来圣贤堂诸生辛劳所获之。道果老衲无礼物相赠，愿将此座莲台赐予杨生，作为2年来师徒出入幽冥著书之纪念品，希望杨生好好珍惜之。杨生感谢恩师惠赐莲台，但受之有愧，愿遵师训，但望今后恩师能随时开导。祭佛在你左右，只要你把握住佛心，则佛可成也。教主此瓶琼浆，特请杨善生带回圣贤堂，送给全体鸾生以用之。
他们也太辛苦了。凡是应诵或宣讲地狱游记劝世者，日夜有神随时巡查回报的，府皆有录案，凡有所求皆能应验如想，希望天下苍生多与广应。流传劝化人心之功德，是无可限量的。最后祝圣贤堂诸生功果圆满。唐运兴隆，祭佛扬声，我们准备回堂。扬声感谢玉帝教主恩师及在座道场，多蒙指导，永难忘怀。再见。教主在席诸位请起立，奉送祭佛及扬善声回堂。祭佛琼将要提好，这是2年来的收获。扬声我不会衰落，已紧握住这份成果，赏状意在怀中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为谁辛苦为谁忙？阴阳界鬼门关，走遍了阴曹的藏2年来土尽心血抛出金砖，为的是望众生改恶从善，如今愿已完，留下的只有看众生是否回头向岸。地狱游记者玩，落得一身清闲，要修不修我不管，堕地狱升天堂，都是世人自己往。叮咛再叮咛，愿众生如莲出于污泥而不染。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我及玉虚童子要回天脚趾，回家77。预兆本堂司礼神登台复临 C1。戊午年5月初3日、8日6月1978。盛世县客谕旨将降，令城隍5里外，福神10里外迎接。诸生肃静后驾。金阙内香徐降。诗曰：8月中秋颁圣典，大千世界放光明。缴书仪式于隆重，赦罪消迁公告成。盛世无今夜奉命代旨宣读，神人夫妇。亲奉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：察尔台中圣贤堂潜金凌霄盛会决议，奉命著作《地狱游记》，由丙辰年中秋开笔，至今戊午年8月15日，是期满2周年。阳生神游十殿，暗喻访问，暗证如山，均泄露于《地狱游记》书中。其期刊登于《圣贤》杂志，为普化苍生事切，故该书须于今年8月15日夜印成讲书。届时将《地狱游记》108册置于香案上，另焚3册，一角天庭，2角的府，3角人间天下都城隍，3曹对岸，以示尊燧。家的府各司参赞有功，除按功行赏外，并大赦罪魂以次，举行庆功。盛会详情另批交幽冥教主办理。人曹部分，凡著书中护法者、效劳者、者成后、应诵者、宣讲者，皆按功行赏。缴书时，应将所有捐印者之姓名、住址、册数、其愿制成表彰，焚呈上苍，以便汇集普化成果，按情施印。
2年来诸生辛劳，各的妙化之果无边，悉在接力，以匡正世道，力化颓风，而尽大同，勿为正命。轻哉勿乎，叩首谢恩。天运戊5年5月初3日、8日6月1978。78。济公活佛降，拔复灵 C2。灵魂学说，近代已可由科学仪器略窥1、2，然要观其全貌，非由精神潜修开通慧眼不可。人体原由精、气、神3种元素所组合，这具幻躯犹如搭棚骨架，一旦风火水土变化，则支离破碎，人去楼空，难以久存。灵魂之转世由此而生，改头换面，各以另一新面目示现，古今中外。宗教先觉者或具通灵超能力者，都能目睹此事，见证无言。地狱游记之著作，乃系上天子悯众生久堕红尘，贪嗔痴3毒旺盛，造业多端，造成道德沦落，社会问题不断滋生，为匡正世道，造就更美好人生，呆准泄露民腐实况，以警示化俗，倡导善行人风，推弘真理道义，相信凡有良知写信之人，见此邮书，阅读之后必能放下屠刀。吾也愿助其立地成佛。2年余资，感触良多，仅引太上感应篇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一语作世书之结语。贫僧济公，仅拔于台中圣贤堂。戊5年6月念9日、2日8月1978。79。后继复灵 C3。本书合蒙各地公堂庙寺先进大德及各地读者同修协助支持，使能如期出版，在此仅表由衷感激与无限谢意。了悟犹如夜的灯，无窗暗室忽开明。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时度此生？地狱游记完。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玉历宝钞。林凤指著作林目录缘起注1注2注3。01一殿秦广王陵2 2殿楚江王陵3 3殿宋帝王陵4 4殿武官王。05 5殿阎罗天子06 6殿变成王陵7 7殿泰山王陵8 8殿都市王。09 9殿平等王10 10殿转轮王11转解锁12孟婆神。传流弹吃道人血污池雾迷道人勘印。考证考证1考证2考证3。前言。玉历宝钞 Yuli Daojo。奉旨著作。000。前言。时间辽契丹太平10年至庚午，公元正1030庚午。中元3523宋朝07仁宗，天圣08。地点：地狱，地狱游记第42回。访客：但师道人。正本。
戊弥道人戊申下6月受册正1068戊申3561宋109神宗熙宁01甲版东复版大宋绍圣5年以前，公元正1098戊寅。中元3591宋139哲宗绍圣051041年发明活字印刷，乙版、50版正1130庚戌3623宋171高宗建炎04版契录，感恩所有善书均不设立版权，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。在此仅向有关同工及承先启后者致敬。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，自行做网页，不用声明出处。阅读编辑自动唤醒 W 斜线或斜线检视 V 选项 O 自动唤醒 W 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斜线 JBK 容量 30K 绪论记录图画记录印证记录本版宏大斜线广兴00目录寻找代号 number 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 0A 一元起001一电秦广王0022电楚江王0033电宋帝王0044电武官王0055电阎罗天子0066电变成王0077电泰山王0088电都市王0099电平等王0110电转轮王011转解锁012孟婆神传流0C1旦吃道人0C2血巫池0C3雾迷道人0C4勘印考证0C5考证1 0C6 考证2 0C7 考证3注解 0x1 注1 0x2 注2 0x3 注3加玉历宝钞加 0A1 缘起 0A1 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诞辰7月30日十殿阎君诸神合掌拜祝菩萨大发慈加悲曰我欲超度众生，每逢此系降狱，将诸鬼犯各罪分别设诱惑，减等，放令往生六道，奈因为善者少，作恶者多。我是因思所设刑罚甚惨，当令细细校核，如有犯过能悔。在阳世，曾转劝一二善事者，从宽谅减抵免。是时十殿阎君会议，加凡人在阳世，自幼存心行善者，至寿终应得引灯仙道，功过两平者，命终免入三途受苦。即令脱身人道，遂了恩义溯源，善少恶多者，勾入诸狱受苦，
人今往生人道，分别贵贱受邀及废。在世心性增善者转生福地，多孽者复刹厉鬼，摄入诸狱受苦。再令极贫极贱极苦之处，深受灾殃，死归地狱沉沦。所以不忠不孝，妄自轻生，任性好杀，多伤物命，不信因果。谬殒人死则精气散尽，丢下皮囊，无生何苦？只有活人受罪。那见死鬼待家，死了是死了，都皆不得知的了。家是人殊不知身落空亡，魂魄中在，生前所作种种之恶，死后必有种种之报。凡贻害悚恶后世者，现皆永尽无间等狱受苦。吾如是，人虽见历代三教各训，皆以为犯常须臾。君复慈恩，再生之宜，故犯百无一改。是以立法加严，天设刑罚。今菩萨慧眼观之，垂慈富裕，礼和尊奉着意，杨氏壮病衰老，难复往昔作恶。如肯发心于菩萨，即吾等降生之辰，斋戒立誓，忏悔，从今改过不犯。或竭力做一善事者，弃绝钩制因私，准免受苦一重。除为臣而不忠，为子而不孝，与自尽恨死，即阴谋诡谲欲害好人，致遭雷击，命丧水火虎狼蛇毒者，分别加罪，押交诸狱。逐层教察功德深浅，量减各苦结束，以偿善报，惠及世人。阳间所犯事项，至因思该入何欲受刑，注明浅显男女一知之言。臣览似有德行者还阳，普传天下，菩萨观之称善。即于8月初3日，律同时王诸神，奏达上天。帝曰善哉善哉，嗣后诸神鉴察，如有世人誓愿向善，再生悔改，一世能不再犯，准赎2罪。如改过厉行5件，余罪盖赦。男子救生福地，妇女即转男生。善事如能过5件者，并准替修冥福，超度眷属亡灵脱离苦恼，速将所奏各条转载王例，通行下界城隍上帝门造神鬼知之。恪遵此旨，均以警令奉行。01玉历宝钞第1殿附001，一殿秦广王，专司人间受邀生死册籍，统管幽冥吉凶，鬼判殿居，
大海卧桥石外，正西黄泉黑路。凡善人寿终之日，即有接引往生。凡沟道功过2平之难复。宋文帝10殿发放，人头人事，或男转为女，或女转为男，较量富贵贫贱，以了渊源相报。凡恶多善少者，使入殿右高台，名为灭尽台，台高1丈，径大10围，向东悬挂，上横7字，曰灭尽台前无好人，压负多恶之魂，自见在世之心之险，此复地狱之险。那10方之万2黄金带不来，一生唯有灭随身。入台照过之后，披解第2殿，用刑发欲受苦。家如有世人，不忠天地生人，父母养生，非同容易。赐恩未报，不奉勾铁，擅自轻生，自刎自缢，服毒头水等类，寻死者，除忠孝，节义殉难为神之外，苦因细小之愤恨，或因犯事发觉，其罪不道，于死；或欲言害他人，而弄假成真，轻生气绝，门造诸神，集解。本殿收入饥渴各场，家每逢虚害，悉如临死痛苦，照样现行，或70日，或1、2年之后，押魂归复寻死之处，无许受享根犯纸帛，如之毁敛葬，不现行引惊人，妄许替代，似其遭累人等，各无牵。赦之日，门造诸神，人将鬼犯解到本殿，转发第2殿，查效功过，从重加刑，另在地交各殿发欲受苦。如有起此等心意，或将此等言语胡诈，虽未致死，即在世往日曾行善事，其诸欲意概不准减免。家凡轻生已死之后，苦不敛刑，至今避人者，即刹青面獠牙诡异，勾道各欲受苦，满日发入阿鼻大地狱，永远锁掉，不许超生。家凡僧道的前代人拜诵经忏，遗失字句页卷者，至本殿发禁补经所，各入黑暗斗室，内藏经忏，其遗失字句之处，盖皆签名补诵设有，灯盏注油数10斤，只用细线1根燃火，或时明亮，或时黑暗，不能一气急速补足，或系清修僧道，在生得人前物者，亦皆不免。如若在家难复，自心自口，拜念一切经咒佛号，即有喘错遗失，
重在诚心，而不重在字句，尼姑亦然。佛指免补，每月初一日，皆名载录善集。家世人若于2月初1日请广王神诞，持斋向北誓愿诸恶不作，将此转免入地狱。此欲抄写成卷，普传世间，广劝男女听信改悔，寿终即命，青衣童子送往西方极乐之所。家02玉历宝钞第2殿负002。2殿处江王司掌大海之底，正南卧桥石下活大地狱。此众纵广500由旬，另设16小地狱，一名黑云沙小地狱，2名粪尿泥小地狱，3名五叉小地狱，4名饥饿小地狱，5名巧可小地狱，6名脓血小地狱，7名铜斧小地狱，8名多铜斧小地狱，9名铁铠小地狱，10名冰亮小地狱，11名鸡小地狱，12名灰河小地狱，13名浊结小地狱，14名剑叶小的狱，15名胡狼小地狱，16名寒冰小地狱。杨氏如犯骗诱少年男女，削发入空门，男女轻易剪丢自法，他人托交寄存字画经书等件，捏称遗失，图谋为一物，损坏人耳目手足，指下不明医药取利，不放赎壮年婢女，凡亦姻亲，贪图财势，隐匿年岁，他家说何未定之先，却知或男或女，时有恶疾奸盗等相，含糊不以实告，误人终身者，查核事犯多寡，年分深浅，有无言害变端，即令真宁赤法等鬼推入大狱，令发应道和小狱受苦，满期转解第3殿，加刑发狱。世间难复，常将玉历说与世人知景，或玉历抄流传，即见人有病者，医药相助，贫难者沾粥，或失钱救济多人者，并毁钱非，准照公过2平之利，余罪勿论。勾道之日，即交第10殿，发放投身人道。如能爱惜众生，不忘杀害，训劝儿童，勿伤昆虫，于3月初1日，2殿处江王神诞，誓愿戒杀放生者，命中免入狱，亦即交第10殿发放往生福地。玉历宝钞第3殿负003。03 3殿宋帝王
司掌大海之底，东南卧桥石下，黑神大地狱。此众纵广义500由旬，亦另设16小地狱，一名前鲁小地狱，2名麻环加纽小地狱，3名川类小地狱，4名铜铁瓜脸小地狱，5名瓜枝小地狱，6名前脊心肝小地狱，7名蛙眼小地狱，8名产皮小地狱，9名月足小地狱，10名拔手脚甲小地狱，11名吸血小地狱，12名倒吊小地狱，13名粪骨又加鱼小地狱，14名驱逐小地狱，15名极息小地狱，16名刨心小地狱。加杨氏为人，不思君得罪大，因为享禄者，不兼臣节，世庶不报，水土之恩，妻妾妇夫主，应爱寄与人为子嗣，曾受恩惠，积德，过财产，复良归宗归之者，奴仆附家主，书役兵吏副本官管常，伙伴附财东业主，或犯罪越狱，及军留逃遁，应管押囚人拒保，附类官差亲属等。是者，久徒而不忏悔，虽作善，发入各众受苦不免。加如犯讲究风水，阻止殡葬，造坟掘见棺椁，不及罢垦换血，有损骨质，偷漏条梁，遗失宗亲坟冢，有人犯法，教唆兴讼，写作匿名揭帖，退婚字据，捏造弃役书札，收回钱债劝据，不著不撤套描花押图记，添改倡目，贻害后人等事件者，查对事犯轻重，使大厉鬼亦推入大狱，另发应治合众小狱受苦，受满转解第4殿，加刑收狱。加世人若于2月初8日3殿送帝王神诞，是愿戒而不犯，即准转发免尽各狱受苦。加04玉历宝钞第4殿附004。4殿五官王，司掌大海之底，正东卧桥石下河大地狱。此众亦广，500由旬，另有16小地狱，一名上水下10小地狱，2名毛虫幻族炼竹签小地狱，3名沸汤浇手小地狱，4名掌左面右半流液小地狱，5名断筋剔骨小地狱，6名左筋右燕尖刷皮小地狱，7名左筋右砖夫小地狱，8名蹲风小地狱，9名铁衣小地狱，10名木石土瓦压小地狱，11名鹿眼小地狱
12名飞灰塞口小地狱，13名灌药小地狱，14名油豆华夫小地狱，15名刺嘴小地狱，16名碎石埋身小地狱。加世人漏水、抗凉、赖粗、用重秤、喝假药、卖着水米、用假银、欠数钱、卖油粉抽零、刮浆布匹衣裤、路遇别废老幼，不及让行。按占乡民及老幼奸犯便宜，受托寄代家书，不速交付，窃取揭露，弃旧砖石及晚夜灯内油烛，穷不安分守己，富不连老续贫。如有告代，先以允戒，致其空腹。致令勿视，见人有病，加藏药。10. 令不付给，良方秘不传授，兼或药渣，或碎碗料器等物泼至街路，无故养驴马猪兽，尿粪妨碍行人，故亦荒芜田地，损坏他人墙壁，咒诅眼泪，造言惊吓等事者，查核示范之大小，令鬼卒推入各大地狱受苦，另再判发和小的狱受苦，满日诵解第5殿查核。加世人若于2月18日4殿5官王神诞，是悔不再犯者，免入本殿。诸狱如超狱力全卷，或续加古今因果报应事件于各殿章句之后，化人为善，遗传后世，使关键者从此改悔。他能免过，汝亦按理有功。加05玉历宝钞第5殿负005。5殿阎罗天子曰吾本前居第1殿，因连屈死，楼放还阳生血，楼痛吕，降调司长大海之底东北过桥石下，教换大地狱，并16株心小的狱。加凡一切鬼犯发至本殿者，已经诸狱受罪多年，即有在前4殿查核无甚大过，每个按其7日解到本殿，亦查国不作恶，施至5、7日，未有不服者也。鬼犯皆说在世上有未了善愿，或称修盖寺院、桥梁街路、开河淘井，或集劝善书章未成，或放生之数未满，或父母尊亲生养死葬之事未备，或受恩而未报答，种种等说，哀求准放还阳，无不誓愿，必作好人。加吾闻之曰如等，其实作恶昭彰，神鬼之逆，经传到江心不漏池，即如地藏王菩萨大发慈悲，
降欲量减地免，吾等汇集尘来，菩萨引同诸神，奏达天地，加恩降旨，转载玉历通行下界，颁发封都。吾等各殿以来，年生月久，未有一个得行之人，乃能肉身进入冥途，受此玉历还阳而传世间谨慎者，可见因思无怨贵，阳间少怨人，修德行之人，世间难得。今来本殿规范，照过业尽，嬉戏恶类，无许多言，牛头马面，押赴高台一望可也。所设之台，名曰家望乡台，面如弓背，朝东西南三向，弯直81里，后如弓弦，坐北箭数围城，台高49丈，刀山未坡，气就63级。善良之人，此台不登，功过2平，已发往生，只有恶贵，望乡省晋南父君各能见能闻，观听老少语言动静，家遗嘱不遵，教令不行，凡事变幻，逐渐改过，苦挣财物，搬运无存，难思再娶，复想重婚，田产抽逆，分派难逾，向来账目，亲皆复混，死欠活的，难少分文，活欠死的，奈失俱赠，彼此胡赖，搪塞不逊，一概传错，尽推死人。三党亲戚，怀怨评论，儿女存私，朋友失信，略有几个，想念前情，府官一哭，冷笑2声，更有恶报，难受官刑，父生怪病，子被人鸟，女被人淫，夜皆消散，房屋火焚，大小家事，疏忽庆敬，作恶相报，非独阴魂，家凡鬼犯文件之后，押入教换大地狱内，细查曾犯何恶，再发入诛心16小地狱受苦，小地狱内各埋木桩，铜蛇位链，以犬坐蹲，捆压手脚，用一小刀开膛破腹，勾出其心，细细割下，心使蛇食，常给狗吞，受苦满日，止痛完肤，另发别殿。一名歌曲不敬鬼神，猜疑有无因果报应等心小地狱；二名歌曲杀害生命等心小地狱；三名歌曲善愿未完诸恶先行等心小地狱；四名歌曲尽邪悖谬习术妄想长生等心小地狱；五名歌曲欺善怕恶恨他人不速死亡等心小地狱；
6民歌曲计较疑惑等心小地狱。7民歌曲男子行强图谋奸淫妇女丧真疑6屈从贪恋有无谋害等心小地狱。8民歌曲损人利己等心小地狱。9民歌曲牵令误故生死缓急等心小地狱。10民歌曲愚道昧赖等心小地狱。11民歌曲忘恩抱怨等心小地狱。12民歌曲好斗赌胜牵连连累等心小地狱。13民歌曲骗诱过重等心小地狱。14民歌曲狠毒教唆以未能害等心小地狱。15民歌曲极善妒贤等心小地狱。16民歌曲执迷不改诽谤等心小地狱。凡是人不信因果，祖行善事，借名往庙拈香，论谈人非，烧毁，劝善书章，礼斗时婚，厌恶人念佛诵咒，做佛事不斋戒，谤匪，是道。识字人不肯将古今报应劝世等闻，念诵复诱人等听之，庖掘他人坟冢，填平灭迹，纵火燃烧山林，书房家丁，施火焰，烧居林，攀弓射箭放弹，诱逼疾病受弱人独立，隔墙壁抛纸瓦，食伤人，何当药鱼，放鸟虫，作造丝网，年干，捣笼，盐卤撒草地，死猫，毒蛇等物不生埋，害人起绝，犯土丧命，冬冻春寒，啃绝的土，拆墙更造，私建官衔，市占民地，田井塞沟，如犯前项等事者，复过望乡台，发入教唤大地狱，受苦之后，该割碎其心者，押交各层小狱判发，受满转解第6殿，查封有无他罪。如是人在生不犯前项等事，或曾犯过，于正月初8日古殿阎罗天子圣诞，斋戒事不再犯者，不读本殿，各狱之刑可免，并准资第6殿轻减刑罚。除杀生害命，禁邪悖谬，男子淫毒妇女，妇人贪淫悍妒，损他人名节者，愚道昧赖，忘恩抱怨，即在生执迷，见闻劝善章句，即改悔者，概不轻减。